临海第一医院。医生，我还能活多久？王先生，根据片子来看，你恐怕最多还剩下3个月的时间。3个月？不过你也别放弃，虽然目前国内没有治疗的技术，但我知道国外已经研究出了治疗的方案。如果王先生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谢谢医生，我想先冷静一下。从医院离开，王优秀犹豫了下，最后还是将一个电话打了出去，一遍没有接通，他就继续打，直到电话打了3遍，对方才接听。你没完了，一直打，不知道我现在很忙吗？我刚从医院里出来，医生说我病得很严重。会死吗？应该不会，医生说。死不了就别打扰我，我还要忙，挂了。王优秀还想说些什么，电话里突然响起了陌生男人的声音。秋月是谁啊？怎么一直给你打电话？没什么，骚扰电话而已。好了，我们继续吧。看着黑屏的手机，王优秀怒火焚心，但转瞬间烟消云散。几年过去，该生的气早就生完了，他的心在随着这通电话的挂断也彻底死了。5年前，王优秀被合作伙伴算计，身无分文被赶出公司。在他最绝望，甚至一度想要自杀的时候，是沈秋月的出现救了他的命。那天，沈秋月请他吃了一笼包子，并且谈起了自己的梦想。他说他想要创业，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王优秀便将他的梦想记了下来，放弃了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沈秋月身上。仅仅用了5年，王优秀便让沈秋月摇身一变，成了临海家喻户晓的沈氏集团总裁。公司剪彩那天，沈秋月兴奋地拉着王优秀领了结婚证。本以为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自从沈氏集团在临海站稳脚跟后，沈秋月忽然就变了。王优秀回到沈氏集团，来到前台叮嘱道：小月，等下记得约徐总来我办公室一趟，还有下午有一场重要的会议，记得通知下去，所有人都必须到场。很抱歉王总，恐怕现在我帮不了你。怎么回事？难道你被炒鱿鱼了？王总，难道你没有收到调令吗？您现在已经不是沈氏集团的执行总监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见王优秀毫不知情，前台小心翼翼掏出一份文件，看完文件上的内容后，王优秀被气笑了，拿起文件直接走了。当王优秀大步来到沈秋月办公室门口时，听到里面传出一道男人的声音：秋月，你说你没跟王优秀打招呼，就把他直接从执行总监的位置上给调走，会不会不合适啊？怕什么？我才是这沈氏集团的总裁，他还能翻天不成？而且只要你乖乖待在我身边，别说是执行总裁，到时候副总的位置我都帮你争取下来。听到办公室里的对话，王优秀面无表情地推门进去。这就是你找的新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没有我的允许，不准随便进我的办公室。你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奖金都别想要了。为什么要把我从执行总监的位置上调走？难道你不知道沈氏集团马上就要上市了吗？见王优秀是因为这件事闯进来，沈秋月说道：执行总监的位置，我想给谁就给谁，什么时候轮到你同意了？怎么？难道你是觉得沈氏集团没了你就上不了市吗？就在沈秋月和王优秀针锋相对的时候，李明秋开口说道：王总不要那么生气，沈总之所以把你调走，也是因为看中你的能力，觉得你在执行总监的位置上太大材小用，所以这才让我来接替这个位置。看着李明秋那茶里茶气的小白脸，王优秀被气笑了。我在跟沈秋月说话，什么时候有你插嘴的份？王优秀，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不过是给你调个部门就发这么大的火，当初我真的是瞎了眼了才看上你，要是你真不想干了就给我滚，沈氏集团不需要你，往后家也不用你回了，我们离婚。听到离婚2字，王优秀的心彻底凉了。好，一言为定。沈总，王总是不是误会我们了？要不你现在追出去，赶紧给他解释一下，现在去还来得及。没事，不用管他，他还没这个胆子，而且他凭什么跟我要解释？好了，给我看看，你脸都肿了，我现在给你抹点药。不用，只要沈总你留在我身边，我就感觉没那么痛了。真的不痛？真的。好，那我们继续讨论刚才的事情吧。与此同时，王优秀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所有办公用品已经全部被人给搬走了。这时，一个胖肚子男人走了进来。王总，你要是走了，这公司上市的事情可怎么办了？无妨，公司上市的事情基本已经铁板钉钉，就算我被调走了，这件事也不会受到影响。还有，我已经把公司的元老都喊了过来，等下你帮我把他们都安置到会议室。好的，王总。看着王优秀云淡风轻的表情，王东海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等到王东海离开后，王优秀打开办公桌最下面的暗格，从里面拿出一份合同，离婚协议。现在沈秋月既然主动提出了离婚，那我也终于可以给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了。
会议室。首先感谢各位董事到来，今天我也不说那么多废话。现在我们聊一下接下来公司上市后融资以及股权分配的问题。会议室的大门被人突然推开，看到走进来的沈秋月，还有跟在他身后的李明秋，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根据公司最新的调令，王优秀已经不再是沈氏集团的执行总监，现在新任的执行总监是我身后这位李明秋，李总。接下来沈氏集团的上市融资以及后续的股权分配，还有集团规划，都会由李总来给各位汇报。什么？整个会议室瞬间炸开了锅，为首的白发老人，同时也是沈氏集团的元老赵国昌直接冷声质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调令？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没错，沈氏集团上市的事情一直都是王总在跑前跑后，所有事宜也都是王总在安排。什么时候换人，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沈总，你该不会以为一个集团上市是儿戏吧？执行总监说换就换，你跟我们这些董事商量了吗？面对一下子炸锅的董事们，沈秋月脸色难看。今天这场会议决定了沈氏集团的生死，所以开会的人必须是王优秀。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沈氏集团的总裁到底是我沈秋月，还是他王优秀？总裁是谁都不重要，谁给我们带来利益，谁最重要。你觉得他能给我们带来利益吗？还是他能带领沈氏集团更上一层楼？此刻的会议室随着赵国昌的发言，气氛降到宁秋他毕业于晚稻田大学金融系，同时在校期间也是本硕连读。关于沈氏集团上市的条件，包括后续的事宜，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如果各位董事信得过我的话，不妨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沈秋月也不废话，直接命令王东海下来，然后把李明秋准备好的 U 盘插了上去。李明秋对沈氏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但尖锐地指出了集团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安排了后续融资的方向以及合作的方向。原本对李明秋抱有质疑态度的董事们，听到李明秋的规划后，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就连从一开始就没给过好脸色的李国昌，在听完李明秋的讲解和安排后，也是露出意外和满意的神色。唯独王东海脸色依旧难堪。王总，他这个 PPT 明明是……在李明秋打开第一页 PPT 的时候，王优秀就知道了，这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做的。随着李明秋汇报结束，原本死寂的会议室响起了掌声。好，本来还以为沈总一直不管公司内务，没想到沈总身边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帮手。有此计划，我沈氏集团何愁不起？是啊，有了这份企划，沈氏集团上市后怕是扶摇直上，鹏程万里啊！少年才俊不过如此，哈哈哈！沈总找了个好人才啊！面对变脸的董事，沈秋月悄悄松了口气。现在还有人质疑我的调令有问题吗？好，实在是好啊！这方案不仅能帮沈氏集团找出内部的问题，同时还能在上市后打开整个山海省的市场。但我想问一句，李总监，你可知打开山海省的市场后，沈氏集团需要找谁合作，又需要从什么地方募集足够的资金，在沈氏集团上市成功后，帮助沈氏集团打开海外的市场？这些问题等到沈氏集团上市后，定会有不少人主动找到我们合作，到时候只需要从中选择靠谱和最佳的人选就可以了。是吗？那你可曾想过，假如没有人会主动找沈氏集团合作，到时候第一轮融资崩塌，沈氏集团该如何面对？啊，这……听到王优秀这个犀利的问题，李明秋眼神有些慌乱。见李明秋答不上来，王优秀笑得格外开心。既然是偷来的东西，就该好好研究明白再拿出来，不然像现在这样丢人现眼，也不怕旁人笑话。偷来的东西什么意思？王优秀，你现在已经不是沈氏集团的执行总监，我以总裁的身份命令你赶紧给我滚出去！看着眼神死死盯着自己，如同盯着仇人一般的沈秋月，哼，真好笑，自己这些年竟然在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费尽心神，真是够小丑的。沈秋月，你真当我稀罕这执行总监的位置啊？你什么意思？王优秀直接让王东海把李明秋的 U 盘拔了下来，然后将他的插了上去。当这个 PPT 播放出来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都炸开了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人，保安呢？把他给我赶出去！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我的命令吗？王总，这……看着左右为难的保安，王优秀摆了摆手。放心，等下我自己就会走，而且不光会走，还会永远退出沈氏集团。但在此之前，我有些话还是不吐不痛快。王优秀，你给我闭嘴！李明秋刚才的这份 PPT 是直接偷我的，甚至就连文案都没有改动一下。如果各位不相信，可以去对比2份 PPT 的时间还有内容，相信各位看完自然一目了然。这不可能，执行部门的文件除了你就只有沈总可以调动或者查阅，他一个刚进来的新人，怎么可能做到悄无声息把文件给偷走呢？是啊，沈总，你来讲讲，
执行部门的文件只有你跟我有权限调看。切，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李明秋的手上？沈总，是不是要给各位董事一个解释？王优秀，我是公司的总裁，我想把文件给谁就给谁，难道还需要跟你打招呼不成？会议室的董事听到沈秋月的话后，皆是脸色一变，简直是胡闹！这文件关系到沈氏集团上市后的各种问题，这种公司机密岂能这般儿戏？切！我倒想要问问各位，到底谁才是这沈氏集团的总裁？哼，总裁怎么了？沈总最好别忘了，我们这些董事加起来，手里可是有沈氏集团不少的股份。一个集团最不缺的就是总裁。我们一开始拿钱给集团，是看中了王总的能力。现在为了扶持一个新人上位，竟然连王总都能踢出去。我看这沈氏集团干脆也就没有什么上市的必要了。看着跟自己针锋相对的赵国昌，沈秋月气得浑身颤抖。好啊，王优秀，这就是你一开始就准备好的算计吗？你真是好狠毒的心。算计？如果这在你眼里，这都算是算计的话，那就当是算计吧。好，不就是给你换了个新的位置，你竟然连这点小事都要斤斤计较，你还算是个男人吗？此时，李明秋也是连忙开口说道：“沈总说的没错，王总，你不要那么小家子气。沈总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让沈氏集团走得更远？”看着两人那义正言辞的嘴脸，王优秀径直走到李明秋面前。王总，你一个只知道偷别人东西的老鼠，也配在这里乱叫？说完，王优秀接着又是一巴掌。偷来的 PPT 你连最起码的后手都搞不明白，基本上市后的融资条件和股权分配都搞不明白，就敢在这里大言不惭，说是为了让沈氏集团走得更远，你算个什么东西？王优秀，你疯了吗？报警！我现在就要报警！报警？好啊，报吧，我倒要看看擅闯办公禁地、窃取公司机密，最后能给你判多久？面对王优秀的威胁，李明秋咬牙道：“文件是沈总给我的，警察凭什么抓我？”哦，是吗？那就报啊！不行！沈总看着满是委屈的李明秋，沈秋月心里也是恼火得很。原本只是威胁王优秀，让他给李明秋道歉。如果真的在这种上市的紧要关头发生了警察来调查公司内部的事情，不论最后结果如何，李明秋刚才的话直接坐实了我偷窃这件事，到时候整个公司上下都会闹得沸沸扬扬。要是在这时候再被有心人抓住，借机宣传一波，那问题就大了。王优秀，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重新引起我的注意了吗？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完了，执行总监的位置根本不可能再还给你，你懂了吗？沈秋月，我刚才说的话，你是不是都当成耳旁风了？我最后重申一次，什么狗屁执行总监，我从一开始就不在乎，你懂了吗？你王优秀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当着所有人的面扔到了沈秋月的面前。原本想着安安静静跟你把事情处理干净，但既然事情走到这一步了，那不妨今天把所有事情都解决清楚。我已经在上面签好字了，就差你了。这是什么？你自己没长眼睛，不会看吗？沈秋月愣了一下，低头看到文件上离婚协议4个字。王优秀，你以为现在拿出一份离婚协议就可以威胁我了吗？我告诉你，你打错算盘了。于是他也不犹豫，扫了一眼协议内容后，直接在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了，现在如你所愿，我们离婚了。从现在开始，你也再也不用来公司。但此刻董事会的那些老狐狸瞬间不淡定了。不行，绝对不行！王总要是走了，集团上市的事情怎么办？没错，绝不能辞退王总。看着全部抗议的董事，沈秋月没有理会。既然你已经不是沈氏集团的人了，那你手里的股份也交出来吧。你确定要？废话，我们现在都已经离婚了，难道你还要霸占我沈家的股权不成？好，我答应你。等下我离开后，马上就会派人把股权转让协议送过来。王优秀拿起离婚协议书，头也没回，直接离开了会议室。此刻的会议室气氛压抑的可怕。沈总，你应该明白，现在沈氏集团上市在即。诸位，刚才我跟王优秀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对吧？现在他已经跟我离婚，同时他手里的股权也会转让给我。现在我希望各位记住一句话，我沈秋月才是这沈氏集团真正的总裁，而他王优秀已经跟沈氏集团再无一点关系。如果各位现在想要退出，我绝不拦着。可如果各位想要等沈氏集团上市后都分上一杯羹，那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听我的。众人虽然心中暗骂不止，可如今上市在即，谁也不愿意放弃这块蛋糕。沈秋月见没人有意见，便对李明秋说道：“李总监，把 PPT 后面没讲完的内容讲一遍。”好的，沈总。与此同时，王优秀站在沈氏集团门口，闪烁着久违的太阳。他拿出手机，将一通电话拨了出去。喂，是我，来沈氏集团门口接我。挂断电话，
王东海突然从审视大厦火急火燎跑了出来。王总，等一下！你不在里面开会，跑出来干什么？你就不怕被开除了？哼，开除就开除，这种地方我早就不想干了。但凡是个长眼睛的都能看出来，沈氏集团能走到现在，全都是靠王总你。现在公司马上上市了，他们把你给踢出去了，有这种领导在，这公司迟早倒闭。你跑出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当然不是，王总，我老王想继续跟着你干。跟我？王东海闻言挠了挠头，然后嘿嘿一笑。王总，您现在虽然穷了点儿，但我老王跟了您这么多年，绝不会看错人，也不会跟错人。只要一直跟王总你，准不会有错。你这话听起来可不像是什么好话。不过，谁跟你说我现在很穷呢？王东海还没反应过来王优秀话里的意思，一辆劳斯莱斯已经停在了两人面前。抱歉，王总，我来晚了。看着眼前的劳斯莱斯还有秘书，王东海傻眼了。王优秀见状也没解释什么，只是拍了拍王东海的肩膀。想继续跟着我的话，后天去商业集团报道。商业集团？王总，你刚才说的真的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如果执行部有人想要跟你一起走的话，那就一起过去，就说是我说的。此刻的王东海已经忘记了回答，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商业集团4个字。商业集团那可不是什么沈氏集团能够比的啊！一般人别说是进去上班了，就连面试的资格都拿不到。而刚才王总竟然让我去商业集团报道，难不成？等到王东海回过神的时候，王优秀已经走远了。现在回去马上辞职。等到王东海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正在下发任务的李明秋冷声训斥道：“刚才我在群里通知开会，你怎么来这么晚？会议迟到，工资扣200。”看着李明秋的嘴脸，如果放在以前，王东海为了生计可能会忍气吞声，但这次他直接拿起桌子上的文件，狠狠甩在了李明秋的脸上。老子扣你喵！我们整个部门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企划案，你说偷就偷，现在把王总逼走了，还想扣老子工资，这班老子不上了。你李明秋脸色黑红，刚要发飙，就听到王东海对着部门的人喊道：“各位，刚才王总跟我说了，如果你们想要继续留在沈氏集团，那么他尊重；可如果你们想要赚得更多，那就都跟我辞职，别在这公司受这鸟气。”部门的人虽然觉得王东海的话很有诱惑力，可他们出来打工为的是生计，而不是画饼。见无人回应，王东海冷笑一声：“刚才王总可是说了，让我后天就去商业集团报道，你们不想跟我一起来的话，那就算了。”听到这句话，众人先是一愣。老王，你没有骗我们吧？王总真的答应让你去商业集团报道？乖乖，那可是商业集团啊！来沈氏集团之前，我投了10几次简历，一次都没过。现在我真的也能进商业集团吗？老王，说话，你快说话！李明秋听到这一切的背后是王优秀在捣鬼，直接怒声道：“都不准去！现在马上集团就要上市了，你们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背叛公司吗？”背叛？要说背叛，也是沈总先背叛了王总还有我们吧。那上市的文件本来只有王总和沈总手里有，为什么会出现在你身上？这些年来沈氏集团发展到现在，全都是王总在背后出心出力，你们为集团的发展都做过的。现在眼看集团马上就要上市了，你们说把王总开了就给开了。今天你们敢开王总，那等公司上市之后，是不是就要把我们整个部门的人全都给开了？听到这句话，李明秋慌了，因为王东海一句话直接戳中了他的内心。王总现在把这个机会交到了我手上，愿意赚钱的就跟我来，愿意继续在这里受窝囊气，等上市后被开除的就继续在这里待着，别到时候再哭着求着给你们开后门就行。王东海说完，直接转身离开。部门先是一阵安静，然后就有人站了起来。老王，你不地道，赚钱的事儿竟然不等我，等我跟你一起去。我也去，早就看着姓李的不爽了，这班老子不上了。跟着王总的时候天天有肉，现在连汤都喝不上，还要我加班做梦，副总监等等我也一起。你们不准走，你们一个都不准走。回到公司，王优秀将离婚协议递给了谢小鱼。等下把这个协议送到民政局。好的，王总。王总，你离婚了，这很值得惊讶吗？值得，肯定值得啊！沈氏集团还没上市，却先听到了王总和沈秋月离婚的消息。此时谢小鱼平静的内心已经掀起滔天巨浪。王总，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觉得呢？我知道了，王总，我等下马上安排人将协议送到民政局。一会命人你一份沈氏集团5%的股权转让协议，然后送到沈氏集团。是王总，我现在就去安排。对了，王总，谢小鱼似乎有些犹豫，说，
王总，之前您为了帮沈氏集团上市，安排了我们几家合作商对沈氏集团进行投资。然后前段时间，西福地产的招标也已经内定了沈氏集团，以及我们商业集团原本对沈氏集团的注资，全都撤了吧？是。事情安排好后，王优秀回到与沈秋月的家。好啊你，姓王的。刚才月儿刚跟我打电话说你们离婚了，并且叮嘱我提前来家里，省得你再回来。没想到你竟然还真的回来当小偷。请你对王总保持起码的尊重，而且这里是王总的家，什么时候回自己的家就成小偷了？王秀娟打量了谢小鱼一番后，眼神变得更加难看。当初我就劝过月儿，你不是什么好东西，结果没想到前脚你刚跟我家月儿离婚，后脚就带着别的贱女人回家鬼混。王优秀，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没有实质性证据，凭空造谣，信不信我现在就起诉你？起诉？行啊，你有能耐就告啊！我倒要看看，警察是先抓我，还是抓你们这对狗男女？你眼看谢小鱼被气得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王优秀直接无视王秀娟，朝楼上走去。姓王的，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这栋别墅已经是我家月儿的，跟你没有一点关系。趁我现在心情好，你赶紧给我滚出去，不然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了？好，报吧。好！王秀娟被气得浑身打颤，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谢小鱼见状，有些慌了。王总，没事，让他报。说完，王优秀头也不回上了楼。收拾好衣服后，王优秀跟谢小鱼下楼，正好迎面对上走过来的办公人员。就是他们，私闯我女儿的别墅，还想要偷东西。你就是王优秀？是我。刚才这位阿姨报警，说是你擅闯民宅，还有偷东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如果我想偷东西，还会在这里等着你们过来吗？而且这房子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偷呢？你放屁！你跟我女儿已经离婚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女儿的，什么时候成你的了？你们千万不要被她给骗了，她就是个小偷。办公人员并没有理会王秀娟。你说这房子是你的，有证据吗？有，这里是这别墅的房本，上面是我的名字，然后这手机上是关于采购这别墅里的东西时的所有单据，上面也都是签的我的名字，你们可以看一下。办公人员闻言，接过谢小鱼手里的文件，仔细看了一遍后，王先生，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没问题。看到王优秀的身份证和文件全部对上后，办公人员的脸色也有所缓和。不好意思，王先生，刚才误会你了。没关系。眼看办公人员并没有把王优秀抓起来，而是对他道歉，王秀娟不干了。我说你们在干什么？他跟我女儿已经离婚了，我女儿在电话里已经告诉我了，他净身出户，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跟他没有关系。现在的他就是个小偷，你们不把他抓起来，我知道了，你们跟他就是一伙的。这位女士，注意你的发言，我们是办公人员，绝不会偏袒任何人。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不把他抓起来？眼看王秀娟不依不饶，王优秀再次示意，谢小鱼将离婚协议拿了出来。我虽然跟沈秋月已经离婚了，并且我净身出户，但这份离婚协议还没有到民政局公示，也就是说，现在这份协议还没有生效，并且别墅的房本也还没有过户。现在这栋别墅还是写的我的名字，这别墅里的所有家具物件也都是我花钱买的，听懂了吗？这不可能，这里的所有东西明明都是我女儿买的，什么时候成你买的了？现在东西都核实过了，我可以走了吗？当然可以，王先生请随意。眼看王优秀拿着一个袋子就要离开，王秀娟直接一把拽住王优秀手里的衣服。不行，今天谁都不能走，别墅里的东西你一件都别想拿走。王优秀没料到当着公务人员的面，王秀娟竟然还敢做出这种事来，直接说道：现在已经证实这别墅是我的，现在我要告他私闯民宅，入室抢劫，请问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知道了，你们是一伙的，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跟这个王八蛋还有狗女人一定是串通好的，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栽赃公务人员，妨碍公务，私闯民宅，入室抢劫，我们现在依法将你拘留。如果你有什么诉求，随时可以请律师来告我们。现在你给我们老实点。王秀娟做梦都没想到，报警的后果最后是把自己给抓了进去。王先生，虽然有些冒昧，但现在还请你跟我一起回局里录一下口供，很快就好。可以。谢小鱼见状，赶紧联系了公司法务，随后他也是连忙跟了上去。沈氏集团，沈总不好了，出大事了。现在我们沈氏集团马上就要上市了，
这个节点还能出什么大事？不是沈总，这次真的出大事了。刚才连续几家合作商还有供应商打电话过来，要解除和我们公司的合同。还有西福地产那边将我们的标书直接退了回来，直接取消了我们集团参加这次的竞标资格。而且原本几家说好的会对我们沈氏集团融资的上市企业，刚才全部打电话过来，他们要撤资。怎么会这样？他们不是都跟我们集团说好的，甚至就连合同都已经签了吗？难道你没跟他们提违约金的事吗？提了，但他们的意思就是，就算是他们违约拿出违约金，也要跟我们集团断绝所有合作。如今没有了这些合作商、供应商还有投资商，再加上现在正值沈氏集团上市的关键时期，他们怎么会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选择违约？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们解除合同？我问了，但他们一句解释的话都没说，只是电话通知，马上他们公司法务的人就会过来解除合同的条款。好，我知道了，他们的人来了之后，你能拖就拖，我现在马上联系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是沈总。商务部经理走后，沈秋月整个人直接瘫在了办公椅上。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会在这种关键的节点撤资？明明沈氏集团上市后，他们完全可以在这里分一杯羹，甚至每个人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没有理由会在这时候撤资啊！沈秋月怎么都想不明白，可现在也不是继续想下去的时候，他急忙拿出手机，开始一家一家打电话。结果所有人都是已关机，原本冷静的沈秋月整个人都快被气疯了。这群混蛋为什么会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背刺我？就在沈秋月烦躁的时候，李明秋走了进来。沈秋月先是一愣，然后情绪也慢慢冷静下来。明秋，执行部那边的任务都安排好了吗？秋月，执行部的人他们都疯了。执行部的人疯了，什么意思？李明秋红着眼睛将刚才王东海煽动执行部罢工，还有把沈氏集团的人全部挖走的事情全部告诉了沈秋月。这群白眼狼，他们怎么敢这么做的？白眼狼，全都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李明秋看着发火的沈秋月，心里暗自窃喜。这些之前跟随王优秀的人，迟早是要踢出公司的。现在他们主动离职，虽然跟自己闹得很不愉快，但现在上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这些人走了，正好我可以培养一批自己的心腹。秋月，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先别气。我觉得这也不能是他们的意思。如果不是王优秀的话，估计他们也不会离职。王优秀，所以这些人都是跟着王优秀走的。没错，那王东海不但拿文件打了我，还说王优秀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全部跟着王优秀去入职商月集团，他们这才全部辞职。商月集团？这不可能。商月集团我是有了解过的，他们的内部考核非常严格，执行部的人过去根本不可能通过的。而且商月集团从来没有开过后门，他们根本不可能进得去商月集团。秋月，我还能骗你不成？这些话可都是王东海亲口说的，一切都是王优秀指示的。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调监控。看着李明秋一脸委屈的样子，沈秋月直接调来了监控。当听到王东海在执行部说的那些话后，沈秋月脸色异常阴沉。王优秀，难道你以为把执行部的人挖走了，就能影响到沈氏集团的上市，或者逼我退让吗？做梦！我沈秋月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他刚要拨通王优秀的电话，想要警告他，可结果他拿起手机就接到了王优秀主动打开的电话。喂，请问是沈秋月，沈女士对吗？我是，你是谁？我们是东关区派出所的民警，您的母亲因为涉嫌违法，现在依法扣留在我们这里。您现在有时间过来一趟吗？什么？好，我马上过去。此时，沈秋月也顾不得计较这些事，急忙朝派出所赶去。秋月，你要去哪儿？公司的事情等我回来再说，我现在要去派出所一趟。那我也要跟你一起去。看着李明秋坚定的眼神，沈秋月眼神闪过一抹顾虑，还有犹豫。说实话，现在并不想让家里人太早见到李明秋。虽然我现在跟王优秀离婚了，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求自己跟他复婚。如果这时候把李明秋带到自己家里人面前，回头可能会有些难堪。李明秋注意到沈秋月的表情后，连忙解释道：“秋月，你不要误会，我主要是担心你一个人去派出所这种地方，要是出了事，最起码我还能帮你。”那好，走吧。很快，沈秋月开车带着李明秋来到派出所。沈秋月见到了王秀娟，并且从警察的嘴里知道了事情的所有经过。沈秋月，我那时候说什么？你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现在好了吧？他都敢把你亲娘给送到派出所来了。王优秀，
沈秋月心中咆哮了一声，但眼下也不是追究这件事的时候。他扭头问身边的办公人员，问怎么才能带王秀娟出来。得知需要王优秀同意在谅解书上签字后，沈秋月俏脸如冰。不是，这王优秀怎么能这样啊？虽然你们已经离婚了，但再怎么说，阿姨也是他之前的丈母娘啊，哪有女婿把丈母娘送到派出所的？说出去还不怕被人笑话？他是我们公司新上任的执行总监。阿姨你好，我叫李明秋，现在是秋月身边最得力的属下。王秀娟打量了一番李明秋，小伙子，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没有呢，阿姨，我刚入职沈氏集团，现在正准备全力帮秋月把公司搞上市。说着，李明秋扭头看向沈秋月，眼中满是柔情。好好好，有志气，有你在秋月身边，阿姨也放心了。将来等集团上市后，你们你够了，现在你还在派出所里呢。要是王优秀不答应签字，你最少也要被拘留1个月。你还有心情在这里闲聊？他敢，我就不信他敢把我关在这里关1个月。王秀娟话音刚落，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沈女士，王先生答应了跟你当面协商。好。沈秋月直接起身，大步走了出去。李明秋见状，跟王秀娟说了一声，连忙也跟着了出去。来到调解室，沈秋月注意到了站在王优秀身后的谢小鱼。可以啊，前脚我们刚离婚，后脚就找好了下家，还是说在我们离婚之前，你就已经跟他勾搭在一起了？沈总，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和王总私下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跟在王总身边，完全是因为工作需要。哼，工作他都已经被我开除了，还哪来的工作？够了，如果你现在过来是为了聊这个，那就没有继续聊的必要了。等一下，既然你要走，那就在谅解书上签完字再走吧。凭什么？她是我妈。所以呢？见王优秀不为所动，沈秋月突然怒从心中起。王优秀，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离婚，懂吗？你难道还是小孩子吗？你以为用这种低劣的手段威胁我，就可以跟我复婚，然后重新回沈氏集团当执行总监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在沈秋月的心里，她下意识地觉得王优秀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跟自己复婚，所以才用了这种卑鄙的手段。哼，你笑什么？我笑你蠢，我笑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你什么意思？我本来只是回别墅拿2件衣服就走，结果他就报警要把我抓起来，还诬陷我是小偷，抢我的衣服，他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凭什么我要在谅解书上签字？离婚协议上写的明明白白，别墅归我。但现在协议还没去民政局盖章，房产证上还是我的名字。你，而且你刚才自己都说了，我们已经离婚了。既然已经离婚了，你妈跟我还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这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既然都结束了，那我就更没有理由签字了。你说对吧？沈秋月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王优秀，以前的他从来不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王优秀，我最后跟你说一次，马上把字签了，否则我会很生气。哦，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走了。王优秀已经失去了继续跟沈秋月继续谈下去的心思。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李明秋恰好进来。王优秀，好巧。让开。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虽然秋月不要你了，但毕竟王姨是你曾经的丈母娘，你这么做不怕被别人戳脊梁骨吗？而且如果这件事将来闹大了，将来还有人敢嫁给你吗？传出去了，你就不怕被人笑话？哼，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做的不够好？没错。那好。原本已经准备离开的王优秀重新回去，于是开口说道：本来不想跟你们过多纠缠，不过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今天我就把话还有账都给你们算清楚。沈秋月心里突然萌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王优秀，你要干什么？通知财务，把我公司个人账户这些年的购物还有流水清单全部打印出来，以及在我跟沈秋月成婚期间，王秀娟的所有礼物、包包、衣服、鞋子甚至车都是走的我的个人银行卡，付款记录还有单据我手机里都有记录，等下通知法务部，把这些材料汇总到一起，直接起诉。好的，王总。谢小鱼立刻开始执行，而沈秋月和李明秋听到王优秀的话，全都傻眼了。王优秀，你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针对我妈是什么意思？我是在冲你来啊！我本来也没打算计较什么，只是给他一个简单的小教训，毕竟是他有错在先，可我台阶给了，
你们不愿意想，刚才他不是说我作为女婿不称职？既然如此，那我还装什么好人？可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你送给我妈的。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只要我没有主动承认是赠与性质，那么这些东西就都还是我的，不是吗？既然是我的东西，我们也离婚了，我自然要收回来，这没问题吧？王优秀，你……啊，对了，还有那套别墅，我改主意了，我不打算留给你了。什么？这次没等沈秋月开口，李明秋直接吼道：“王优秀，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已经签过字的离婚协议，怎么能出尔反尔？我懂了，你就是想用这种手段威胁秋月，让她不跟你离婚。”听到李明秋的分析，沈秋月狠狠瞪了王优秀一眼。王优秀，当初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难道你以为用一套别墅就能威胁到我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看着自以为是的两个人，王优秀只觉得无趣。哼，你觉得是，那就是吧。你现在马上拟一份新的合同过来，不就是一栋别墅？我看不上。行。王优秀直接让谢小鱼安排了一份新的离婚协议，沈秋月直接在上面签了字。哦，对了，我送你妈的东西。还你，都还你！当初我真的是瞎了眼，才看上你了。看着满脸嫌弃的沈秋月，王优秀只是笑了笑。看来他真的已经忘了，他能够有今天的地位，全都是自己一手给他的。如果不是当初那一笼包子，现在的沈秋月不知道在哪个小公司打工呢。字也签了，条件我也答应了，你现在可以在谅解书上签字了吧？签字？我什么时候答应签字了？什么？王优秀，你提的条件我都答应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得寸进尺？今天就算我得寸进尺了，你拿我怎么样？明明气得不行，但他却又拿王优秀没有丝毫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跟谢小鱼从调解室离开。沈秋月气得牙根直痒痒。秋月，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本来是想让他在谅解书上签字，尽快让阿姨出来，但我没料到他王优秀就是个混蛋，竟然连阿姨都能送进来，不但不签字，竟然还恬不知耻的张嘴要东西。他……没关系，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不会怪你。你刚从国外回来，对公司的情况还不太了解，眼下最重要的是公司上市，我在这边，公司那边不能没有人。你先回公司掌控大局，我等下就回去。看到沈秋月疲倦的眼神，李明秋只好答应下来。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沈秋月找到了王秀娟，将事情全部告诉了她。不行，绝对不行！这个混蛋，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他凭什么还要我的东西？想要把送我的东西要回去？做梦！还有你，我说你是不是上班上傻了？那可是一栋别墅啊！他一说你就给了，我怎么就生出来你这么蠢的女儿？妈，你能不能别闹了？不就是一套别墅？我跟他离婚以后，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到时候大不了再买一套就是了。再买一套？你说的轻松，你知不知道那一套别墅现在买就要好几百万？我说你怎么一点脑子都不带？王优秀说了，如果你不还的话，3天之内就会起诉你，到时候判下来最少也要20年。他敢？我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他想要，老娘就是不给他。他要是真有种，就把我一直关在这里。面对油盐不进的王秀娟，沈秋月只感觉一阵无力。好吧，那你在这里面先待几天，过段时间我再来接你出去。什么？你要我在这里待几天？不行，绝对不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今天我就要回家，不然你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你带个后妈回去。王优秀不签字，我怎么带你出去？那我不管，那是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尽快想办法让你出来。哼，这还差不多。等我出去之后，我一定要姓王的那小子好看。还有那套别墅，他想都别想，都是我的。沈秋月没有说话，从拘留所出来后，天蒙蒙瑟瑟，眼看马上就要下雨。与此同时，抱歉谢秘书，因为我个人的私事把你也给牵扯了进来，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王总，您千万别跟我客气了，现在我只不过是帮您做了一些细碎的小事，不值得您这样。那年要不是您帮我父亲交上医药费，并且还给我留了10万块，我也不会有今天。我跟你说过很多次，那件事其实你没必要放在心上，我当时也是看到了你的价值，所以才会帮你。我知道，王总，您怎么做是您的事情，我怎么想是我的事情。现在这件事上，谢小鱼依旧执拗，王优秀便不再多说什么。王总，我们去哪？先找个酒店住下吧。酒店？那怎么行？
那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吧？我有一个好地方。行，那就去你说的地方。路上，王优秀感觉脑袋阵阵刺痛，这让他想起了离开医院时医生对他的叮嘱。最后3个月吗？看来也该给自己好好放个假了。随着董事会的2次召开，整个会议室俨然成了一座菜市场。沈总，我记得那天辞退王总的时候，你向我们这些老家伙立下保证，说就算没了王总，沈氏集团照样可以上市。现在王总刚走没多久，公司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合作商和渠道商断绝跟我们的合作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找，但投资商撤资，给我们沈氏集团带来的损失超过了上百亿。沈总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关于投资商撤资这件事，我后续会亲自跟进，到时候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沈总说的倒是轻巧，如果拿不下来呢？如果是王总的话。王总，这沈氏集团到底是姓沈还是姓王？什么事都找王优秀，怎么没了他，沈氏集团就要倒闭了不成？还是说各位以为这上百亿的投资是他王优秀给我们的不成？眼看沈秋月爆发，会议室暂时安静下来，但赵国昌依旧不依不饶。沈总，少在这里跟我们摆道理，我们也不看道理，只看收益。虽然这沈氏集团的总裁是你，但在王总负责打理公司的时候，从未出现过这种纰漏。现在出了这么大的幺蛾子，沈总不去想怎么解决，反倒是在这里对我们这些老家伙耍起了威风。这难道就是沈总拿出来的解决方案吗？关于解决方案，李总这边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虽然投资商撤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那些合作商和渠道商主动解除合作，违约金加起来也有几十亿，这笔钱足够我们集团度过上市的难关。哼，上市容易，可上市后呢？没了投资商的注资，上市后坐吃山空，然后等着申请破产吗？关于后续的注资问题以及上市后股市股价的问题，我会解决的。最好如此，希望沈总不要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失望。好，会议结束，沈秋月回到办公室。对不起，秋月，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他们会对方案这么不满。没关系，你刚来公司上班，不了解这些老东西的套路也正常。对了，执行部的人回来了吗？这些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他们都忘了，如果当初没有公司的话，他们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现在关键的时候，全都跑了。我知道了，你先去安排接下来的任务，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秋月，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吗？今天身体不太舒服，你先回去吧。那好，那你多注意休息。说完，李明秋离开了办公室，沈秋月离开了公司，不知不觉间回到了风铃主任的别墅。连续试了几次，指纹都失败后，他直接掏出手机，把电话打给了王优秀。可不管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你个混蛋，谁让你把指纹锁给换了？秋月，你怎么了？什么锁换了？听到是李明秋的声音，沈秋月猛地反应过来。没什么，抱歉，刚才是我失态了。没关系，我知道今天因为开会的事情你心情不好，所以我今天晚上特意订了一家不错的餐厅，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沈秋月心情烦躁，本想直接拒绝，但看了一眼紧闭的别墅大门。好，那好，你直接去临海明珠，我也马上赶过去。沈秋月来到餐厅，这次却被前台拦在了外面。你难道是新来的，不知道我是谁吗？当然知道，沈小姐。既然知道，还不让我进去？沈小姐，你应该知道我们临海明珠的规矩，没有提前预约或者提前告知客人信息的话，是不允许进来的。什么意思？难道李明秋没有提前在这里订好包厢吗？今天我们餐厅的包厢只预定了一个，并不是李先生的名字。咦，这不是沈总吗？刘柠檬，看来沈总还记得我。不过既然沈总到了，为何还不进去？而且还把自己整得这么狼狈？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也是来看我的笑话的吗？笑话？什么笑话？我当然是来赴约的，不然跟沈总一样在外面等人吗？面对刘柠檬的奚落，沈秋月强压着心头的不爽。看来刘氏集团真的快要不行了，就连你这位大小姐都亲自出来拉客了。虽然刘氏集团的收益这2年确实在下滑，但即便是在渺小的机会，我都会把握住。而且我可跟某人不一样，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把最大的底牌转手送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吗？知道什么？刘柠檬见沈秋月当真不知情的模样，捂着嘴偷笑了起来。沈总啊，沈总，说实话，之前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不过现在看来，
你不过是只井底之蛙，终究是上不得台面。刘柠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把话给我说清楚。既然沈总好奇，那我告诉你也无妨。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拿下跟商业集团之前的合作，不如你再猜猜，那位商业集团的总裁是谁？这不可能，商业集团怎么会跟你们谈合作？沈总难道是糊涂到连商圈的基本规矩都忘了？商场啊，哪有永远的敌人？沈秋月盯着刘柠檬的笑脸，心口说不出的压抑。紧接着，一位身穿黑色职业装的都市丽人走进来，刘柠檬主动上前跟其打招呼。看清楚那人面容后，沈秋月身体瞬间僵住了。怎么会是他？谢秘书，你怎么来这么晚？总裁让我回去拿文件，既然刘小姐来了，怎么不上去？总裁已经在包厢里等着你了。听到两人之间的对话，沈秋月张了张嘴。咦，怎么是你？你是商业集团的秘书？我不是，我是商业集团总裁的私人秘书。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是商业集团那个神秘总裁的私人秘书？秋月，你怎么来这么早？这两位是？沈总，看来这位就是你不惜离婚也要留在身边的小白脸啊！刘柠檬，你说什么呢？沈总前脚为了一个小白脸离婚，消息后脚可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传来了。怎么做都做了，还怕人说？刘柠檬，你给我闭嘴！这位小姐，你可能有所误会，沈总离婚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呢，没谈过恋爱，也没跟男人说过什么话，尤其是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在大街上不要跟没有素养的男人讲话，所以在我跟沈秋月说话的时候，能请你闭嘴吗？见李明秋像个傻子一样瞪着自己，刘柠檬笑得更开心了。祝沈总离婚快乐，跟小白脸玩得开心。看着刘柠檬消失的背影，沈秋月再也忍不下去，握紧了拳头。秋月，算了算了，我们没必要跟这种人一般计较，凭空掉了自己的身价。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公司上市的关键节点，要是这件事闹大了，对我们公司会非常不利。没错，要忍，一定要忍。如果这时候跟刘柠檬起冲突，那么一切都完了。好了，秋月，我们也进去吧，不要因为他而坏了我们今天的约会。好。沈秋月下意识想要上28层，却被楼梯口的服务生拦了下来。不好意思，沈女士，今天28层没有您的预约，所以您不能上去。秋月，我们订的餐厅在27层，你去楼上做什么？没什么，不小心走错了。没事儿，毕竟这里是临海最高档的私人餐厅，你第一次来，走错了也很正常。第一次来，他不是28层的常客，并且还是餐厅最尊贵 VIP 名单上的客人吗？什么时候成第一次来了？沈秋月察觉到了服务生的眼神，赶忙带着李明秋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两位，我们餐厅是私人定制餐厅，这里是一份基础的菜单。如果两位有特殊的需求，也可以直接讲一下，我们的厨师长一定会满足各位的需求。秋月，你看看想吃什么，尽管点。沈秋月看了一眼菜单，然后随口道：文奶酪煎三文鱼，炭烤响螺片，黑松露鹅肝，再加一份炭烤羊排7成熟。对了，再开一瓶82年的拉菲，记得多醒半个小时。好的，女士。先生，请问您要吃点什么？我看一下。李明秋接过菜单，刚准备点菜，可当他看清菜单上的价格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们餐厅是黑店吗？这上面的菜品怎么会这么贵？先生，我们餐厅的所有价格都是明码标价，选取的食材也都是世界各地最顶尖的食材空运过来的。如果您觉得价格不合理，我们这边可以提前帮您退单。您看需要帮您将前面的菜品取消吗？秋月刚才点的这些加起来竟然要10万多，我现在入职沈氏集团，每月的工资也不过3万出头，这一顿饭吃下来，等于我小半年白干，这怎么行？李明秋为难地看向沈秋月。秋月，我们只有2个人，恐怕吃不了这么多，你看要不要取消几道？取消几道？沈秋月不自觉地皱了下眉。这家餐厅沈秋月之前来过很多次，每次王优秀都根据他的喜好提前订好，更不用说从来没有取消过的先例。但在看到李明秋尴尬的脸色后，你看着点就好。那行，刚才点的全都取消，然后上2份牛排就好。好的，先生。等到服务生离开后，李明秋对沈秋月小声抱怨道：这家餐厅是我朋友推荐我来的，本来还以为是什么高档餐厅，没想到是家宰客的黑店。下次我会带你去一家实惠点的餐厅，再也不来这里了。沈秋月听到这番话，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如果是他的话，会跟自己说这里是黑店，去实惠的餐厅吗？秋月，秋月，你怎么了？在想什么？怎么不理我？没什么，
就是刚才在想公司的事情。原来如此，秋月，你是不是在怪我？为什么这么讲？今天董事会的人全部都在打压我，他们的眼里只有王优秀，就连我提出的方案，他们看都不看一眼。公司现在马上就要上市了，但我却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放心吧，这不是你的错。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去海外深造，如今刚回国，不熟悉临海商圈的规矩也很正常。果然，秋月你也是这么觉得对吧？我一直都觉得那些老家伙是在故意给我使绊子，等到公司成功上市后，我一定狠狠打他们的脸。所以秋月，你一定要支持我啊！好。对了，秋月，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女人是谁啊？怎么，你想认识一下？不是，我只是好奇，在这临海竟然还有人跟你这么说话，她实在是太嚣张了。她叫刘柠檬，刘氏集团的独生女。刘氏集团的老总身体不好，所以就把公司交给了刘柠檬打理。你是说那个主做海贸生意的刘氏集团吗？不过我不是听说最近这几年刘氏集团的海贸生意被商业集团抢走了不少，他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来这里吃饭？他这次来是打算跟商业集团谈合作，把海口的生意重新拿回去。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商业集团不是对外公开竞标的吗？他是怎么联系上商业集团的？不知道。李明秋一提到这件事，沈秋月好不容易平复下的心情再次烦躁起来。偏偏这时候，他又想起了刘柠檬的那句：“你猜猜商业集团的总裁是谁？”我是商业集团总裁的私人秘书。难道？秋月，走，我们也去见一见商业集团的人。你想啊，既然刘氏集团能见商业集团，为什么我们沈氏集团不可以？而且现在刘氏集团可是走下坡路，但我们沈氏集团蒸蒸日上，而且马上就要上市了。如果我们能够见到商业集团的总裁或者负责人，他们肯定会选我们，不是吗？李明秋说的话不无道理，而且现在沈氏集团马上就要上市，原本的投资商还有合作商撤资，对沈氏集团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如果这时候能够拿下跟商业集团的合作，不只是解决了眼下的经济和上市危机，并且在临海也会彻底站稳脚跟。而且据说这商业集团的老总不是神秘的很，你难道就不想看看他的真面目？如果这次能见到并且跟他结交的话，沈氏集团从此往后岂不是平步青云？谁还敢看不起你？好，那就去看看。服务员先生，请问您有什么需要？今天商业集团预约的几号包厢？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餐厅注重客人的隐私，所以不能告诉您，还请谅解。什么？我在你们这里消费，连一点消息都不能说吗？很抱歉，先生，这是我们餐厅的规定。那就把你们经理喊过来，我倒要看看你们餐厅到底有没有这条规矩。好了，不要再说了，既然这是他们餐厅的规矩，就不要为难他们了。秋月，你啊，就是太善良了。既然你不说，那我就自己上去找。秋月，我们走。说完，李明秋就要带着沈秋月上楼，但却在楼梯口被拦了下来。先生，请问您有预约或者会员卡吗？不就是会员卡吗？多少钱？我现在就办一张。好的，先生，这边的会员卡标准最低是300万，还有688万跟888万、1288万4个标准。请问您想要办理哪个标准？多少？我说你们是不是想钱想疯了？一张会员卡，你要我300万？先生，您误会了，我们这里都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您办卡后，可以在我们这里举行商务晚宴、招待贵宾、举办婚礼等等，我们餐厅都会按照国际最高规格准备，而且……够了，我不想听你废话了，你去把你们的经理喊来，我倒要看看凭什么不让我上楼。好的，先生。还没等餐厅的经理过来，周围的人已经议论起来。这是谁家出来的没素质的东西，在这种地方大吵大闹？就是连临海明珠的规矩都不懂，还好意思喊经理，丢人现眼。周围的声音不大，刚好被沈秋月听到，一时间他也是脸色羞红。秋月，你放心，我这次一定要让他给个说法。很快经理过来，他笑着解释道：餐厅的规矩确实如此，如果没有预定或者会员卡的话，是没有资格上顶楼包厢的。你，好，投诉！我现在就打电话向工商局投诉你们。好的。沈秋月实在是不愿意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于是走到经理面前。我现在要上去，请问够资格吗？沈小姐要上楼的话，自然是可以，但今天我们餐厅并没有收到王先生的预约。不过如果您想要上去的话，请问您今天带王先生的会员卡了吗？如果带了的话，我这边马上帮您办理。今天没带。那不好意思，没有王先生的预约或者会员卡的话，沈小姐您也不能上去。沈秋月被拒绝后，
眼神有些错愕。王优秀的工资1个月3万的底薪，加上奖金也才10万左右，并且他的所有工资卡都在我手里。他是从哪掏出300万在这里办理会员卡的？与此同时，顶楼包厢餐厅总经理亲自来汇总楼下的情况。谢秘书，你看，今天是刘氏集团的包厢，客随主便。那好，让他们上来吧。好的，刘小姐。经理得到消息后，对沈秋月恭敬地行了一礼。沈小姐，请吧。秋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家店就是家黑店，只要一威胁，他们就不敢了。面对李明秋无知的发言，沈秋月只当他是刚回来，并不清楚这里的规矩。哦，这不是沈总吗？怎么不在下面陪你的小白脸吃饭，反倒是闹个不停，非要上来了？面对刘柠檬的奚落，沈秋月并没有理会，只是打量着包厢中的众人：刘柠檬、谢小鱼，还有一个头发花白、一身西装的老人。不是王优秀，不是就好。沈秋月松了一口气，心情也缓解了不少。而李明秋进来后，目光直接锁定在了那位老人的身上。你好，请问您就是商悦集团的总裁对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沈氏集团的执行总裁李明秋，然后那位是我们公司的总裁沈总。刘总，虽然你邀请别的客人过来，我并不生气，但如果是连基本的礼节都不懂的客人，那今天也就没什么好聊的了。沈秋月见状，立马上前打招呼。你好，我是沈氏集团的总裁沈秋月。看着沈秋月伸过来的手，老人并没有去握，只是品了口茶。刘总，你倒是选了个谈生意的好地方，环境不错，就是有些东西坏了风景。那可能还是我太随意了，下次我一定会注意。您误会了，我们这次过来，一方面是想要跟刘总说说话，另一方面是为了跟我打好关系，拿下商悦集团对外的海口生意，对吧？既然你来了，那我便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关于这次海口的竞标事项，沈氏集团原本在我们商悦集团预期的第一梯队里，但我听说沈氏集团已经失去了西福地产的土地竞标资格。如果没有那块地，沈氏集团在港口就建不成仓库，连仓库都没有，我们商悦集团也就不会再考虑沈氏集团。这句话如同五雷轰顶，狠狠打在沈秋月的身上。您说的是，不过虽然我们没有拿下那块地皮，但我们沈氏集团可以租下海口那边的仓库，到时候……我听说沈总离婚了，对吧？对。本来上了一把年纪，对这些八卦都不放在心上，可我听说沈总之所以离婚，是因为一个小白脸。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谣言。没错，沈总之所以跟王优秀离婚，完全是因为王优秀不争气。哦，是这样吗？可我怎么听说沈氏集团之所以5年间能够达到现在这种高度，全都是因为王总在背后操劳。虽然不知道您从什么地方听到的这些传言，但这些都是假的。而且我以为离婚是我的私事，跟公司上的事情无关。是吗？也好，既然你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给你一个准话。商悦集团的合作绝不会给你们沈氏集团。不仅如此，从今天开始，商悦集团会断绝一切跟沈氏集团有关的所有合作。怎么会这样？明明什么话都没说，什么利益和条件都还没提，他为什么就要直接否定我，否定整个沈氏集团？凭什么？既然是公开竞标，那就要公平公正。你们这么做，难道就不怕别人在背后戳你们脊梁骨，说你们破坏规矩吗？老人没有理会他，只是对着沈秋月开口道：你看，我刚才说的话，你还是没听进去。我明白了。秋月，你明白什么了？他明明……够了！秋月，我明明是在为我们公司争取利益，你凭什么吼我？我没等沈秋月解释，李明秋直接离开。请问我们2家公司之间，当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老人摇头。沈秋月强压着即将崩溃的情绪，告辞离开。包厢重新归于平静。谢秘书，难道沈秋月就是为了刚才那种男的跟王总离的婚？没错。这沈秋月是瞎了眼吗？邱副总，您有所不知，这李明秋的身份可不简单。怎么，他难道也是从天津来的？那倒不是，不过他可是我们沈总的初恋。初恋？就因为这个？蠢，真蠢啊！为了一个狗屁的初恋，竟然选择了跟王总离婚。我看他的脑袋是被驴给踢了吧？那谁知道呢？邱副总，现在碍事的人已经走了，我们可以继续了吗？好，关于条款上，
地下停车场，明秋，你等一下。秋月，我知道我对公司不了解，也没有得到那些老狐狸的认可，但我一直都在为你、为公司而努力。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所以特意花了那么多钱在这里给你订餐厅吃饭，想要你开心。刚才我据理力争，就是为了帮我们争取下来这次的生意，但你凭什么吼我？不是，你误会了。如果是为了谈合作的话，那么一般都是总裁跟总裁之间直接洽谈，其他人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插嘴的，不然。所以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只会坏你好事的混蛋，对吧？我不是这个意思。看着委屈巴巴的李明秋，沈秋月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见沈秋月一言不发，李明秋擦了擦眼睛。好，既然你不回答我，那就算了。正好我们都冷静一下。说完，李明秋直接开车扬长而去，只留下沈秋月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从哪里开始不对的？包厢内，谢秘书，这件事需要跟王总汇报吗？我会的。那好，那这里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先回去了。对了，谢秘书，你还没有告诉我，王总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执掌大局？如果他不在，那些老狐狸根本没人压得住。快了。但愿吧。邱明山叹了一口气，看向外面。没有霍总的临海，实在没什么意思。邱明山离开后，谢小鱼掏出手机拨了一通电话，没谈下来。对方还想再争取3个点。3个点，好，那就告诉邱明山，再往下继续压3个点。好。不过你跟我打这个电话，不只是为了说这个是吧？王总，我今天见到沈秋月了。远在挪威的王优秀，此刻正躺在一把摇摇椅上休息。然后呢？他今天似乎是受李明秋的邀请，来临海明珠约会吃饭。是吗？那他笑得一定很开心吧？抱歉，王总，我没看到，因为他们在27层吃的简餐。可能他们觉得27层的饭更好吃吧。除此之外，还有事吗？今天跟刘氏集团谈合作的途中，沈秋月带着李明秋闯进了我们包厢，最后邱副总将他们赶了出去，并且直接断绝了商业集团跟沈氏集团的所有合作。所有吗？包括分销商、合作商也都做了警告，如果选择沈氏集团，那么商业集团会把所有人都拉入黑名单。我知道了，这段时间我不在临海，辛苦你了。不辛苦，这是我该做的。不过王总，你不在临海的这段时间，商业集团的那些人似乎又开始搞起了小动作。无妨，让他们闹去吧。你不觉得秋后的蚂蚱不跳一下，未免太无趣吗？是，我明白了，王总。还有就是您的身体已经好了，但我想在这边休息一段时间，所以商业集团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明白了，在王总您回来之前，我一定会打理好公司的。挂断电话，王优秀嘴角带着若隐若无的笑意。王先生，麦克医生不是叮嘱你没事不要出门吗？你刚做完手术，身体还没恢复，现在还不能着凉。抱歉，我只是觉得身体恢复了不少，加上窗外风景正好，如果我不看，反倒是不解风情。不知道美丽的小姐能否赏脸，陪我一起看会儿风景？我现在还在工作，如果您想看风景的话，我家晚上的风景更美，你想看看吗？王优秀闻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温和一笑。下次一定。这里是我的私人号码，如果您什么时候想要看风景了，随时给我打电话。说完，小护士头也不回的跑了。王优秀随手将美女的联系方式扔了。虽然离婚后我并不介意身边出现女人，但我也不是什么菜都吃，最起码……突然，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医院的房顶上，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女人直接从飞机上跳了下来。好久不见，最好永远不见。你嘴还是这么毒。彼此。女人一把将王优秀从躺椅上拉起来，自己舒舒服服的躺了下去。拜托，我才是病人。哦，关我屁事。护士，喊保安。不用喊了，这家医院已经被我买下来了。我说温柔，你脑子是不是有病？有钱没地方花了？比起你来还差点。堂堂天津王家的少爷，放着自己的美女未婚妻不要，跑到一个小城市里玩起了过家家游戏，娶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女人，最后还被人给踹了。喂，我的王家大少爷，现在离婚了，癫痫病好点了吗？离婚的消息传到天津了？废话，不然我会来找你。所以你这次来是专程看我笑话的？笑话！温柔猛地从躺椅上起来，一把拽住王优秀的衣领，咬牙切齿道：王优秀，你好意思在我面前提笑话这俩字？你知道老娘这7年怎么过的吗？他们都说你宁可娶一个村姑，也不愿意娶我。
害得我被圈子里的人笑话，甚至差点被温家除名。比起你，老娘才是他们眼里最大的笑话。本来你跟他长长久久，那也就算了，结果最后你还被一个村姑给踹了。王优秀，你说我该不该来笑话你？看着温柔那好看但却恼火的眸子，王优秀实在是生不起气来。抱歉，你确实应该跟我说声抱歉。脑袋多久能好？大概半个月。我来的时候，王家让我转告你，在外面玩够了就赶紧滚回去，别在外面让人看着丢人现眼。你看，你不是一直都知道我在王家那些人眼里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回去干嘛？继续被他们笑话吗？那我不管，但你这次必须给老娘一个交代。什么交代？你要跟那些人证明，老娘不是你不要的，而是我不要的你。换个条件，帮我拿下温家。我就知道你找我准备好事。这是你欠我的。抱歉，我帮不了你。理由？你这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个主动离开王家的笑话，就算回去了也不可能得到王家的认可，你觉得我能拿什么帮你？少在我面前装，当年的事情我清楚得很，你跟王家的恩怨我也再了解不过，你这种狼崽子就算离开了天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你肯定背着我做了些什么。如果我说没有呢？那老娘现在就揪了你。你这臭脾气还是跟以前一样。还不是因为你。两人对视，随后皆是一笑。哈哈哈。真不回去？不回。温柔起身将躺椅还给了王优秀。王优秀，你欠了我7年，该还我的。我知道，但不是现在。还要等多久？我也不清楚。我能信你的，对吧？嗯。那就好。得到了王优秀的保证，温柔来到病床上，沉沉睡了过去。半个月后，沈秋月把财务部经理喊了过来。现在公司账面上可流动资金还有多少？总裁，前段时间合作商还有渠道商的违约金已经到了，目前账面上可流动的现金大概有34亿。只有34亿，为什么会这么少？是这样的，原本公司账面上流动资金大概有50亿，但后来合作商和渠道商断绝跟我们的合作后，供应链出现问题，导致原本公司签下的订单没能及时交付，只是赔偿，我们公司就亏损了20亿。这件事我不是让李总去处理了吗？为什么亏损还会这么严重？李总的确是去处理了，但那些公司只认王总，除了王总的面子，他们谁都不给。不仅如此，后来我们公司换了新的合作供应商后，虽然暂时恢复了生产，但那边要求一次性支付10年的保证金，所以沈总，我有句话一直想说，不知道能不能讲。说。虽然您跟王总，王优秀离婚了，但这20亿的订单毕竟不是小数。他们那边既然表示了只认王优秀，不如您去联系一下王优秀，大不了处理完这件事，给他一点补偿就是了，总好过亏损这么严重。听完财务部经理的提议，沈秋月躺在椅子上想了想，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会想办法处理的。财务部经理离开后，沈秋月这才咬牙切齿道：王优秀，你都已经走了，竟然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烂摊子。就在沈秋月发飙的时候，李明秋恰好走进来。秋月，谁惹你了？没事，那些订单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还是不行。我跟你说，那些人简直都是老糊涂了。我今天一天跑了3家，结果他们全都不愿意松口，并且还说除非王优秀过来，不然连谈的余地都不给。我都已经把明年的合同成本降低了2成，他们都不答应，他们就是一群混蛋。唉，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听到沈秋月的语气，李明秋突然生出一股危机感，他开口质问道：秋月，你说的办法该不会是去找王优秀吧？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已经连续跑了2个星期，就连商务部经理也把我的辛苦看在眼里，可那些人只认王优秀。秋月，你说是不是王优秀真的比我强？见李明秋抱怨个不停，沈秋月本就烦躁，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安抚：你不要胡思乱想，王优秀比你进来的要早，之前所有的资源也都是他握着，所以他一走，那些人不认识你，不给你面子也是正常的。你的能力我看在眼里，你比王优秀强太多了。真的吗？我就知道秋月你是懂我的，但你能不能跟我保证一件事？保证？对，你跟我保证绝对不会去联系王优秀，好不好？听到这句话，沈秋月身体颤了一下。但是眼下如果没有他的话，那这20亿的订单亏损，我不管。秋月，
既然你已经跟王优秀离婚了，那就不应该再联系了。而且依我看，这次的事情肯定是王优秀在背后捣鬼，他就是想要通过这件事对你施压，让你主动联系他，让你给他道歉，然后逼着你跟他复合。我不可能跟他复合的。但他不一定会这么想。秋月，我这么做其实也是担心你会被他给骗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好，我答应你。我就知道，秋月你对我最好了。眼看沈秋月答应下来，李明秋这才笑了起来，但沈秋月却笑不出来。对了，秋月，我们大学同学最近聚会，他们说无论如何都要我带上你，你后天应该有时间吧？后天？沈秋月很想拒绝，现在公司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她实在没有心情去参加什么聚会。但李明秋在一旁蛊惑道：“我知道公司最近的压力很大，所以我才替你答应下来，正好趁这个机会陪你好好放松一下。而且我已经帮你答应下来了，你该不会要拒绝吧？”沈秋月闻言微微皱眉，她很讨厌别人帮她拿主意。事情我知道了，等我这2天把事情处理完就去。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李明秋这才心满意足地从办公室离开，沈秋月无力地靠在靠背上。可恶，半个月了，居然一点也联系不上王优秀，你最好一辈子都别出现，否则我一定不会原谅你。不过恨归恨，事情还是要解决的。沈秋月拨通了商务部的电话，帮我联系东方药事，我下午亲自去一趟。当沈秋月坐在东方药事总裁的办公室，她的脸色出奇的难看。孙总，我们2家之前的合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而且我们沈氏集团在合作事项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纰漏。您为什么要铁了心跟我们沈氏集团断绝所有合作？沈总，断绝合作就是断绝合作，从来不需要什么理由。您也不是刚进商场的小孩子，我们是商人，看重的是利益，而你们沈氏集团已经给我们东方药事带不来利益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选择跟你合作？孙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沈氏集团不是好好的吗？好不好？沈总心中有数。如果沈总想要留下喝杯茶的话，我很欢迎。但如果是合作的事情，那就免谈吧。你，沈秋月一直以来在临海商圈强势惯了，本以为这次合作的事情十拿9稳，没想到这才第1家就碰壁了。沈总，慢走不送。沈秋月狼狈地离开了。孙全山见沈秋月离开后，掏出手机拨通了一通电话。喂，谢秘书吗？是我，孙全山。对，一切都跟您预料的一样，他果然还是来找我了。放心，事情都解决了，我们东方药事绝对不会答应沈氏集团的要求。对了，麻烦问一下王总，他什么时候回来？临海金华公寓，王优秀窝在沙发上，抚摸着怀里慵懒的黑猫。上次来没来得及的问，这小家伙叫什么名字？正在跟孙全山打电话的谢小鱼听到后放下手机。小鱼干，他叫小鱼干，很好听的名字，谢小鱼，小鱼干，很搭配。谢秘书，你安排我的事情我都已经做到了，我们跟商业集团之间的合作，麻烦您跟王总提一句了。商业集团最新的订单信息我已经发到商务部了，他们会安排人专门跟东方药事对接。那就好，祝谢秘书和王总生活愉快。孙总，合作愉快。挂断电话，谢小鱼松了一口气，然后转身来到了王优秀面前。王总，刚才电话是孙全山的。一切都跟你想的一样，沈秋月没有第一时间处理违约订单的问题，而是先找了东方药事，想要拉拢投资。说到这里，谢小鱼看向王优秀的眼神满是佩服。本以为王优秀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挪威正好有这方面的治疗方案。王总，东方药事已经断绝了跟沈氏集团的合作，接下来其他人的合作还需要我继续安排吗？不需要，在临海商圈能够混这么久的，哪个不是深山里的老狐狸？天下往来无外乎利益。现在的沈氏集团债务傍身，就算商业集团不去施压，他们也没有人会主动去接这块烫手的山芋。难道就这样算了吗？怎么了？没事，就是。谢小鱼见王优秀看向自己，一时间欲言又止。你是在替我打抱不平？王总，说实话，您不愿意在外面抛头露面，这些我理解。可你明明为沈氏集团做了那么多，他怎么能这么绝情？是啊，他怎么能这么绝情？或许他一直喜欢的都是他的初恋。我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当初他的一切都是我给他的，现在既然离婚了，那么我自然会把属于我的东西让他全部吐出来。不过现在看来，可能都不需要我出手，他自己就会主动把机会让出来。不说这个了，我住在这里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不会不会，王总，您大病初愈需要休养，您一个人在外面，我也不放心。放心，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住，而且我厨艺还行。那这段时间就麻烦你了。至于这段时间的花销，我到时候会转给你。不用不用，应该的，一码归一码。王优秀不给谢小鱼拒绝的机会，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大病初愈，他的身体还是有些虚弱。对了，王总，刘氏集团的大小姐最近给我打了不少电话，想要约你见上一面，您最近有时间吗？刘柠檬，对，跟刘氏集团的合作，不是已经全部交给邱明山去处理了吗？原本一切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将利润再压3个点来着。他没答应。不，他答应了，他不光答应了，还主动又让出了2个点。哦，他想要什么？那天刘柠檬主动联系我说，他可以让出来5个点，没什么目的，就只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跟您吃一顿饭。吃一顿饭2个点，拿20亿的利润，只为了跟自己吃上一顿饭？自己现在一顿饭都这么值钱了吗？需要我帮您回绝吗？不用，替我答应下来吧。正好接下来我也有些想法，需要跟一些人好好聊聊。是，王总。谢小鱼原本还想要说些什么，王优秀伸出手轻轻摆了摆。今天微风恰好，谢秘书不要想那么多，好好停下来休息几天，不然后面事情有你忙的时候。谢小鱼点了点头，随后窝在躺椅上抱着黑猫，陪王优秀享受起难得的清闲。此时的沈秋月坐在车后座上，整张脸都黑了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又是拒绝？看着手中被回绝一次又一次的方案，沈秋月整个人都要气炸了。该死的混蛋！我都已经把利润让出来30%了，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是油盐不进。难道在他们眼里，一个王优秀比整个沈氏集团还要重要吗？这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秋月，你现在在哪儿？我在外面谈合作呢，出什么事了？没事儿，就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刚发现一家不错的雕塑店，想要晚上邀请你一起过去。沈秋月脸色一僵，电话那边的李明秋见沈秋月不说话，于是连忙说道：秋月，你是不是很忙？这家店可是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的，而且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哦。你真的不能来陪我吗？可是我合作还没谈完。哎呀，合作这种东西什么时候谈都可以。再说了，世界那么大，想要跟我们沈氏集团合作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又不差这一天。要是你不陪我的话，那我可要难过了。那好吧。好耶，那秋月，我在公司等你了。挂断电话，沈秋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什么？沈秋月不来了？西丘龙井总部，一个中年人在听到秘书的汇报后，整张脸都气成了猪肝色。我好不容易说服了董事会那些老东西，哪怕可能会被商业集团针对，但只要沈氏集团上市，到时候就能把这笔损失补回来。沈秋月这个混账，竟然敢主动放我鸽子！替我告诉沈秋月，我们公司跟沈氏集团的所有合作全面取消。不仅如此，同时限制我们公司旗下的供货商，一旦发现他们有人跟沈氏集团合作，那么我们西丘龙井就跟他们也彻底断绝合作。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好好好，我这就去。而现在的沈秋月在车上看着李明秋送给自己的礼物，满是震惊和无语。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礼物？没错，好看吧？这可是我在网上看了好久，特意给你买的，据说是今年的爆款项链，花了我1000多块呢。我从小就对银过敏，从王优秀第一次给我送礼物开始，他就很注意这些细节。他送的礼物除了好看、贵重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从来不会送银首饰。看着手中廉价的包装以及做工粗糙的银项链，沈秋月实在很难高兴得起来。怎么了，秋月？你不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这可是我帮你选了好久，而且花了不少钱呢。不是，我不是不喜欢，只是很久没有收到礼物了，有些意外，所以才这样。原来如此，那当然了，我可不像某人，连礼物都不送，自己的老婆不疼，难道留给别人疼吗？听到李明秋这句话，沈秋月下意识有些反胃。怎么了，秋月？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今天状态很不对劲。没事，你说的那家雕塑店在哪儿？我们现在就过去。好。就在李明秋兴高采烈准备带路的时候，沈秋月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是商务部经理的电话后，沈秋月不耐烦道：你最好是有要紧的事，不然明天就去人事部自己办理离职滚蛋。什么？西丘龙井宣布全面解除跟我们沈氏集团的合作，并且还单方面对沈氏集团进行了制裁。沈秋月挂断电话，急切想要跟西丘龙井的总裁打电话。秋月是不是又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见沈秋月不理他，李明秋直接拿走了他的手机。李明秋，你干什么？秋月，你竟然吼我！我知道公司最近运营上出现了问题，所以我才又是给你挑礼物，
又是带你去雕塑店散心。我刚才抢你手机，就是不希望你再因为工作上的事情难过。没想到你竟然会因为这件事吼我。看着李明秋委屈巴拉的样子，沈秋月耐着性子将西丘龙井的情况告诉了李明秋。你就为了这件事吼我？不是，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很严重。哼，现在沈氏集团马上上市，虽然暂时遇到了困境，但是只要上市成功，那么到时候钱就会源源不断的进账。现在房地产逐渐走下坡路，西丘龙井急切想要转型，那么现在着急的人不应该是我们，而是他们才对。现在整个临海除了沈氏集团，还有谁会给他这么机会？所以总得来看，这次西丘龙井发这次公告，完全是因为你没有去见他们，他们脸上挂不住才会这样。依我看，你就该晾着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谁才是最合适他们的合作伙伴。等到他们后悔的时候，我们再去谈合作，到时候主导权还不是握在我们手里。听完李明秋的分析，沈秋月很想反驳，但转念一想，好像李明秋说的也很有道理。抱歉，刚才是我失态了。没关系，我原谅你了。不过我本来是打算陪你好好散心的，但是你突然吼我，我现在很不好受。那你想要怎么办？放心吧，就当是你欠我一个要求。听到这里，沈秋月脸色有些为难。放心，肯定不会是什么让你为难的事情。那我们走吧。与此同时，整个沈氏集团商务部已经彻底乱套了。怎么还没通知沈总吗？为什么到现在沈总还没消息？沈总刚才回电话说了，这件事不用去管，等过2天西丘龙井自己就主动上门道歉，并且重新续约了。沈总有交代，沈氏集团最近是找到新的后台投资人或者合作伙伴了吗？还没有。混账！现在公司刚拿出来10亿保证金，勉强渡过难关，外面还有20亿的窟窿不说，公司上市之后需要其他投资才能保证上市后站稳跟脚。西丘龙井人傻钱多，是眼下最好的合作商。现在西丘龙井已经对我们公司进行了制裁，他没有找到新的合作商，就敢把对方晾在一边，谁给他的勇气？面对电话里懂事的妹妹，商务部总经理也是有苦说不出。而另一边，沈秋月和李明秋参观完雕塑店，在商场逛街时见到了王优秀。好小沈总，你这是跟你的新男朋友在外面约会呢？王优秀，你给我滚过来！什么？凭什么？王总，哦不对，王优秀，好久不见。本来以为你从公司离职之后，很快就能听到关于你的消息，结果没想到你一消失就半个月，我还以为你从人间蒸发了呢。哼，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那我们就先走了，再见。眼看王优秀要走，李明秋急了。虽然他并不想沈秋月跟他再有什么纠葛，但现在可是难得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哎，真的是可惜啊！本来说今天是秋月特意来陪我买表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巧遇到了旧人。买表？你要给他在这里买表？没错，今天是明秋邀请我来约会，不但送了我项链，还亲自给我做了一件雕塑，所以我打算送他1块表当做回礼。方便问一下，这个雕塑多少钱吗？没多少，也就几百块而已。是吗？那挺贵的。当然了，我送秋月的怎么可能会是地摊货？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你说的对，毕竟我是穷人，跟你这种沈氏集团的执行总监自然是比不了。当然，幸好你跟秋月离婚了，不然他还不知道跟你要过什么苦日子。苦日子吗？看来沈总是什么都没有跟他说啊。说什么？够了，王优秀，我以为我们2个离婚之后，你最起码知道自己哪里错了，会进行改正，没想到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哦，我犯什么错了？又需要改正什么？沈总倒是说说看。你以为你跟我离婚，离开公司之后，通过一些歪门邪道，让那些合作商断绝跟沈氏集团的合作，就能逼着我跟你认错，然后跟你复婚吗？我告诉你，你趁早收了那点小心思，想要复婚不可能。你要是识趣的话，赶紧去把你离职时候留下的烂摊子给我收拾了，否则……沈总，大庭广众之下，请你注意你的言辞。谢秘书是吧？我不知道谢秘书是出于什么角度袒护他，但有些事必须说清楚。首先，王优秀是我丈夫，在他工作期间，请沈总注意措辞，你跟王总已经离婚了，从法律层面上说，你们已经不是夫妻关系。好，王优秀作为我的前夫，在工作期间失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不管出于任何原因，他都有义务和责任帮沈氏集团解决掉这个麻烦。那我想问沈总，王总在你们沈氏集团任职期间，工作出现了什么纰漏？那20亿的订单，
关于沈氏集团订单的事情，虽然我并非沈氏集团的员工，但也有所耳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所谓的违约金和解约合同，全部是在王总离职之后出现的，对吧？而当时王总已经把手里的所有工作都交接清楚了，并且出现亏损，完全是因为沈氏集团的供应链出现问题，履行不了合同，所以才出现的亏损。既然事情是在王总离开之后才发生的，并且问题还是出现在沈氏集团内部本身，那么我请问沈总，现在你们沈氏集团面临的20亿的违约金跟王总有什么关系？谢小鱼条理清晰，每一句都直击要害。看着将王优秀护在身后的谢小鱼，沈秋月死死握住拳头。该死的！本以为稍微威胁一下王优秀，他就会跟从前一样乖乖听自己的话，帮我把这些订单的事情给处理干净。可没想到，凭空跳出来一个谢小鱼，他为什么会这么袒护王优秀？而且王优秀凭什么能够跟商月集团的总裁秘书走得那么近？沈秋月一时间说不出反驳的话。要不说还得是王总，刚离开沈氏集团没多久，就又攀上了高枝。这位小姐，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长相给骗了。还有这位先生，请你说话放尊重些。首先，我跟王总并没有什么私人关系，即便有，那也是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还有，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言论我都会录下来，如果你乱讲对王总造成了不好的负面言论和影响，那么我会依法对你追究刑事责任。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看着此刻气场全开的谢小鱼，李明秋原本想要诬陷王优秀的话，全都卡在了喉咙里。他没想到谢小鱼攻击性会这么强。王优秀，你也该闹够了吧？趁我现在还没生气，你最好赶紧乖乖回来，去把别墅的密码给我改回来，再把这次违约金的事情给处理好。我可以考虑让你重新回沈氏集团，这对你而言是眼下最好的选择。机会只有一次，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过了这个村，可就再也没这个店了。听到沈秋月提出的条件，王优秀还没回答，李明秋先坐不住了。不行，我不答应。秋月，他已经离开公司了，而且现在回来，他也未必能解决公司的问题。而且你明明答应过我的。这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不然那20亿的违约金怎么办？可是，放心，即便是他回来了，执行部总监的位置还是你的，他只能从下面开始做起。而且我会想办法把你往上面再提一提。那好吧，现在赶紧回公司去把违约订单的事去处理了，否则……等一下，不好意思，你的话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你现在需要我帮忙，但报酬就是回到沈氏集团当一个小职员？怎么，你不乐意？王优秀，我到现在还没原谅你，能让你回沈氏集团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我劝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原来一直没有清醒的人不是自己，而是沈秋月你。你瞧瞧，多有意思啊！公司出问题了需要我，不求我也就罢了，竟然还一副对我施舍的样子。沈秋月啊，沈秋月，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在我的别墅留你的指纹锁？还有，我已经从沈氏集团离职了，离职你懂吗？既然如此，我凭什么帮你？王优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不是很简单吗？我以前觉得你很有干劲，眼界也会随着身价的提升有所长进，现在看来，沈秋月我终究是高估了，井底之蛙终究是井底之蛙。王优秀，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你往后都别想进沈氏集团一步。哼，沈氏集团也就只有你才会把那沈氏集团当成宝贝。还有，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不妨告诉你，沈氏集团在我眼里屁都不是。走吧，我们还是不打扰他们一对新人约会了。好的，王总。眼看王优秀要走，沈秋月这才反应过来，不行，你不准走。可还没等他跟上去，就被谢小鱼拦了下来。沈总，请自重。让开。此时沈秋月心情烦躁，也顾不得谢小鱼是商月集团的人，一把将他推开。沈秋月，我们已经结束了，我跟沈氏集团也已经结束了，无论后面你身上还是沈氏集团出现任何问题，都跟我没有半点关系。还有，当初是你让我离开的，也是你让我去死的，我走了，对你们而言不是一件最乐意见到的好事，结果现在你又在这里耍性子。沈秋月，这是你身为沈氏集团的总裁该做的事情。沈秋月，你别让我看不起你。王优秀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在他眼里，沈秋月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陪在自己身边的妻子，而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跟沈秋月和李明秋分开之后，王优秀陪同谢小鱼来到了商场的超市。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没什么，就是有什么话就直说，在我面前不要藏着掖着，我不喜欢。王总，对不起。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刚才我实在听不下去他们对王总你的诋毁，还有他那副一气之使的样子，所以擅自出来说了那么多话。我知道这是王总你的私事，按道理说我不该出面的，但我没忍住。王总，对不起，我不该自己擅作主张的。我还以为什么事，你就因为这件事盯了我一路。王总，你为什么要笑？难道你不生气吗？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难道要为你站出来帮我说话，袒护我，所以生气？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不分是非的人吗？不是的，王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放心吧，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而且我现在一点都不生气。真的？当然是真的。还有你知道吗？刚才你站出来挡在我面前的时候，就好像那些武侠小说里的女侠一样，帅爆了。王总，我如果没有其他要说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去买菜了吗？回去的路上，谢小鱼还是忍不住问王优秀：“王总，你真的不打算把李明秋的资料发给沈总吗？”为什么要发给他？因为如果让沈总知道了李明秋的过去是假造的，再加上他之前在国外做的那些事，到时候沈总一定会后悔吗？我相信到那时候，沈总一定会清醒过来。他不会的，我太了解他的为人了。如果我把这份文件放到他的桌子上，他只会说我是因为嫉妒李明秋，所以才编造了一份假文件骗他。而且就算他相信了这一切是真的，他也不会给我道歉。即便是道歉了，我们也注定不会再走到一起。王优秀指向不远处的十字路。小爷，你看，人生就像是十字路楼，路是人自己选的。沈秋月已经做出了他的决定，那么即便最后他被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不会承认是自己当初选错了路，他只会抱怨当初给他指路的人没有劝住他。这就是沈秋月，我太了解他了。可是王总，你今天再次遇到他们，真的不会觉得生气吗？明明你为他做了那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路是人自己选的，当初的决定也是我自己做的，为什么要生气和遗憾？道不同，不相为谋，仅此而已。听到王优秀这番话，谢小鱼眼中满是不甘。不过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遇到了委屈什么事情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的那种人。而且你不觉得亲眼看着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最后又毁在自己手里，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吗？王总，你是想要看李明秋能把沈氏集团祸害成什么样子吗？是也不是。王优秀没有多说什么，但眼神多少有些失望。对了，最近天津那边会来人跟我们商业集团合作，你帮我安排一下时间，我到时候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没问题，王总，我会尽快将会议的时间安排出来，到时候发到您手机上。那倒不用，到时候你跟我打个招呼就行。昏黄的路灯下，一高一矮，两人边走边聊。晚风徐徐，王优秀享受着难得的安静，但很快这安静就被打破。喂，是我。废话，我当然知道是你。公司这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都按照你的要求。下周我会亲自去临海一趟，到时候你来接我。好。看着黑屏的手机，王优秀笑了笑，然后起身伸了个懒腰。夜色沉沉，有人睡得很香，也有人坐立难安，一宿没有合眼。赵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怎么回事？我不是叮嘱过你，病人已经上了年纪，心肺血压各方面都跟不上，平日里不许再饮酒以及剧烈运动吗？饮酒、剧烈运动。哦，对了，之前你父亲还有偏头痛的毛病，我们医院虽然能用止痛药缓解，但时间久了，病人的身体里难免出现抗体。不过你丈夫的手法挺好，很久没见你父亲因为偏头痛的病再被送到医院里来。不过看他今天这样子，似乎病情又复发了，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好的，谢谢赵医生，我知道了。但我父亲的病很难，你父亲的偏头痛是因为常年酗酒，而且都是因为喝那些含重工业酒精引起的，这是神经上的病症。虽然医院可以开药暂时缓解病人的疼痛，但你父亲之前有过多年的药史，现在他对基本的止痛药已经产生了抗体，一般的药对他的病症没有太好的效果。那怎么办？今天你丈夫没有跟你一起来吗？我丈夫王优秀，这件事跟他有关系？确实有，虽然我也不清楚他的按摩手法是跟谁学来的，但对于你父亲的病症确实有极好的疗效。如果每星期按时给病人按摩一次的话，按道理说他的病不应该会再复发才对。我知道了，谢谢赵医生。那倒不用，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你父亲那边我已经安排了止疼泵暂时缓解，但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你丈夫在的话，估计病人的病症会好很多。沈秋月来到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捂着自己脑袋的沈国仲。爸，你怎么样了？王优秀呢？那个小兔崽子呢？你让他赶紧给我滚过来，老子的脑袋快要疼死了，我要疼死了。爸，你冷静一点。冷静？你要我拿什么冷静？痛，我都快要痛死了，
王优秀呢？那个小兔崽子到底在哪？他为什么2个星期没来给我按头了？沈秋月，你快给我打电话把他喊过来，不然我现在就从楼上跳下去。爸，你别喊我爸，我要王优秀那小兔崽子赶紧滚回来。切，想跳你就跳吧，反正我跟他已经离婚了，他不可能过来了。什么？你跟他离婚了？什么时候的事？有半个月了。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不是先跟我商量？说离婚就离婚，往后我在这个家里还怎么抬得起头？要是被你那些亲戚知道了，他们在背后不得天天说我坏话。复婚，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趁他们还不知道，赶紧去跟王优秀把这个婚复了。这婚复不了。沈秋月，你翅膀硬了是不是？连老子的话都不听了。沈国仲快步来到沈秋月面前，给了他一巴掌。打，有种你今天就打死我，我倒要看看你打死我，往后谁还给你钱花。你沈国仲抬起胳膊，准备再给他一巴掌，护士恰好进来，连忙将他制止。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个婚必须给我复了，否则我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离婚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要把我气死你才立吗？如果没有王优秀那个小兔崽子，谁给老子看病？你一天到晚我见不到个人影，你妈不是天天打牌，就是跟那些三教九流跳舞喝茶，一点都不照顾家。你是要眼睁睁看着我被活活疼死，你才开心吗？还有，你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沈家的脸都丢尽了，往后还有谁会要你？我当然有人要。好，你有人要是吗？你现在就把人给我喊过来，我倒要看看什么人会要你一个破鞋。沈国仲丝毫不顾及沈秋月的面子和尊严，将她贬低的一文不值。这种熟悉的窒息感让沈秋月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好啊，你不是想看吗？我现在就把人给你喊过来。好，你给我喊过来，我倒要看看谁还会要你。沈秋月掏出手机，直接将电话打给了李明秋。喂，秋月怎么了？我刚才在外面没听到。没什么，就是我现在想要见你，你能过来吗？现在过去会不会太晚了？就在沈秋月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道娇媚的女声：“哎呀，李哥，这酒才喝一半，你怎么跑了？现在里面的人可都还在等着你继续呢。”你跟谁在一起？没什么，就是你走之后，几个朋友一起过来了，你不要多想，我等下喝完酒马上就回去了。可是我现在很需要你。什么？我这边声音太大了，听不清。秋月，喂，好了，秋月，我知道你想我了，但我现在确实走不开。你看，要不这样，我明天一早马上就赶过去，怎么样？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就先挂了。这边太吵了，我就不影响你了。别挂电话。沈秋月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怎么？你的新姘头？你不是说离了婚就有人要你吗？他怎么挂你电话？他现在有事过不来。是吗？沈秋月，我看你真的是翅膀硬了，说离婚就离婚，一点都不跟我和你妈打招呼。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跟王优秀那兔崽子复婚，你就想办法，就算是绑也要把他给我绑过来，否则你就等着我从楼上跳下去吧。说完，沈国仲直接把沈秋月赶出了房间。深夜，空荡荡的医院楼道，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第二天，沈秋月来到公司，看着眼前的合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解约的公司？我养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沈总，昨天我已经提前通知您了，而且我亲自去了西丘龙井的总部，人家说了，除非沈总你亲自过来，否则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但您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所以你的意思是怪我了？商务部经理尽管一肚子委屈，但却不敢反驳半句。今天又联系西丘龙井了吗？联系了，但对方表示现在已经不打算和我们公司继续合作下去了，而且他们的总裁已经联系上了商悦集团，估计……什么？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来跟沈总你汇报了。看到商务部经理满是委屈的表情，沈秋月只得无奈让对方先离开。随后，他亲自给吴硕打去了电话。喂，沈总。吴总，我们两家公司之间合作一直都是好好的，你为什么要突然对沈氏集团进行制裁？原来沈总还知道我们两家之间是有合作的，你们沈氏集团未免太看不起人了。吴总，您这话从何说起？哼，我们两家公司之前的合作是当初王总连续找了我1个月才成功说服了我。本来我寻思着，就算王总走了，我们两家之间的合作也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我没想到王总刚走，你们就如此目中无人。先是派了一个姓李的过来，告诉我们西丘龙井要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多上3个点，并且还威胁我们公司，如果不答应就跟我们西丘龙井断绝所有合作。姓李的难道是李明秋？可我当初派李明秋过去不是为了稳住这些合作商吗？什么时候发生了这种事？他怎么没告诉我？好，
沈总，你手下的人有性格可以，提出的条件我们西丘龙井也可以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可沈总你是怎么做的？你竟然放我鸽子！沈总啊，沈总，我把你当合作伙伴，你是一点不把我吴硕放在心上啊！吴总，事情不是你想象那么样子的。昨天其实……好了，沈总，你不用解释了。既然你们沈氏集团看不上我们西丘龙井这小家小庙的，那我们也就没有继续合作下去的必要了。等一下，吴总，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们沈氏集团的错，但我们之间还有挽回的机会。关于西丘龙井打算跟商业集团合作这件事，我已经有所耳闻。但吴总，你应该知道的，如果你选择了商业集团，那么最少会损失30%以上的利益。吴总，你相信我，只要你继续跟我们沈氏集团合作，就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沈总，麻烦你清醒一点。我们两家之所以以前能有合作，是因为王总，可现在王总走了，你们沈氏集团在我眼里已经没有之前那种信誉和契约精神了。虽然跟商业集团合作，我们的收益确实会少很多的，但他们最起码对我们西丘龙井很尊重。不过既然沈总你亲自把电话打过来了，那我不妨给沈总你提个醒，没了王优秀的沈氏集团，现在在我眼里狗屁不是。说完，吴硕直接挂断了电话。王优秀，王优秀，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提他？难道离了他，这个世界就不转了吗？沈秋月又拿出手机，通知了执行部，让李明秋上来。知道，马上通知李总，让他尽快赶回公司，我有重要的事问他。半个小时后，李明秋火急火燎来到沈秋月的办公室。秋月，公司出了什么大事吗？怎么这么着急喊我过来？李明秋，你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吗？你是沈氏集团的执行部总监，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为什么没有在公司？秋月，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肯定是因为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然后喊我过来，我没有来才生气的，对吧？其实你误会了，我当时并不是因为不想来找你，而是因为真的走不开。那电话里的女人是谁？你说她啊，那是我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她喝多了然后耍酒疯，不过马上就被她男朋友给接走了。秋月，你该不会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吧？切，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刚才的话不是在怀疑我，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秋月，你可能因为公司的事儿最近心情不太好，但我可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必须要相信我。我知道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儿，那没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工作了。等一下，刚才我跟西丘龙井的总裁打了一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当初你去西丘龙井的时候，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降低利益来维系我们两家之前的合作，反而要求对方提高3个点。怎么样？他们是不是答应了？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会答应我的条件。秋月，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身为执行总监应该做的。这件事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打招呼？秋月，这种小事儿还需要跟你打招呼吗？我现在可是执行部总监，难道你觉得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这不是做好做不好的问题，我一开始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公司暂时可以让利，一切都以优先上市为主。在这种紧要关头，你为什么不跟我事先打招呼，就直接让西丘龙井让出来3个点？见沈秋月强忍着怒气的样子，李明秋也来了脾气。秋月，我是执行部总监对吧？对。既然我是执行部总监，难道我连去跟他们谈条件的资格都没有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昨天我就已经跟你分析过这件事儿了，为什么你还是不相信我？还是说，就连你也是觉得我不如王优秀？这件事跟王优秀没有关系。刚才我跟西丘龙井的总裁吴硕打了一通电话，他们明确表示不可能再跟我们沈氏集团合作了。这不可能，他们不跟我们合作，难道还有其他人愿意跟他合作吗？商业集团？什么？西丘龙井是疯了吗？他们竟然敢主动联系商业集团，难道他们是不想赚钱了吗？他们怎么敢的？不行，我要亲自给他们打电话，我就不信了，他们会1分钱不赚的跟商业集团合作，他们一定是为了威胁我们才会这么说的。就在李明秋准备打电话的时候，秘书走了进来。沈总，刚才董事会的股东全都突然来公司了，现在他们都在会议室坐着，等沈总你过去呢。听到秘书的话，沈秋月心头咯噔一下。好，我知道了，你先过去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秋月，那些老狐狸现在过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沈秋月强忍着把想要骂人的话憋在了肚子里。你尽快把这件事处理好，然后来会议室把具体情况跟他们说清楚，否则到时候出问题了，就算是我都未必能保得住你。来到会议室，各位，这个时间点突然来公司是想要做什么？沈秋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听你的意思，公司现在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来讨个说法，反倒成我们的不是了。讨说法？各位是想要跟我讨什么说法？说吧，
李总，你到底想要什么？沈总，我们这次来也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你也不需要担心我们是来逼宫之类的。毕竟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也不是我们的，而是大家一起的。沈总，你说对吧？李总说的在理，沈氏集团现在暂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原本上市的计划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各位董事可以安心，只要有我沈秋月在，沈氏集团绝不会出现乱子。沈总说的在理，但我们这些人今天过来也不是要为难沈总，而是希望沈总满足我们一个小小的愿望，只要满足这个愿望，我们马上就会离开，不仅会离开，还愿意主动送给沈总你3%的股权。哇哦！什么？李总哪里的话？我沈秋月岂是为了3%股权而见利忘义的小人？不过只要各位不是很过分的要求，我一定会满足各位。沈总说笑了，不过我们的要求对沈总而言确实算不得一件难事。好，李总请讲。我们希望沈总能把王总重新招回来。等一下，李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正如沈总听到的字面意思，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王总能够重新回来，负责沈氏集团的上市事宜。没错，我们要求王总马上回来。王总必须回来，否则我现在就把手里的股权卖给我们的对家去。各位是不是忘了，王优秀已经跟我离婚，我们两个之间已经不再是夫妻关系，并且当初是他主动辞职离开了沈氏集团，我并没有逼迫他。现在的他已经跟我们沈氏集团没有半毛钱关系，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请他回来？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才希望王总能够重新回来。李总，你不要忘了，我才是沈氏集团的总裁。这我自然知道，但也劳烦沈总清楚，我们这些人虽然拿着公司不到1半的股权，但我想在临海应该有不少人想要买下我们手里的股份。沈总，你说对吧？你在威胁我？威胁算不上，我们也不过是提出自己合理的诉求而已。沈总，你还记得当初你跟我们的保证吗？关于上市的事情，我已经跟你们保证过了，我们沈氏集团一定会顺利上市。沈总说的很好听，但我们这些人看到的却跟沈总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自从王总离开之后，公司的收益报表急速下降，不仅如此，其他家的合作商断绝了跟我们沈氏集团的合作，只是在违约订单上的违约金就高达20亿。这些问题我不是已经在处理了吗？可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沈总你处理好了吗？不但这些违约订单没有处理好，投资商也纷纷撤资，在这种紧要关头还得罪了西丘龙井。我想沈总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西丘龙井对我们沈氏集团意味着什么吧。关于西丘龙井这件事，我已经让李总去安排了，相信李总很快就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哦，是吗？那就把他喊过来，看看他是怎么解决西丘龙井这件事的吧。沈总，李总人呢？他该不会是跑了吧？刚才秘书告诉我，李总离开公司，亲自去西丘龙井谈合作了。哦，是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昨天黄昏的时候，西丘龙井就已经宣布了对沈氏集团的制裁，并且商务部的经理也提前告诉了沈总你。我想李总不会不知道这件事吧？知道。既然2位都知道，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好？沈总，这就是你当初对我们的保证吗？我们现在对你的工作能力保持深度的质疑。沈总这是被说中了，恼羞成怒了吗？看着眼前咄咄逼人的这些老狐狸，沈秋月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所以你们这次到底想要干什么？很简单，我们的需求刚才已经告诉沈总你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王总回来，并且刚才我们提出的条件依旧保留，只要能让王总回来，3%的股权我们马上就会交到沈总你的手上。除了这个条件，那就只好请沈总主动让出沈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了。你们敢？沈总，你以为我们这次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吗？我们是商人，不是闲着无聊拿钱陪你玩过家家的傻子。沈氏集团能够上市给我们带来利益，那我们自然乐意沈总坐在总裁的位置上。可如果沈总做不到，那请沈总不要忘了我之前跟你提过的话，这总裁的位置谁都能坐，并非只有你沈秋月不可。你们……沈秋月沉默片刻，随后冷声道：我大致明白各位的需求了，但换个角度想想，各位之所以过来，也并不是完全为了王优秀，最关键的是那20亿的违约款，对吧？沈总这么说倒也没错，毕竟公司上市需要钱，20亿的亏损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那就好说了，那我在这里给各位一个保证，1个月内我会把这20亿的窟窿补上。如果到时间我做不到，各位到时候如果再有意见，我绝无二话，如何？听到沈秋月立下的保证，董事们在下面窃窃私语的讨论。那就这么说定了，1个月内除了20亿的违约金处理干净外，还要拉来新的投资商。只要沈总能够做到，那我们从今往后绝不会对沈总的决策有半点意见。不过话说回来，如果1个月沈总做不到呢？
1个月内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会把王优秀请回来。不够，1个月后，如果沈总做不到，就必须把王总请回来。不仅如此，还要将所有权力和决策权全部交给王总。好，没问题。那好，沈总，我们就静候你的佳音了。沈秋月刚回到办公室，李明秋后脚就满脸笑容的进来。我不是让你给西丘龙井打完电话就来会议室跟他们汇报情况以及后续上市的准备和进度吗？关键时候你去哪了？我不是逃走了，我是跟西丘龙井的人打完电话之后，他们说可以当面谈，所以我就赶紧出去了。哦，是吗？秋月，难道你还在怀疑我吗？现在公司出现问题，我跑前跑后一会儿都没停过。现在好不容易联系上西丘龙井，他们也答应跟我见一面了。你现在非但不信我，反而用这种眼神看我。你要是信不过我，我干脆现在就辞职算了。他们西丘龙井答应见你了？没错，我刚才跟他们打了个电话，他们说可以跟我见一面，讨论我们两家之后的合作。约到了什么时间？我到时候跟你一起去。听到沈秋月要跟自己一起去之后，李明秋顿时慌了，因为他刚才跟沈秋月说的都是在撒谎。秋月，这种小事就不麻烦你跟我一起了，我一个人就能解决。小事，你知道那些老狐狸今天跟我说什么吗？他们要我1个月之内补上20亿的违约金，否则就要我把王优秀喊回来，并且还把公司的管理权交出来。现在你还觉得这件事是小事吗？什么？王优秀明明是自己离开公司的，现在他们要求把他请回来是什么意思？他们这么逼宫，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总裁？秋月，你绝不能答应他们，也绝不能让王优秀回来。那你告诉我，现在除了把王优秀喊回来，还有什么办法补上这20亿的窟窿？是你拿出来，还是我拿出来？所以秋月，你现在还是觉得我不如王优秀？这些事情也都是被我搞砸的，对吗？沈秋月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神已经给出了答案。好，那你就去找王优秀吧，就当我从来没来过。说完，李明秋快速离开了办公室。与此同时，临海枫林街，怎么了？这套房子你不喜欢？不，这套房子我很喜欢，但我还是不能接受。不过是一套房子而已，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谢小鱼看着眼前价值2700万的购房合同，人都傻了。这还不叫贵重？那什么叫贵重？这套院子是我送你的礼物，当然也不是白送给你的。王总，这我谢小鱼结结巴巴，刚要讲些什么，一个女人走了进来。人呢？我之前看中那套院子呢，我打算买了，来人给我签合同。江夫人，您看中的那套院子，现在已经有人打算签字，马上就要走完合同了。什么？我之前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吧？明知道那套房子是我看上的，还敢卖出去，我看你们是都不想干了。算了，现在带我过去，我倒要看看是谁胆敢从我手里抢房子。说完，在其他人的带领下，女人来到了王优秀和谢小鱼的面前。江夫人，您今天怎么来了？就是你个小蹄子，打算卖我的房子，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干了。现在你就去给我辞职滚蛋，否则怎样？你怎么？不过5年你就把我给忘了？还是说背叛我的日子过得乐不思蜀，都忘了曾经的故人了？本来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竟然还有钱来这里买房子。我也以为你会没脸在临海待不下去，早就带着钱跑到国外去了。没想到你脸皮挺厚的，竟然还留在临海。王优秀，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牙尖嘴利。彼此，你也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要脸。王优秀，他站起来要给王优秀一巴掌，却没想到谢小鱼直接反手一巴掌抽到了江初然的脸上。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谢小鱼，你疯了！我疯了。江初然，你拍拍自己的良心，我们2个之间到底是谁疯了？当初我们明明那么信任你，大家一起住地下室，一起吃盒饭，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直到我们成功了，我们把你当成了大姐，把你当成了最信任的人，可你最后做了什么？面对谢小鱼的质问，原本恼羞成怒的江初然竟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小鱼儿，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天真。在你们眼里，初源集团已经成功了，但你知道这世界有多大吗？你以为初源集团上市了就算成功了？你以为赚到钱了，那些钱就都能留得住吗？小鱼儿，别傻了，这世界太大了，大到有些人一句话就能压死你。在你们眼里，我是背叛了你们，可我没有亏待你们任何人，而且我只是不想要回到曾经住在地下室，住在出租屋，每天都要被房东催租的那种日子。我有什么错？谢小鱼听不懂江初然的话，但王优秀听懂了。谢小鱼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却被王优秀拉了回来。是王家跟你说了什么吧？
没错，如果真要说错的话，小鱼儿你也不该把错推到我身上。要怪的话，你应该去怪王优秀。你放屁！我有说错吗？如果当初你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是天津王家的人，事情又怎么会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天津王家，既然他们告诉你了，我来自天津王家，那就应该知道我已经跟王家没有关系了吧？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他们又怎么会专程从天津跑到临海这种小地方，不惜用天价收购出源集团来逼你回去？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逼我回去，而是为了彻底毁掉我呢？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想要毁掉一个人，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除非你……江初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要亲自来临海？如果我没有跟他们对抗的资本，我能活到现在吗？你说你不想回去地下室，可你是不是忘了，如果没有我，你一辈子都要住在出租房里吃3块钱1桶的泡面。你以为当初出源集团差一步上市是你努力的结果吗？不是，是我不惜一切努力的结果，而你只是为了一己私欲就背叛了我们所有人。你知道那时候和尚的媳妇怀孕需要大笔钱来养家糊口吗？你知道虾米当时打算结婚，本来婚礼都谈好了，最后却吹了吗？江初然，是你背叛我们在先，可现在却打算把责任甩到我身上。你以为三言两语颠倒黑白，你就能彻底心安吗？那又如何？就算是我背叛了你们，可最后我还是赢了。出源集团被我高价卖了，我不但经济自由了，并且还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公司，逍遥快活。可你们呢？不还是2个穷鬼？哼！我以为你离开了临海，这些年我才没有去关注你。但既然你现在蹦出来了，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怎么，你还想找我的麻烦不成？就凭你，王优秀，我承认你之前是有点本事，可没了出源集团，你算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我现在想要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是吗？就在双方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王优秀的手机响了起来。看到上面的号码，这次王优秀没有挂断，而是直接接通。江初然现在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江初然，你问他做什么？少废话，你只需要告诉我他现在的公司叫什么。平安国际，主做的美妆产品以及医疗美容。我还以为你这几年一无是处，没想到你竟然傍上了沈氏集团的大腿。从刚才王优秀跟李国昌的对话里，他听到了沈氏集团，于是下意识以为王优秀是傍上了沈氏集团。我傍上谁的大腿不重要，但我知道你现在的公司叫什么名字，这就够了。难不成你还有办法让我破产不成？5年前你背叛了我，这次该你了。从中介公司离开后，谢小鱼闷闷不乐。怎么了？王总，你真的来自天津王家？你很好奇？没有，我只是……我是王优秀，不管你怎么想的，我就是王优秀，跟什么天津王家没有关系，而且就算有关系，也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怎么样？现在知道了我跟王家的关系，是不是怕了？不怕，不管王总你是谁，我都只认你。不过王总，你送我这套院子太过贵重，刚才是有江初然在，所以我才签了字。但王总这套院子，我说什么都不能要，请您务必收回去。谁说这是我送给你的？首先，这套独院是我买来给自己住的，加上你现在也知道我身份特殊，如果这套房子被那些人知道是我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再次找上门。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暂时就写在你的名下。而且关于这套院子，你也不需要有什么精神负担。你帮我打理商业集团几年，应该很清楚商业集团现在的状况，对吧？我问你，你觉得如果以目前商业集团的规模，能够抗衡天津王家吗？那如果我说我要你陪我跟天津王家干一架，你怕吗？王总，你是说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怕了？不怕。那这一架，王总，我陪你打。这才是我认识的小鱼儿啊！既然你陪我干架，那我怎么能不送你礼物？这套院子我收下了。这才是我的小鱼儿。江初然现在的公司叫平安国际。平安国际。你知道这家公司？平安国际日常是做美妆产品的生产的，旗下还有自己独立的医美公司。虽然平安国际不跟商圈的人打交道，但是他在女性圈子里的知名度还是挺高的。只是没想到他背后的人就是江初然。既然你了解这家公司，那就好办了。当初他背叛了我，现在我要让他把当初欠下的账一笔一笔全都还回来。好，我这就安排下去。简单聊完后，两人便离开。王总，江初然暂时不能动。怎么？他现在的后台很硬？
刚才我通知调查了一下关于江初然这些年的事情，以及平安国际的现况。当初江初然将初源集团抛售出去后，所有人都以为他远遁出国了，但实际上他留在了临海2年后就跟人闪婚了。哦，所以你说的不能动，不是因为江初然，而是因为她老公。没错，她现在的丈夫就是1周后王总你要见的临海商会会长董茂。剩下关于平安国际的调查结果呢？平安国际是在江初然跟董茂结婚之后成立的，主要做的内容就是医疗器械生产及其旗下自己经营的医美公司。之所以商圈里没有传过关于平安国际的消息，一方面是因为董茂压了下去，另一方面是江初然自己很谨慎，极少参加各种商业宴会，所以目前能够查到的资料有限。但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江初然之所以能够闷声发大财，全都是董茂在背后运营。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江初然的一切都是董茂的。可以这么说。那就好说了，官商勾结，仅凭这一点，我就能把江初然给活活按死。可这样一来，岂不是太无趣了？当初他的背叛，伤害到了所有人，如果这么轻易就让他结束了，我说服不了自己，也对不起曾经的那群兄弟。你帮我做一件事，1周后的晚宴，我要亲自给他们送一份大礼。是，王总。沈秋月接到律师打来的电话后，来到了拘留所看望王秀娟。沈秋月，你是不是打算看着你妈我死在拘留所里，还是打算趁我不在的时候，让你爸再给你找个后妈？妈，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会这么做？哼，你可不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嘴上说的好好的，会想办法让我尽快出来，结果我在这儿一待就是半个月，中间也没见你来看我几次。沈秋月，我可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连生自己的老妈都能扔到拘留所里不管不顾。今天律师又跟我打电话了，如果你还是不同意退还财物，并且当面跟王优秀道歉的话，你最少也要面临10年以上的刑期。他敢！沈秋月本以为自己将问题的严重性告诉王秀娟，她就会松口，可王秀娟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气焰嚣张。这些年来，老娘没吃过他，用过他的。再说了，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他送给我的，凭什么要我还回去？你以为你老娘我从小是被吓大的吗？他有种就去告，老娘还就不信了。他真敢让我坐10年的牢！妈，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我的？哭哭哭！除了哭，你还会做什么？你有时间哭，还不如给王优秀那小子打电话，替我告诉他，现在赶紧过来把我放出来，然后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我说不定还能原谅他，否则我往后都不可能认他这个女婿。妈，我已经跟他离婚了。那怎么了？他那么喜欢你，就算离婚了，最后不还是他舔着脸回来跟你复婚？不可能，我绝不能跟他复婚。沈秋月，你别逼我出来扇你。本来我想着你跟他离婚，能把所有东西都要过来，结果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好，不但别墅丢了，还把老娘给关进来半个月。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我丢人已经丢大发了。你要是敢让我在这里再待下去，别怪我出来不认你这个女儿。就算你想跟王优秀离婚，那也要把所有东西都给我要过来再离。沈秋月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妈，算我求你了，你就把东西都还给他吧，大不了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我再跟你买。这次我真的没跟你开玩笑，这次你是真的要坐牢的。他王优秀真的敢让我坐牢？沈秋月连忙点头，然后告诉王秀娟，这些都是王优秀委托的律师告诉他的。如果王秀娟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对方一定会让王秀娟把牢底坐穿。听到沈秋月这句话，王秀娟直接气得破口大骂：这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他娶了你之后，老娘也没有亏待过他吧？他竟然这么狠心，想把我关监狱里！沈秋月，你现在就去联系王优秀那个小兔崽子，你告诉他，如果想要跟你复婚，就让他赶紧滚回来，在谅解书上签字。这鬼地方，老娘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面对执拗的王秀娟，沈秋月无可奈何离开了拘留所。回到车上，没等他休息，沈国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沈秋月，你个没良心的东西，现在在哪？拘留所。我不管你犯了什么事，你最好现在就把王优秀给我喊过来，然后再给我转10万块钱，我急着用，听到没有？听到沈国仲的话，沈秋月一颗心彻底凉了，一天的委屈在此刻彻底爆发。你难道就不问问我为什么会来拘留所吗？我妈都被关进来多少天了，你有关心过一句吗？你为什么只关心你自己？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吗？我跟王优秀已经离婚了，懂吗？我凭什么还跟他打电话？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女儿，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家？你叫什么叫？我养你这么大，就是为了你长大跟我发脾气。早知道这样，老子当初就该把你扔到狗圈里饿死了算了。就算养条狗，都比养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强。好，那你就当我这个女儿不存在好了。
好，沈秋月，你有出息了，你有种就别管我，你等我明天就拉个横幅去你公司，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沈秋月你就是个不孝种。面对沈国仲的威胁，沈秋月还想争吵，但一想到沈国仲如果真的这么做的后果，他深吸一口气，随后哽咽道：好，我听你的，我可以现在就把钱转给你，医院那边的钱我也给你垫上，但是王优秀那边，我只能说尽量，我也不能保证他一定会给你按。算你有点良心，钱马上给我转过来，联系不上王优秀，那就给我联系一个手法跟他差不多的老师傅，听到没有？挂断电话，沈秋月再也忍不住，这些天的委屈在这一刻彻底崩溃，她哭得泣不成声。回到公司后，已经深夜，她着手安排王秀娟官司的事情。既然王秀娟不肯低头，那这笔钱她自己出。安排完王秀娟的事，她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给沈国仲打去了电话。钱给你打过去了，但是王优秀那边我联系过了，他还是不答应。不过你先别急，我这边已经安排人给你去找临海最好的按摩医生，明天他就会去医院帮你治疗。但丑话我们说在前面，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如果你还不肯罢休，非要闹的话，那往后你1分钱都别想从我手里要走。眼下公司上市在即，谁都不能影响到我，尤其是家里的那些琐事，我不能再被这些小事给拖累。第二天一早，沈秋月接到了曾经同学的电话，这时候沈秋月才想起来李明秋之前邀请她去参加同学聚会。在得知李明秋已经到了后，沈秋月看了一眼面前堆积如山的合同。秋月啊，你在上学的时候暗恋李明秋这件事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他脸色很不好看，正是你出手的时候啊。而且你不要忘了，明秋可是海归啊，你个小妮子这时候还挑什么呢？沈秋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自己昨天跟李明秋说话的语气很不好，公司现在也确实需要李明秋，虽然他的能力尚且有些欠缺，但这又不是他的问题。如果一开始沈氏集团的执行部就是李明秋的话，他未必会比王优秀做得差。如今公司的烂摊子说到底都是王优秀惹下的麻烦，跟李明秋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不能完全将锅甩给李明秋。想通之后，沈秋月就起身去参加聚会了。我的沈大美女，你可终于来了，你都不知道我们等你等多久了。你的男主角现在正在房间里生闷气呢，你要是再不来，我们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哟，你还害羞上了？行了，不调侃你了，就差你了，赶紧进去吧。沈秋月进到包厢，而此刻的李明秋正在跟几个人说笑，众人见状也是识趣离开，给两人留出空间。沈秋月来到李明秋面前，将手中提前准备好的礼物递到了他的手边。抱歉，之前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连累到了你，昨天是我不对，不该把气发到你身上。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扔了。听到沈秋月给自己道歉，李明秋脸色依旧不好看。秋月，我不是怪你的意思，可我明明已经努力过了，你为什么还揪着我不放？问题是我引起来的吗？公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都是王优秀留下来的烂摊子吗？抱歉，这次就算了，要是下次秋月你还是这样，我就不干了，省得我天天在你公司里受气。既然秋月你送我礼物了，那我今天也送你一个礼物吧。秋月，我知道我们一路走过来的不容易，也知道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一个人需要承受的寂寞。我很抱歉，自己回来晚了，让你嫁给了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人。但我现在回来了，曾经我没能陪在你身边，但我并不希望余生还留有遗憾。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希望可以一直留在你身边，守护你。李明秋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装着戒指的盒子。秋月，请问往后我可以一直留在你身边吗？沈秋月看了一眼李明秋手里的戒指，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李明秋，可他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这件事能不能等我们两个私下里说？不行，秋月，我知道你等了我很久，我在国外的时候也在想，曾经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你对我的好。现在我不想未来自己会后悔，也不想老了提醒自己，当初为什么会错过你这么好的人。所以，秋月，请你给我一次机会。秋月，快答应他吧，你都不知道他今天为你准备了多久。是啊，明秋可是真的喜欢你的。在一起。台下的人开始起哄，气氛变得极其热闹。李明秋满脸自信的笑容，所有人都很高兴，除了沈秋月。我虽然跟王优秀离婚了，心中也确实保留了对李明秋年少时的几分欢喜，可要我刚离婚就马上答应求婚这种事，还是说服不了自己。可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李明秋的话，他的面子又该往哪搁？就在沈秋月左右为难的时候，酒店经理突然走了进来，对着众人微笑道：各位客人，声音请小一些，楼上的客人刚才投诉各位太闹，还请各位安静一些。你没看到我在求婚吗？
还有，这包厢我已经定下来了，想做什么不是我的自由吗？这位先生说的对，这的确是您的自由，但您也确实影响到了我们楼上的贵客。如果您实在介意的话，我们酒店这边可以退1赔3，把钱退给您，并且改日再帮您免费订一次包厢，您看如何？听到经理的话，李明秋和沈秋月都愣住了。楼上锦绣花城不是只有1、2楼对外开放吗？什么时候3楼对外开放了？这个我也听说过，好像3楼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更别提什么客人了。怎么今天突然有客人了？是啊，感觉怎么好像是故意的一样。奇了怪了，这听起来就好像有人宁可花钱，也不希望李明秋求婚成功一样。听到众人的议论声，原本还有些窃喜的李明秋脸色突然沉了下来。你以为我差你这点钱吗？不就是几十万吗？你真当我掏不出来？还有，凭什么楼上嫌我们吵，我们就要停下来？他们是客人，难道我们就不是客人了吗？当然不是，各位的确是付钱的客人不假，但楼上的并不是客人，而是我们的老板。老板怎么了？开门做生意的事儿，还有收了钱不办事儿的道理了？这位先生，我们已经1赔3，做出我们的诚意了，并且您在包厢内今天的所有消费全都给您免单，只需要您声音小一些。不行，我今天还就不信了，区一个小酒楼的老板还敢这么嚣张，我倒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连我的生意都不做了。经理见状，脸色一白，连忙追上去阻止。王优秀听到门外的动静，有些不高兴地皱起了眉眼。刘女士，你邀请我来吃饭，我很开心，但你应该知道，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你跟我保证会选一个安静的地方，这就是你所谓的安静。不好意思，王总，让你见笑了，都是手下的人没弄好。这样您稍等我一下，我马上亲自处理好这件事。茶是好茶，但刘总莫要让人坏了喝茶的兴致。一定。刘柠檬来到外面，看向此刻3楼闹事的众人。闹什么？都给老娘安静点！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耽误了我的生意，你们明天全都给我从临海消失。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今天你就从这里滚蛋，往后都不用干了。刘总，您听我解释，真不是我没做好，而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人话，我最后都让出5倍补偿了，但他就是不听，非要上来跟您讨个说法。是谁要跟我讨说法？是我。怎么是你？我说是谁这么没有礼貌，未经他人的同意就擅闯上来？原来是沈总包养的小白脸啊，难怪我就说怎么会有人听不懂人话。不过一想到是沈总的人，好像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沈总之前带你干过这种事，对吧？原来刘总还记得我，那事情就好办了。记得，当然记得。所以呢，你说的好办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件事本身也没什么，只不过刘总你打扰了我跟秋月的求婚，这件事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吧？说法有意思，这可太有意思了。刘柠檬示意经理拿了一张卡过来，然后亲自递到了李明秋面前。抱歉啊，我实在不知道你跟沈总求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成功。不过不管你求婚成功没成功，我都真心祝福你。所以这张卡就当是我送给你跟沈总的新婚礼物，不多，卡里有20万，并且拿着这张卡来这里消费一律5折。如果还不够的话，刘柠檬示意经理帮他取来10万的现金，随后绕过满眼期待的李明秋，朝躲在后面不愿意露头的沈秋月走去。你来干什么？干什么？我这不是听说沈总被求婚了，所以亲自来送礼吗？刚才那张卡只是一点小心意，这10万可是我亲自送给沈总你的礼金，你可千万不能拒绝啊！你是在羞辱我吗？羞辱？这话从何说起？我这可是真心祝福沈总你啊！你刘柠檬，你别以为抱上了商业集团的大腿就可以为所欲为。等我沈氏集团上市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人上有人。是吗？那也要沈氏集团能先上市成功不是吗？你什么意思？我这话什么意思？沈总你不是最清楚吗？不过在能抱上商业集团大腿这件事上，我还真的是要好好感谢沈总你啊！别说是这10万，就算是让我现在给你转上100万，我都心甘情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的还不够直接吗？我当然是要感谢你跟王优秀离婚了。刘柠檬，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把话给我说清楚。刘柠檬看着沈秋月认真的表情，先是一愣，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后，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不是，沈秋月，你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王优秀是谁吗？”刘总，我们虽然认识，但你有必要在这时候提王优秀吗？首先，我是认识你，但我们并不熟，所以我没必要给你留什么面子，你也没资格让我给留面子。其次，我现在没有跟你说话，而是在跟沈秋月说话。怎么，沈秋月还没说什么，你个未过门的赘婿，先跳出来是什么意思？沈总，你这眼光实在不怎么好啊！找了这么一个善妒的男人，要是我可受不了这种委屈。首先，我跟秋月情投意合，就算是结婚，我也不是入赘。哦，是吗？既然你不是赘婿，那我倒是好奇了，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竟然能娶沈氏集团的总裁回家？难不成你不是什么小白脸，而是什么大家的少爷？不对啊，你如果是哪家的少爷，我应该早就见过你才对。可是我怎么不记得你跟谁家有关系？等等，你该不会是私生子吧？刘柠檬突然捂嘴，面露惊讶，随后对沈秋月惊恐道：“沈秋月，没想到你竟然连那些人的私生子都能找到，以前我真的是小看你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眼看刘柠檬越描越黑，李明秋咬牙打断道：“我才不是私生子。”是吗？既然你不是什么私生子，也不是什么大家少爷，那沈秋月为什么嫁给你？她是眼瞎了吗？哦，我懂了，可能这就是真爱吧。祝福，锁死。够了，我跟别人是什么关系？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说的也对，不过我还以为你跟王优秀离婚后，最起码会找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人。现在看来倒是我高估你了。事情为什么还没有处理好？如果刘总不是真心想要合作的话，公司还有事，我就先走一步了。刘总，我们改日再约。王优秀，你给我站住！我刚才还纳了闷，为什么我跟秋月马上求婚成功的时候，突然被人打断？原来都是你在背后搞鬼。哼，刘总，如果这就是你处理事情的办法，那我撤回之前跟你交涉的所有条件，我们两家到此为止。别啊，王总，这都是一些意外，我也没料到今天在楼下吵闹的人是他们。不过您放心，我马上就把这件事给您处理好。说完，刘柠檬扭头看向保安：“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还需要我教你们怎么做吗？”是，刘总。眼下保安赶人，沈秋月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跟李明秋一起被赶了出来。随后，保安将一个袋子扔到了他们面前。沈总，这是刘总刚才特意吩咐我务必交给二位的10万现金，还有刘总要我转告二位，祝二位百年好合，直接锁死。说完，保安直接离开了。李明秋见沈秋月状况不太对劲，连忙安慰道：“好了，秋月，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计较。再说了，我们也不亏，不是吗？不但免了包厢钱，还拿了他们的卡以及10万块礼金。等下我请客，大家一起去酒吧，开心开心。”李明秋此举也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但他却没有注意到沈秋月看向他的眼神。秋月，你怎么了？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委屈，但是你想想，我们沈氏集团马上就要上市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你跟他打起来，这里遍地都是监控，他要是把视频发到网上，那我们沈氏集团不是完了吗？再说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今天这么得罪你，将来等沈氏集团上市之后，这笔账我们一定加倍还给他。好了，秋月，这件事暂且不要想了，我们一起去酒吧好好放松一下。李明秋上前想要拉沈秋月的手，却被沈秋月甩开了。抱歉，我今天心情实在不太好，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我今天先回去休息了。明秋，你真的不去拦一下吗？没关系的，秋月可能心情不太好，我们先去玩，等他心情好一些的时候，我再喊他过来。真的没问题吗？我看他心情不太好的样子。放心吧，没事儿。众人见李明秋都这么说了，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李明秋看向沈秋月离去的背影，眼神说不出的阴鸷。今天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偏偏遇到了王优秀还有刘柠檬这2个混蛋，坏了自己的好事儿，这也就罢了，偏偏沈秋月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了台，一场求婚仪式最后变成了一场笑话。不过好在从刘柠檬手里赚了不少钱，但如果不能尽快拿下沈秋月，怎么都是个麻烦。该死的，本来想着求婚不成，去酒吧把他灌醉了也行，结果他连去都不去。与此同时，包厢内，王总，事情都处理好了，你看我们之间的合作。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王总，这我可真不是故意瞒着你，因为我也实在不知道今天楼下是李明秋包的包厢，而且他还是为了跟沈秋月求婚。王总，你该不会因为他们的事情就要断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吧？刘柠檬说着，忽然开始委屈起来。我知道王总你喜欢清静，这才选了这里，因为这里是我自己的产业，而且我也提前通知他们将3楼收拾好，就是为了等王总您。我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要是实在生气的话，不然你打我2下。打你？为什么？只要你能解气，你想怎么样都行。我看起来像是这种人吗？不像，但我觉得你可以像。起来吧，我没有生气，只是不想再看到他们而已。我还以为王总离婚之后对旧爱会念念不忘，没想到王总会这么干净利索，小女子佩服。对了，王总，关于合作的事情，你看，我刚才提的条件不会变。王总，你这不是要了我们刘氏集团的命吗？我可是拿了20亿的利润来请您吃饭，您连这点小要求都不能答应吗？我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跟刘总你讲清楚。首先，关于你说的通过你跟商业集团那位神秘的总裁搞一些桃色新闻出来，帮刘氏集团重新拿回海贸港口这件事，我没办法答应。
因为我这不在临海。志不在临海，王总，你能说清楚点吗？怎么，你也想插一手？既然王总主动跟我提起来这件事，那就说明王总肯定心里也有让我插一手的打算，不然王总完全可以不跟我说这些。刘总很聪明，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反倒像是嘲讽我了。那倒不是，而是我的打算你未必敢跟罢了。刘柠檬感觉到了不对劲，他看了王优秀一眼，眼神晦暗不明。王总打算做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你知道天津吗？王总是在把我当小朋友，还是觉得我是个笨蛋？既然你知道天津，那就应该知道天津4家吧？当然了，天津4家可是支撑起了半个国家的命脉，尤其是天津王家的龙维科技等等。王总，你别吓我，难不成你跟天津王家？王优秀笑而不语。刘总，临海太小了，小到我甚至没有办法施展拳脚。不过我也只是暂且跟你透露个消息而已。1周之后，我会出席临海商会的宴会，到那时候，希望刘总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刘总，合作愉快。面对王优秀的笑脸，刘柠檬却一点都笑不出来。王优秀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那就说明他真的有可能是天津王家的人。虽然我不清楚王优秀想要干什么，但王优秀如果真的来自王家，那么他所图谋的定然是整个刘氏集团都绝对无法企及的。而他现在给我一个考虑的机会，想必已经是王优秀这次会面给出的最大善意了。刘柠檬想了很久，才犹豫道：王总，我需要一些考虑的时间。那是自然，没有什么是比给人画饼最容易转移注意力的东西了。给了刘柠檬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样他就会忽略前面提的条件。王优秀见刘柠檬陷入沉思，并且很是纠结，嘴角微翘，他想要的目的达到了。酒吧里音浪轰鸣，其他人见明秋怀里的2个公主，皆是有些意外。你们说明秋她这是被拒绝受不了，然后彻底放飞自我了吗？谁知道呢？说不定这是人家有钱人的嗜好，就算结了婚也是个玩个的。不过我今天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沈秋月这些年并不是一个人。废话，你也不想想，我们都多少岁了，沈秋月怎么可能一直不嫁人？那明秋这是大张旗鼓跟一个二手货求婚，结果还失败了。你可少说2句吧，你别忘了，秋月现在可是沈氏集团的总裁。这些人议论的声音被李明秋全部听到了，他将手里的杯子狠狠砸在了桌子上。停下来干什么？都给我继续喝！今天所有的开销我全包了。说完，李明秋转身朝卫生间走去。你瞎啊？没看到这里有人？帅哥，你真的忍心拒绝我吗？怎么，小美女这么着急？但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好地方。我知道一家酒店的床挺软的，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试试？好啊，没问题。在众人还在喝酒的时候，李明秋已经搂着一个美女独自离开了酒吧。进入酒店10分钟后，李明秋满头大汗地躺在了床上，全然没有注意到身边美女嫌弃的眼神和手机上偷摸发出去的消息。小美女技术不错，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回头有空了继续约。就你这种秒男，谁乐意陪你？还想加老娘的联系方式？要不是有人花钱请我陪你，老娘才不会跟你这种没用的东西玩。你刚才说什么？有人花钱请你？废话，不然你以为就你这几分钟的功夫，老娘会舍得来陪你？李明秋察觉到了不对劲，急忙起来想要将衣服穿上，可却发现衣服早就不见了。你把我的衣服放哪儿了？没等女人回他，房间门口突然有人开口道：当然是我让他先收起来了。谁？是你？怎么，你很意外吗？李明秋眼神四下打量，在思考逃走的可能性，但是却被来人一句话给劝退了。我劝你还是打消逃跑的念头，走廊到处都是摄像头，而且我还有人证，你也不想今天的事情被沈秋月知道吧？你故意陷害我。哎，李总话说的不要那么难听，什么陷害不陷害的，你不是也爽了吗？老板，我都按照你的要求弄好了，刚才过程的视频也都偷偷录下来了。你个贱人！秒男。此时的李明秋快要气炸了，本以为是自己捡了便宜，结果没想到竟然是中了别人的局。你真的是从国外回来的海归，还是说在国外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高层，连这种最基本的小把戏都看不穿？少废话，愿赌服输。你费这么大劲找我，到底是打算做什么？难道你也想通过这件事把我赶出沈氏集团，然后再把王优秀喊回来？放心，我对你兴趣不大，至于在这个时间来找你，只是单纯想跟你做一笔生意。生意跟我？没错。见赵国昌确实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紧绷着神经的李明秋慢慢松弛下来。你早说啊，早知道谈生意的事情，我还会拒绝你不成？你何须如此大费周折？毕竟手里有把柄，我才有主动权不是吗？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吗？于是两人便聊了起来。
第二天，沈秋月接到李明秋打过来的电话，说是找到了帮公司渡过难关的办法。于是沈秋月连忙返回公司，看到李明秋坐在自己的老板椅上，一脸的轻松惬意。秋月，你终于回来了。你说的解决办法是什么？秋月，你先别急，毕竟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解决办法，你难道就没点表示吗？表示？你要什么表示？其实也没什么，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欠我一个要求吗？那你想要的要求是什么？没什么，就是希望你今天晚上能陪陪我。听到李明秋这句话，沈秋月身体不自觉地僵硬起来。你是在用这件事来威胁我？我不是这个意思，秋月，我是真的打从心底喜欢你。本来我都已经做好了跟你求婚过一辈子的准备，结果最后却被王优秀给打断了。我知道秋月，你可能心里还有王优秀，可是他已经跟你离婚，并且离开公司了。昨天你当着曾经我们同学还有朋友的面，把我自己晾在那儿走了，我真的很不好受。抱歉，昨天是我心情不太好，考虑不周，我跟你道歉。秋月，你跟我其实不用动不动就道歉的，我这些天跑来跑去都是为了我们公司，更是为了你，我从来没有抱怨或者不满意过。我知道你误会了，我想要你晚上陪我的意思，但我是打从心眼里喜欢你的，我对你的心意天地可见。抱歉，刚才是我误会你了，但是我今天不是不陪你，而是身体真的不舒服。李明秋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暂时忍下来。那好吧，秋月，你这段时间好好休息，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说。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想要我陪你，那就这次顺利帮公司解决问题后，过了这段时间我就陪你，或者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怎么样？秋月，你说真的吗？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快告诉我，你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李明秋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也就不再拖拖拉拉。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因为20亿违约金的事，我不是一直东奔西走，然后跑关系吗？然后我联系了一个海外的朋友，他知道这件事情后，答应我可以帮你拿出来这20亿，帮沈氏集团度过这次难关。真的吗？太好了，这样一来，董事会那些老狐狸就再也威胁不到我了。不过他虽然打算帮我们度过这次难关，但他也提了一点要求。什么要求？他想要入股我们沈氏集团。这个简单，等公司上市之后，股权稀释，到时候直接让他入股就行。他的意思并不是等公司上市后入股，而是现在就入。现在就要？没错，他听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后，答应可以直接给我们投资20亿来填补公司的亏空，但同样的，他要沈氏集团5%的股权。多少？5%的股权？为什么偏偏是5%？我手里现在有沈氏集团54%的股权，几乎掌握了整个沈氏集团的话语权。李明秋提到的这个人不多不少，偏偏要5%的股权。这样一来，我手里就只剩下49%的股权。虽然还是沈氏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可话语权就没有现在这么重了。尽管眼前的危机可以解决，但长久的问题该怎么办？李明秋见沈秋月犹豫不定，知道他是在权衡利弊，于是在一旁嘟囔道：秋月，我知道这对你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20亿就想买我们沈氏集团5%的股权，也确实狮子大开口。但现在你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银行那边虽然可以贷款，可这样一来，我们上市的资格还需要重新评估，而那些董事会的老狐狸更是唯恐天下不乱。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20亿亏空，别说公司能不能上市了，恐怕那些老狐狸都不肯善罢甘休。要我说，我们不如先答应下来。虽然这5%的股权先交易了出去，但只要等到上市之后，其他人来我们沈氏集团继续注资，到时候我们把他们的股权稀释掉，你还是沈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你找的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他是哪家公司的？我把他联系方式给你，他叫徐董，公司在海外叫东方之珠。之前我在海外留学做项目的时候跟他认识的，关系还不错。秋月，这可是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求来的机会，你可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了。好，我知道了，我好好考虑一下。李明秋说完这件事就离开了。沈秋月坐回位置上，打开电脑搜索起海外东方之珠这家公司。根据资料显示，李明秋并没有骗自己，而且这家公司的资质以及底蕴远超现在的沈氏集团。李明秋为了帮沈氏集团度过这次难关，想来花了不小的功夫。如果这次问题真的能顺利解决的话，我不是不能给李明秋一个机会，毕竟他为公司也是出了不小的力。可5%的股权，思考许久，沈秋月最后还是打开了手机，找到了李明秋推过来的联系方式，发了一条消息过去。而李明秋从办公室离开后，偷偷摸摸来到厕所。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徐董的联系方式推给秋月了。很好，不愧是李总，办事就是漂亮。你少跟我废话，视频还有监控呢。
你答应我的会全部删除的。李总放心，我一向是信守承诺的人，只要沈秋月答应徐董的条件，那我马上就全部删掉。该做的我都做完了，就算他不答应，我也总不能逼着他答应。你要是想要他尽快答应下来，那你自己最好给他一些压力。你说的倒也有道理，李总真不愧是沈总的贤内助，连这些事都考虑到了。不过如果下次李总想要放松的话，可以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到时候我给你单独安排一个别墅，没有人会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听到对方的话，李明秋眼前一亮。这件事回头再说，你抓紧把事情办完，然后把视频和监控给删了，否则我跟你没完。电话挂断后，李明秋眼神忧郁，让人捉摸不透此时的他到底在想什么。而另一边，王优秀的别墅里，你帮我查一下临海商会举办的晚宴上，沈氏集团有没有被邀请到？谢小鱼闻言，直接打了一通电话。王总，临海商会那边说，因为沈氏集团上市在即，再加上这段时间沈氏集团闹了不少绯闻出来，为了保证这次晚宴顺利，暂时没有邀请沈氏集团的打算。没有邀请，那就让他们去邀请，并且转告他们。如果沈氏集团不去的话，那我也不去了。好的，王总。突然，一通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叔叔，你是爸爸的朋友吗？小朋友，你是谁？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电话？叔叔，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打了好多电话，他们都不理我。爸爸的手机里就只剩下叔叔你的电话了。手机里只剩下我的电话了？小朋友，你等一下，谢秘书，帮我查一个手机号。王总，这是虾米的电话。什么？王优秀身体猛地一颤，一个高高瘦瘦、喜欢穿格子衫的少年突然在王优秀脑海浮现。故友未曾逢面，他的女儿却先找到了我。叔叔，你不要不理我，爸爸的手机里就只剩下你的电话了。叔叔，爸爸跳楼了，所有人都不要爸爸了，也不要球球了。叔叔能不能来救救爸爸？你刚才说什么？你爸爸他怎么了？好，我马上过去找你，我不会挂断电话的，你不要害怕，叔叔马上就来。来到医院，医院的医药费我已经帮他都交过了。关于虾米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也拜托人帮忙调查了。刚才有消息过来说，虾米之所以跳楼，是因为公司财政出现了危机。哼，公司财政出现危机，你觉得虾米会是因为这种事跳楼的人吗？他不会的。是啊，他一定不会的。在我把你们都喊过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想回来，但只有虾米自己找到了我，告诉我他想自己闯闯，不是为了什么人，只是为了他的女儿，但他女儿都好好的。如果只是因为公司财政问题，他完全可以来找我，可他谁都没有联系，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自杀呢？听到这里，谢小鱼陷入沉思，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虾米是被人害了。王优秀没有表态，但很快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里的人告诉王优秀虾米跳楼的原因以及事情的经过。挂断电话，王优秀长吐一口气：你让人调查一家公司，什么名字？东方之珠，帮我查清楚他们的老板是谁，以及调查一家名为花快的借贷公司，我要这家公司的所有资料。王总，虾米身上发生的事跟他们有关。王总交给我，今天晚上之前一定会给你答复。王优秀回到病房后，夏米丽脸色已经好了很多。王叔叔，你可以跟爸爸一样喊我球球。好，球球，我想问你一些事情，你能告诉我吗？如果你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我不会强迫你的。叔叔，你是想问那些坏人的事情吗？王叔叔，你会帮爸爸打那些坏人的，对吗？会的，一定会的。那好，那球球全都告诉你。紧接着，夏米丽将那天的事情全部告诉了王优秀。等等，球球，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次。我听到他们在外面跟爸爸说，谁让你当初跟了他，老老实实当个普通人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创业？王优秀在听到这句话后，脑袋如遭雷鸣。能够让虾米牵扯到麻烦事情里的人，恐怕只有我自己。那也就是说，其实虾米跳楼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被逼成这个样子的。看来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简单，而且对方用皮包公司来设计虾米，那就说明对方并不希望自己知道是谁。想到这种可能，王优秀身体止不住颤抖起来。叔叔，你怎么了？没事，叔叔想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发呆了一会儿。你继续说。他们说完之后，就用球球威胁爸爸，要么还钱，要么从楼上跳下去。叔叔，我很害怕，但我出不去，只能喊来帽子叔叔。可是等帽子叔叔赶过来的时候，爸爸已经跳下去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球球，叔叔来了，有叔叔在，叔叔一定会帮爸爸的。来到病房外，王优秀一拳狠狠砸在墙面上。
该死的杂碎，别等被我抓到了，不然我会要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王总，都查出来了，那家花快借贷公司就是一家高利贷公司，但因为他们每次借款最后都不是收账，而是通过借条逼迫借钱那些人签署一些特殊的合同，有的是公司转让合同，有的是地皮转让书。说到底就是一群上不得台面的刀，对吧？是的，不过这家借贷公司很好处理，因为我们的人已经查出来了他们不合法的地方，今天就可以把他们都抓进去。但真正麻烦的是他们背后的公司东方之珠。是的，这家公司开在海外，所以一般的手段根本查不出来他们的底细。但幸好我们在海外的合作商正好知道这间公司，然后知道了他们老板是谁。谁？王总，你不认识他也没关系，因为你一定认识他的哥哥董茂。也就是说，东方之珠背后的老板是董茂？差不多，但也不完全是。原本我也不是很清楚，但经过今天的调查，我也是才知道董家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谢小鱼将董家的情况全部告诉了王优秀。王总，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办？当然是要算账了。不过在算账之前，要先收一笔利息。第二天晚上，花快借贷公司的老板刀疤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上了一辆车。刚想要喊司机送自己回家，眼前突然一黑，被带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各位，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我可是遵纪守法的正规商人，你们如果没有证据就私自抓人的话，可是犯法的。你认识夏米吗？刀疤心里一颤，他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来意。原来你们还是为了夏总来的。这件事我之前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关于债务的事情并不是我指示的，我也是按照规定上门催债，仅此而已。谁知道夏总他承受能力那么差，结果就跳楼了。各位，当时关于夏总的调查结果，你们不是也查清楚了吗？夏总身上根本没有被殴打的外伤，我们根本就没有碰过他啊。我是在问你，你认识夏米吗？认识，当然认识。不过我跟他只是商业往来，当时他公司运转出现了问题，找到了我，我把钱借给他。凭良心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各位，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是谁指示你害夏米的？还有为什么要害他？你不是警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我只问你一句，是谁指示你害夏米的？还有为什么要害他？哼，你休想从我嘴里套出来一句话。而且他本来就是自己欠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此时刀疤咬死了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对方也不着急，只是来到他面前，将手机放到了他耳朵旁，听清楚里面的声音，然后再考虑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谁？我爷爷呢？你们有什么冲我来？嘘，安静！你也不想被家里人知道，他们现在处境危险，是因为你吧？你们是谁？爷爷让你们来的。好耶！爷爷终于答应陪我去游乐场了，我们现在就走。我回去的时候要给爷爷带蛋糕吃。你们有什么冲我来？为什么要对我的家人下手？哦，你也知道不能对家人下手啊？那你当初是怎么派手下威胁夏米的呢？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放过我的家人。放心，我们都是守法公民，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不过当初你们是怎么逼夏米的，你就要怎么还回来。凡事总要有个公道，你说对吧？我知道了。很好，那么现在好好回答我的问题。第二天早上，谢小鱼买完早餐回来，对王优秀兴奋道：王总，今天的新闻你刷到了吗？什么新闻？就是那群畜生的新闻，害了夏米的那些混蛋跳楼了，还有他们的老板也去自首了，这群畜生终于遭到报应了。是吗？谢小鱼看着脸色淡然的王优秀，似乎早就知情。王总，这件事该不会是你？王优秀笑而不语。这时手机上突然传过来一条消息：王优秀，我找到你转移公司财产的证据，你最好马上给我打电话，不然有你后悔的时候。转移公司财产？沈秋月又在发什么神经？这话他也能说得出口？而且我明明已经把他拉黑了，他竟然还用别人的手机骚扰我。王优秀直接把这个手机号也给拉黑了。沈氏集团，沈秋月看着发出去的消息，没有一点动静。不可能啊，难道他没看手机吗？沈秋月直接用这部手机给王优秀打去了电话，可结果电话打出去，直接提示无法接通。王优秀，你竟然还敢拉黑我的电话！好，你有种！既然你敢拉黑我，那你别怪我不讲情面，等着被抓起来吧。沈秋月说完，直接安排秘书调查王优秀离职前所有的消费记录、出差记录，以及所有在公司的开支和签的合同。
秘书离开后，就在沈秋月计划如何把房子要回来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看到陌生的号码，他下意识想要拒绝，但一想到可能是王优秀换了一个手机而求饶，他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王优秀啊，王优秀，看来你的骨头也没想象那么硬啊。沈秋月自信地接起电话，别说我没给你机会，现在我手里已经有你犯罪的证据了。你要是识相的，就赶紧滚回公司，否则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沈总是不是接错电话了？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录制你们公司了。你不是王优秀？沈总，再有几天，为了临海商业更加繁华，临海商会决定举办一次商业宴会，不知道到时候您是否有时间？临海商会，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当然，我以我董茂的名字发誓，绝对没有骗沈总你。董茂，抱歉，董主席，刚才我没听出是你的声音，我为刚才的冒失为您道歉。没关系，不过这次沈总可要好好抓住机会。本来因为沈氏集团即将上市，商宴这种行为不应该邀请你的，否则很可能会牵扯到上市审查的问题。但这次是商业集团总裁亲自找到我，让我务必邀请您，您可千万不能放我鸽子。董主席，这次是商业集团总裁邀请我的？没错，怎么，沈总难道不认识商业集团的总裁吗？不是，当然不是，刚才只是突然听到这个好消息，有些受宠若惊。董主席请放心，这次商宴我一定会到场。好，那我就静候沈总的到来了。一定。挂断电话，办公室里，沈秋月高兴的差点没跳起来，但当他冷静下来后，又随即冷笑一声：王优秀，你个跳梁小丑，这次看你还怎么装。之前有谢小鱼和刘柠檬陪你演戏，我差点相信你就是传闻中的那位神秘总裁。如果你是商业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会邀请我去参加商宴？董茂挂断电话后，此时他身旁坐着的赵国昌开口道：董主席，你确定要让他参加这次的商宴吗？你应该知道的，这次沈氏集团和东方之珠的合作是我在背后促成的，要是他真的参加这次商宴，前面的一切准备都可能泡汤了。你以为我想啊？这次可是商业集团那边主动联系到了我，并且他们那边承诺他们的总裁一定会出席这次商会。这些年来，临海的企业虽然也在飞速发展，但商业集团太过耀眼，并且极为不合群，上面给的压力很大，我必须做出一些更好看的成绩出来，所以我根本没办法拒绝商业集团的要求。董茂注意到了赵国昌的不爽，于是便开口道：虽然跟东方之珠的合作可能泡汤了，但你不是在沈氏集团占着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吗？怎么，沈氏集团这块蛋糕还满足不了你的胃口？没有了王优秀的沈氏集团还能叫沈氏集团吗？别说是第二大股东，就算我成了第一大股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沈氏集团给卖了。说起王优秀，他跟沈秋月离婚之后都做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先是失踪了半个月没踪影，后面好不容易听说他回来了，结果我跟他打电话希望他回公司，这个混账直接把我电话给挂了。你们都聊了什么？也没什么，他就是问了我江初然现在的公司叫什么名字。他问这个干什么？不知道。后来我也想了这件事，估计现在他离开了沈氏集团一无所有，所以就开始打听以前的人吧。毕竟当初确实是江初然背叛他在先，这件事你我都知情，他现在没有地方可去，重新联系江初然也没什么好稀奇的。可惜了，如果王优秀这次还是自己创业，那我就又能好好赚这一笔。可偏偏他像是失了智一样，娶了这么一个胸大无脑的女人不说，最后还被他为了一个草包给赶出了公司，估计他这个人现在是真的废了。对于李国昌的话，董茂没有回应，只是说了句：天色不早了，今天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眼看得不出想要的结果，赵国昌只能先走一步，而董茂则是回家找到江初然，质问道：你跟王优秀见过面了？我去看房子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他了，不过你放心，关于当年的事我什么都没说。你把你们之间的对话全部重复一遍。听到董茂的话后，江初然将那天对话大致跟董茂重复了一遍。我听说你最近联系徐董了。王优秀他跟我放狠话，说要为了那些废物让我付出代价，我气不过就请他帮了个忙，让他帮我教训了一下那些人。这件事我听说了，但后面出了一些问题。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那个人被徐董手下的人逼得跳楼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徐董手下的人突然跳楼的跳楼，自首的自首，甚至警方很有可能会根据这次的事情调查到东方之珠身上。你现在知道自己闯下多大的祸了吗？怎么会这样？难道是王优秀发现什么了吗？我托关系问了，这件事跟王优秀没有关系。那天他虽然去了余杭，但并没有离开过医院。只要没被他发现就好。你以为他没发现这件事就完了吗？你知道一旦这件事牵扯到东方之珠，后面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吗？王优秀不盯着这件事也就罢了，如果他死咬着让这些人付出代价，你知道后果吗？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你闯下的祸现在问我怎么办？我真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因为王优秀碰到我之后顶撞我，
我也不会一气之下让徐董帮我教训他。那是你的事情。江突然，虽然我们结婚了，但你最好搞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你自己最好也知道你是怎么嫁到董家的。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董家被牵连，后果你应该清楚的吧？而与此同时，正在休息的李明秋接到了电话，在得知之前的协议取消后，他整个人都傻眼了。你们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到了，为什么视频还没有删除？情况有变，沈秋月被邀请参加商宴，并且还是商业集团总裁亲自邀请，所以这次他很有可能拒绝跟东方之珠合作。所以你是什么意思？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把视频跟监控删了？很简单，陪沈秋月一起参加商宴，并且保证在商宴上破坏他跟其他公司合作的机会。只要你能做到这点，我们的约定就继续生效。李明秋握紧了拳头，但把柄在对方手里，他只能强忍下这口怒气。你说的倒是轻松，但沈秋月根本没有跟我说这件事，也没有邀请我陪她一起去。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哦，对了，这次东方之珠的总裁也被邀请参加商宴，你可以从他身上做点文章。就这样挂了。对方说完，根本不给李明秋讨价还价的机会。看着黑屏的手机，李明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然后给沈秋月打去了电话。秋月，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没什么，就是有点心事睡不着。我看是高兴的睡不着吧？是吗？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说吗？没什么，就是公司上的一些事情。怎么了？这么晚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的那位朋友，最近亲自来临海了。是吗？他这次来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好像听说是为了参加什么商宴，他还问我参不参加。秋月，你知道有这回事吗？商宴？他不是海外的公司吗？为什么会回国内参加宴会，而且还是临海的商宴？难道是因为自己？想到这里，沈秋月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我知道，今天临海商会的主席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们公司也可以参加这次商宴。真的吗？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跟我一起去吧，正好趁这个机会，我把你介绍给我朋友认识一下，这样说不定合作的机会会更大。秋月，你都不知道，为了这次机会，我说了多少求人的话，要是不能把握这次机会，那些老狐狸不知道又会整出来什么模子。沈秋月本来有些犹豫，但在听到李明秋提到董事会的人，瞬间变了脸色。好，明天你来公司，我让设计师给你定制一身礼服，我们一起去。好，那秋月你早点休息，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宴会当天，正在跟一个妇人谈笑的徐董，这时候注意到了走过来的李明秋和沈秋月。这就是传闻中的沈总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当真算得上是商界的维纳斯。沈秋月被突然抱住，身体本能一阵厌恶，李明秋也是脸色难看。不好意思，我刚从国外回来，还没适应国内的规矩，刚才如果有逾越，还请沈总见谅。没关系，不过徐董刚从国外回来，还是尽快适应一下国内的好。这么美丽的小姐说的话，我自然要放在心上。徐董说着，伸手去牵沈秋月的手。沈秋月见状，连忙将求助的视线投向李明秋。你什么意思？你叫李明秋对吧？你认识我？你还不配我认识。不过听说你跟沈秋月关系很近，所以我就托人打听了一下你，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的还不够直接吗？如果不想你在国外办的那些事儿传到沈秋月的耳朵里，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等到我玩腻了，说不定可以给你尝一口新鲜的，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李明秋身体瞬间僵硬，眼神满是震惊。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哦，对了，作为第一次见面的礼物，我送你一个消息。在我调查你之前，还有人曾经也调查过你的消息。至于对方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只不过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喽。徐董说完，转身朝沈秋月刚才离开的方向走了过去。而此时的沈秋月刚从卫生间出来，就被挡在了门口。沈小姐，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徐董，您说的哪里的话？我们素未逢生，说什么嫌弃不嫌弃的？而且我还很期待可以跟徐董您有进一步的合作。巧了，我也正好有这个打算。我在回国之前就听说了，沈总现在的公司在运营上出现了问题，对吧？我可以帮沈总你渡过难关。本来我打算出20亿，但在我看到沈总后，我现在改主意了，我可以给你30亿。沈总你应该也不会拒绝我的条件吧？20亿，这是能够帮我镇住那些老狐狸的本钱。可如果有30亿，那我就有绝对的自信，在沈氏集团上市后，将沈氏集团带进临海真正的超一流企业。就在沈秋月闭上眼睛认命的时候，突然一道稚嫩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了过来。叔叔阿姨，你们在做什么呀？听到小孩子的声音，沈秋月瞬间清醒过来，然后连忙后撤。而徐董见对方坏了自己的好事后，脸色也难看了起来。小朋友，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阿姨，我不可以上厕所吗？小朋友，我看起来很老吗？跟小鱼姐姐比起来，阿姨你确实很老。沈秋月握紧了拳头，
但徐董可没有沈秋月这种好脾气，他来到小女孩面前，一把拽住她的胳膊。你是谁家的小孩？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场合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吗？我是跟爸爸一起来的，我为什么不能上厕所？爸爸，好，我倒要看看你是谁家的小孩，等被我知道了，看我不把你跟你那没出息的爹一起赶出去。就在徐董拽着小女孩出厕所的时候，一个拳头直接砸在了他的脸上。谁让你碰我女儿的？爸爸，这对叔叔阿姨他们好凶，还有这个叔叔闯进女厕所，要对这位阿姨做坏事。爸爸，我好害怕。你为什么会来这里？球球乖，没事了，有我在，没有人能再欺负你了。看着眼前温情的两人，沈秋月脸色难看。王优秀，我在跟你说话呢。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跟你没有丝毫关系，但现在这个人在这场场合私自闯进女厕所，并且意图对我女儿动手，这件事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女儿，王优秀，你是脑子坏掉了？你跟我结婚那么多年，什么时候有个孩子？为什么我都不清楚？这跟你无关。王优秀看向此时半跪在地上捂着脸的徐董，开口道：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否则我一定会讨个说法。你叫什么名字？王优秀。好，很好，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徐董说完就要离开，但却被王优秀拦了下来。我说让你走了吗？王优秀，你到底想干什么？徐董可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合作商，你知不知道得罪他的后果？哦，是吗？所以这就是你跟他一起来厕所的原因？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种重口味的爱好。王优秀，你……沈秋月捂着自己的脸，震惊地看向王优秀。王优秀，你竟然敢打我！啊，没错，我打了。然后呢？你都要准备打我了，我还不能还手，这是哪来的道理？而且我们已经离婚了，这句话不是沈总你说的吗？既然已经离婚了，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关系了。既然如此，我难不成还要站着被你打不成？那我岂不是成了笑话？所以你就是沈总的丈夫？哦，不对，前夫。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当然没问题。见王优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徐董脸上露出狞笑，他径直来到王优秀面前。好，你很好，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遇到过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了。虽然不知道你狂妄的底气来自什么地方，但我现在提醒你一句，有些人是你这辈子都高不可攀的，而你现在已经得罪了。是吗？可我并不觉得你算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哦，对了，不只是你，还有你身后的那个董家，以及你母亲背后的徐家，在我眼里都一文不值。这么说你听懂了吗？你是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但我只需要知道你是谁，这就够了。本来我还在想要怎么找到你，没想到你自己出现了。现在想好给我怎么答复了吗？虽然我不知道你从哪偷来的消息，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惹到我，算是惹到铁板了。告诉我，为什么要对虾米出手？虾米？那是什么东西？见对方装傻充愣，王优秀收起了笑容，眼神也逐渐冷冽下来。记住，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说完，王优秀直接抱起夏米粒朝外面走去。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沈秋月想要追上去，却被徐董再次挡住了去路。沈总，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然我之前提的条件全部作废。徐董，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我现在就把他找过来给你道歉。你找他道歉？他现在都敢跟你动手了，他还会听你的话吗？请徐董放心，这件事我还是能做好的。好，这可是你说的，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都要看到他今天跪在我面前道歉。如果你做不到，那我之前的想法全部作废。还有，徐董掏出一张房卡递给了沈秋月。徐董，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意思？沈总，再怎么说刚才那个冒犯我的家伙也是你的前夫对吧？这件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你总要有所表示才对吧？我刚从国外回来，对临海现在的局势发展还不是很了解，总是需要有个人带我熟悉一下的，你说对吧，沈总？我面对30亿的诱惑，他只能硬着头皮把房卡接了过来。沈总，你可别让我等太久，我在房间里等着你跟你前夫的到来。说完，徐董赶紧从卫生间门口离开。李明秋看到沈秋月出现后，连忙凑了过来。秋月，你没事吧？没什么，刚才就是不舒服，去了趟厕所。是吗？我刚才看到我朋友捂着脸从卫生间出来了，刚才在厕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听到李明秋这个问题，沈秋月眼神失望地看向他。是不是在你眼里，你朋友比我还重要？秋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才之所以问他，完全是因为担心他出现什么意外，然后不跟我们公司合作。你也知道，现在临海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企业屈指可数，如果不能把握这次机会，别说是那些老狐狸了，就算是上市，恐怕都会变得异常艰难。秋月，你在听吗？
接下来我要处理一些事情，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宴会上看看能不能找一些跟我们合作的公司。秋月，这时候你自己要去哪儿？我要去找王优秀。什么？王优秀他来了？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会来这种场合？他不是已经被赶出沈氏集团了吗？他是怎么进来的？秋月，你先不要去，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我懂了，他一定是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沈氏集团被邀请的消息，然后假借自己曾经的职位混了进来。秋月，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看着李明秋惊慌失措的表情，沈秋月面露苦笑。骗吗？即便是被骗了，我现在有的选吗？徐董的30亿是我无法拒绝的筹码，而王优秀刚才给我那巴掌，以及打了徐董这件事，也一定会惹祸上身。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都必须要找到王优秀。秋月，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必须要去找他，不然沈氏集团就完了。李明秋见沈秋月执意要见王优秀，整个人也失了分寸。他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就看到那个最让他讨厌的身影，于是挡在了沈秋月面前。秋月，你之前跟我保证过的，绝对不会再主动联系他的。抱歉。说完，沈秋月直接将他推开，朝王优秀走去。该死的王优秀，该死的沈秋月，你们一个个为什么总要给我找不痛快？明明都已经离婚了，为什么还要纠缠着不放？王总，谢秘书之前说的条件，我这边都没有问题。不仅如此，只要你有任何需求，尽管找我老吴，我定当效犬马之劳。此时的吴硕正在跟王优秀表态，一旁的刘柠檬闻言，则是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吴总，你好歹也是大企业的总裁，能不能不要这么低三下四？那怎么了？如果刘总听不进去的话，大可现在就直接离开。毕竟这种机会，刘总眼高，也不会看在眼里，你说对吧？那恐怕要让吴总失望了。早在你们西丘龙井下手之前，我就已经跟王总达成合作关系。吴总，您才是后来居上，好吧？眼看两人斗嘴，王优秀自始至终都只是浅笑不语。王优秀，你给我过来。爸爸，是那个在厕所里跟叔叔动手动脚的阿姨。你妈妈没有教过你，不会说话的话就学会闭嘴吗？夏米丽看到脸色很凶的沈秋月，眼泪顿时流了下来。沈总，你要是因为公司马上倒闭的事情难受，大可自己找个地方窝着，把气撒给一个小孩子，算是什么本事？王优秀，你给我一个解释，他到底是谁的孩子？你是不是早在跟我结婚之前就已经有孩子了？王优秀并没有理会，只是将夏米丽抱在了怀里，细声安抚起来。等到夏米丽不哭后，他将夏米丽交给了刘柠檬。秋秋乖，你先跟这位姐姐去吃好吃的，等下爸爸就去找你好不好？刘总，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刘柠檬见王优秀竟然把夏米丽交给自己，整个人都快笑开花了。你来做什么？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有了女儿？我什么时候有了女儿？跟你有关系吗？王优秀，不用喊那么大声，我听得到。如果你是在我们结婚之前就有了孩子，那就是你对婚姻的不忠诚，我将会重新对我们离婚这件事提起诉讼。随你。只是简单2个字，直接让沈秋月彻底破防了。王优秀，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用这种态度就可以逼着我给你低头道歉，你以为自己对我冷淡撇清关系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我告诉你，不可能！你现在马上跟我过来，然后去找徐董好好道歉，到时候我会帮你说话，争取不让对方找你的麻烦。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记得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我之间再无瓜葛。现在别说是你，就算是沈氏集团倒闭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为什么要跟徐董道歉？是你们先对我女儿动的手，现在反过来倒打一耙。王优秀，您能不能不要那么小孩子气？你知不知道徐董可是东方之珠的总裁，他一句话就能让你在临海混不下去，你现在跟我去道歉还来得及。是吗？那就让他尽管试试，我倒真想看看他怎么让我混不下去。王优秀，我这并不是在跟你商量，你现在必须跟我过去。哦，如果我说不呢？见王优秀滴水不进，沈秋月也是沉了脸色。刚才你打我一巴掌，这件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你最好不要忘了，我手里可是掌握着你偷偷转移公司财产的证据。你要是不跟我去道歉，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既然你手里有证据，那就去起诉我。你跟我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以为我会被你给威胁吧？你……沈秋月握紧了拳头，他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的结果。你别以为你耍一些小手段混进来就可以这么嚣张。王优秀，这个世界太大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刚才得罪的是什么人。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靠沈氏集团的面子偷混进来的。你信不信我现在一句话就可以把你赶出去？一旁的吴硕听不下去了，忍不住开口道：
王总，我知道现在开口确实抱歉，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请问能让我说2句吗？请便。好的，王总，沈秋月，沈总是吧？吴总有何指教？指教算不得，只是我实在不理解，你的脸皮到底有多厚，才能说出刚才那么不要脸的话？什么？先不说我们2家公司之间的事，就单单说你那些私事，你真以为你不说，外面的人就不知道了？为了一个狗屁小白脸，不仅逼得王总跟你离婚，甚至王总离开你们沈氏集团的时候，你连股份都舔着脸给要走了。你说说你，这件事你不以为耻也就罢了，现在王总不计前嫌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来参加这种商宴，可你现在竟然还在这里发什么羊癫疯？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会给你沈氏集团总裁一个面子？吴硕破口大骂，根本不顾沈秋月难看的脸色。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有王总在，别说是我，整个临海没有一个人会去看你那什么沈氏集团一眼，你明白吗？还有，你既然都选择小白脸，并且跟王总离婚了，你还舔着脸上赶着要求王总，你到底是哪来的脸？你难道还以为就算离婚了，别人还要像一条哈巴狗一样，你说什么就要听什么？沈总，你要是脑子有病，那就去医院治，你要是掏不出治病的钱，这笔钱我给你拿了，并且可以保证给你安排最好的病房，你可别当畜生了，当个人吧，可以吗？吴硕可不比王优秀，在临海除了公司的那些老狐狸，还没有他不敢说的人。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可以不计较吴总你刚才的失言，但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说法？你想要什么说法？很简单，刚才吴总当众说错了话，对我造成了声誉上的影响，我也不过多计较，但希望吴总撤销对我们沈氏集团的封杀，这样就算你给我道歉，我们2家重归于好，如何？沈秋月，你是真的一点脸都不要了。我知道你们沈氏集团有困难，于是不惜跟董事会的股东对着干，也要跟你们合作，可你是怎么做的？你居然放了我鸽子，这也就算了，我在办公室等了你1天1夜，就等你来亲自解释，我们2家还能化干戈为玉帛，可你呢？这么大的事情，你就派一个小瘪三过来，你真当我西丘龙井是泥捏的？眼看吴硕当众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沈秋月下意识后退一步，这时李明秋快步走了过来。吴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话是在说我是小瘪三吗？你自己知道就好。还有，沈总，我们2个之间谈话，现在却跳出来你养的小白脸，这就是你们沈氏集团对待其他公司的态度吗？你说谁是小白脸呢？说的就是你，怎么你还想当众打我啊？来，你碰我一个试试。现在这里可都是临海各界的名流，你现在只要敢碰我一下，我保证从今往后整个临海都将再无你的立足之地。吴硕一句话，直接给李明秋所有退路都给堵死了。在李明秋进退两难的时候，沈秋月更是脸色铁青。你出去。秋月，我现在可是在帮你出气，你竟然还要赶我走？你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吗？你赶紧给我出去。好，秋月，这可是你说的，你最好别后悔。说完，李明秋头也不回朝会场外走去。吴总，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沈氏集团过不去了？不好意思，你沈氏集团还进不到我的眼里，所以算不上过不去，只不过我看不惯某些人的嘴里又当又立，既然主动提出了离婚，那就应该老老实实过好你自己的日子。现在你遇到问题，就又想到了王总，我倒是想问问你，你早干什么去了？你一直针对我是什么意思？我跟王优秀之间的事，本来从一开始就是他的错。吴硕原本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王优秀上前一步挡了下来。你说我们2个离婚是我的错？没错。那好，你来讲讲我有什么错？当然是心胸狭隘，我不过是去酒吧放松一下，你就打电话轰炸我，跟别的男的喝个酒，拍个照片发朋友圈，你都能吃醋。王优秀，我是人不是你的工具，我也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不是你太没情调，又管我那么多，我至于会跟你离婚吗？王优秀在看着沈秋月义正言辞的表情，也是被逗笑了。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我通宵在公司加班的时候，你在酒吧陪别的男人喝酒，甚至勾搭着拍情侣照，我就不应该吃醋或者生气？不然呢？我只是跟他们去喝了个酒，玩了个游戏，我又没过界，你凭什么管我那么多？换1万种说法，如果你在生活中但凡有情调一些，我会至于跟你离婚吗？王优秀强忍着怒火。所以你作为我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在我们婚姻存在期间，你跟别的男人勾肩搭背拍情侣照，我就不应该生气。在你夜不归宿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询问你在什么地方，打扰了你的好事，就成了我在吃醋。沈秋月，你一句想要成为上市公司的总裁，我每日为你操劳，我每天在公司加班到甚至只能睡3-4个小时的时候，你怎么不嫌弃我没情调？在我冒着暴风雪去谈合作的时候，你怎么不嫌弃我没情调？你说我吃醋，
那我倒想问问你，在我们婚姻存在期间，你什么时候履行过自己作为妻子的义务？在我熬夜加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哪怕打一通电话？在我照顾你父母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夸奖过我一句？在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你是怎么回答我的？你自己还记得吗？眼看王优秀当众问出这些问题，沈秋月一阵慌乱。你又不是小孩子了，生个病还需要我关心你吗？再说了，你做这些是我逼着你做的吗？既然这些都是你自己主动愿意做的，那我为什么要夸你？面对沈秋月这番逆天的言论，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沈秋月，你他喵还是人吗？王优秀为你做了多少？你为他都做了什么？就是，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恬不知耻的人？听不下去了，这沈秋月是脸都不要了。为了老婆的梦想，每天都在公司熬夜加班，直到生病住院。结果老婆不但不领情，甚至还在酒吧跟别的男人玩暧昧。我直接哭死。兄弟，你坚强。这种人是怎么混到商业来的？滚出去！赶紧让他滚出去！没错，滚出去！周围围观的人朝他扔了一个橘子，然后不断有东西朝他身上扔了过来。沈秋月整个人都显得狼狈不堪。王优秀，这就是你的计划吗？计划？你还不配让我对你用什么计划？眼看这场闹剧就要无法收场的时候，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了过来。怎么了？这边怎么站了这么多人？是有什么节目吗？董主席，这不是沈氏集团的沈总吗？你怎么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是谁欺负你了吗？我作为这次商宴的举办方，绝对不会允许企业霸凌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沈总你受委屈了，尽管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讨个公道。沈秋月直接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董茂。在听到沈秋月的逆天发言后，他也是眉头直跳，然后来到了王优秀的面前。王优秀，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跟沈总离婚后就已经离开了沈氏集团，对吧？如果不是沈氏集团的话，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邀请你来参加这次的商宴。还是说你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办法混进来，想要讨份工作？董茂言语犀利，上来就是一阵奚落。沈秋月在一旁看到董茂帮自己撑腰，重新露出了自己骄傲的一面。王优秀，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现在临海商会的主席出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厉害多久。工作倒是不需要，只是没想到堂堂临海商会的主席竟然会不分青红皂白帮人说话，这跟我记忆里的董主席有些不太一样。不，在你的记忆里，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想想，是个好人。王优秀，都到这种时候了，你竟然还敢开董主席的玩笑，还不赶紧给人家道歉？抱歉，我刚才夸董会长是好人，没想到还需要道歉。看来董会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王优秀，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难道我说错了吗？我刚才可是夸你是个好人，但夸你是好人还需要道歉，那你不就只能是个坏人？怎么？我说的哪里有问题吗？王优秀，你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混了进来，但你应该知道，没有我的邀请，你没有资格参加这次的商宴，对吧？是吗？按照你的说法，接下来是不是要请我离开了？那倒也不至于，毕竟来者是客。但沈总毕竟是我亲自邀请过来的客人，而你刚才出言不逊顶撞了沈总，这件事你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不然将来再出现这种问题，岂不是随意一个牙尖嘴利的人坏了气氛，都要我来主持公道？如果我说不呢？不，既然你参加这次商宴，你就应该知道这场商宴是为了谁而办的吧？这个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已经离开了沈氏集团，那就必须要认清楚现实。首先，临海所有企业都受商会的制约，如果你今天不道歉，我可以保证整个临海将不会有一家企业可以接纳你去上班。是吗？那如果是商业集团呢？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我今天召开这次商宴，便是达成了跟商业集团的合作。从今天开始，商业集团也会加入到我们临海商会。我知道你的想法，你今天混到这次商宴，无非是为了借这次机会攀上商业集团的大腿，然后东山再起。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一句，你打错算盘了。从今往后，你只要在临海一天，就永远翻不了身。如果我说商业集团绝不会加入临海商会呢？够了，王优秀，你难道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董主席都已经说了拿下跟商业集团的合作了，你还在这里胡言乱语，你难道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你还不赶紧跟我走，然后一起去道歉？沈秋月上前想要拉着王优秀离开，突然一只手直接掐住了他的手腕。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都当成耳旁风了是吗？我没有警告过你不准再碰王总吗？谢秘书，你怎么来了？这次来的不是商业集团的总裁吗？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还是说沈氏集团打算从临海彻底消失？你少在这里借势欺人！我警告你，今天这里可是临海商会举办的商宴，你要是打算闹事，董主席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临海商会这东西也就在你眼里是个宝贝，但我告诉你，它在我眼里狗屁不是。谢小鱼此话一出，董茂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知道，并且我现在很清醒，也很清楚。还有，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从今往后离王总远一点。如果你继续纠缠不休，给王总带来麻烦的话，我不介意让沈氏集团从临海彻底消失。你好大的口气，你尽管试试，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能让我沈氏集团说消失就消失。好了，今天你不应该在公司加班吗？为什么你过来了？抱歉，王总，本来今天应该是邱副总来帮您的，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邱副总暂时来不了，所以只能我过来了。没关系，今天谁来都一样，反正我也没打算在这里待到结束。是，王总。此时的沈秋月看着谢小鱼对王优秀的态度，眼睛已经极度的快要冒火了。唯独董茂在听到谢小鱼的话后，带着笑脸走到谢小鱼面前。刚才不知道谢秘书会亲自前来，如果知道的话，我一定亲自到门口迎接。刚才董某有失礼数，希望谢秘书不要介意。面对董茂的讨好，谢小鱼没看他一眼。王总，要开始吗？本来还想多等一会儿，但看现在的样子，似乎没这个必要了。于是，王优秀朝商宴的发言台走去。王优秀，那是你能去的地方吗？还不赶紧给我回来道歉！闭嘴！如果你不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那就给我滚出去。之前我看在王总的面子上，给你留足了情面，但如果今天你胆敢坏了王总的好事，现在我就会让人把你给扔出去。你敢？我可是你们总裁亲自邀请过来的，你一个小小的秘书，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总裁，沈秋月啊，沈秋月，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夸你聪明好，还是夸你蠢好。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到底是谁邀请的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你一直以来的骄傲，无非是沈氏集团给你的底气，但你马上就会知道，你所谓的骄傲，在我们眼里根本一文不值，并且你会为你曾经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后悔。好，好，好，你竟敢这么说，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哪来的底气，说出这句话。王优秀来到发言台，对在场的所有人直接平静道：我今天来参加这次商宴，只说3件事情。不是，你什么身份就敢站在发言台发言？就是董主席还没上去发话，你先上去了，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我看他不是脑子有病，而是言语竞标了。该不会他承受不住打击，人直接傻掉了吧？首先，第一件事，商业集团原本对外竞标的海港项目取消。什么？你是不是疯了？商业集团的竞标本来就是公平公正的，你算什么东西？说取消就取消？董主席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会邀请这种人过来？我也受不了了，你给我滚下来！快滚下来！此时，人群已经彻底炸开了锅。我知道各位可能不相信，所以我特意安排公司给各位准备好了文件。关于这次的竞标，商业集团决定跟刘氏集团达成正式合作，接下来商业集团的所有海贸生意都将由刘氏集团接手。沈秋月再也忍不住，直接大吼道：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说商业集团会把这次的合作交给刘氏集团？王优秀，你算什么身份？你凭什么代表商业集团？感谢商业集团总裁对我刘氏集团的信任，我刘氏集团定然不负所托，保证完成我们双方之间的合作。这怎么可能呢？刘柠檬，你在说什么鬼话？你一定也是在骗我们。骗沈秋月，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等今天，等你亲自知道真相这一天。这口气我憋了不知道多少年。当初你一句想要创业，王总就帮你成立了沈氏集团，你不过是在商宴上见过我一次，就跟他说不想看到我耀武扬威的样子，说你可以跟我站在同一个位置，王总就创办了商业集团，一下抢走了我刘氏集团的命脉。沈秋月，你真以为你现在能够跟我平起平坐，是你自己的本事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在我眼里算个什么东西？此时，刘柠檬言语间满是快意，似是要将这些年的委屈全部道出来。商业集团怎么可能是王优秀建起来的？这不可能！沈秋月，你还不愿意面对现实？说实话，本来我已经绝望了，我以为刘氏集团会被镇压一辈子，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可现在，我真的想要好好谢谢你。如果不是你跟王总主动离婚的话，王总也不可能把这次竞标的机会让出来，更不可能给我刘家翻身的机会。对了，再告诉你最后一个秘密吧，王总不仅仅是商业集团那位神秘的总裁，同时就连西福地产那块地以及这次的海贸合作，从一开始这一切都是王总给你准备的，是你自己亲自将这原本属于你的一切都送到了我手里。沈秋月啊，沈秋月，你才是我命中的大贵人啊！刘柠檬笑得摇曳生花，反观沈秋月早已无法承受这些消息，
商宴众人更是被刘柠檬口中的真相给震惊到。就在沈秋月崩溃之际，董茂站了出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刘氏集团应该属于临海商会的一员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刘氏集团拿下跟商业集团的合作，是不是也应该先通过商会的审批？还是说刘氏集团打算脱离临海商会？本来我想私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既然董主席当众说出来了，那我就直接给你一个回答。从今天开始，刘氏集团正式退出临海商会。不仅如此，同时会并入商业集团，成为商业集团的一份子。刘总，你确定要退出临海商会？没错。这个决定，刘家长辈都知道吗？自然，既然我能当众说出来，那就说明我已经通过了家族长辈的同意。还有往后我们刘氏集团内部的事情，就不劳董主席你费心了。我刘氏集团会管理好自己的公司和企业。刘柠檬一句话直接得罪了董茂不说，更是当众将他的脸面狠狠踩在了地上。既然是刘总的选择，那我自然尊重，只是希望刘总以后不要为今天的决定后悔。放心，他一定不会后悔。王优秀，不对，王总，你以为凭你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帮助刘氏集团重新走向辉煌吗？董主席这是在当众威胁我了。威胁算不上，只是告诉王总一些事实而已。事实吗？既然你要告诉我一些事实，那我今天不妨也告诉各位一些事实。谢小鱼把2份文件拿了过来。这是我要告诉各位的第2件事。临海商会主席董茂，董先生通过不法手段洗黑钱，同时将大量资产偷偷转移到国外，这件事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事实。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而此时董茂看向王优秀的眼神也充满了杀意和危险。王总，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看来王总刚才是喝醉了，在这里胡言乱语。保安呢？还不把王总给请出去？怎么，董主席这是恼羞成怒，还是做贼心虚，要把我给赶出去？如果说想要借酒店的手把我赶出去，这种想法我劝董主席还是尽早打消的。毕竟我这个人很讨厌做没有准备的事情。所以你猜猜这个地方现在是谁的产业？董茂瞳孔紧缩，难以置信。所以王总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场子在我眼里，这种层次的商业连场子都算不上。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所以我不介意将这2份文件传给各位看看。谢小鱼已经将手里的文件递了出去，可这次没有一个人敢去接谢小鱼手里的文件。王总今天的算盘似乎打错了。是吗？我可不这么觉得。哦，王总还有什么准备？王优秀示意谢小鱼将文件递到自己手里，随后当着众人的面举起其中一份文件。我知道你们对我说的话可能不相信，又或者说害怕董主席的权势，但我今天既然站在这里，那就说明已经有了十足的证据。这份文件是平安国际的所有流水和账目。各位可能对平安国际这个公司不太了解，我说的简单一点，那就是董主席的妻子江初然便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听到这里，众人皆是一愣。董主席每次出现的场合永远都是一个人，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女伴，可现在王优秀竟然提到了董主席的妻子。听王优秀的意思，似乎董主席的妻子还不是一个普通人或者手握权势的大家子女，而是一个商人。要知道，董主席现在可是临海商会的主席，按道理说他手握重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避嫌，不然就会有很多人钻这个漏洞，到那时候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身为临海商会的主席，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娶一个商人？这件事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我跟他虽然是夫妻，但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并且为了防止各位误会我以公谋私，所以才一直掩盖店内从商这件事。对于董茂的辩解，王优秀也没有太大的波动。首先从这份账目上看，平安国际的账确实很干净，但有一些账却来路不明，而这些流水通过最后的统计，每个月高达10亿之多。刚才我没听错吧？每个月高达多少？10亿。平安国际这家公司我好像听说过，就是一家做医疗美容的公司，并且还有自己的加工厂。按照他们的规模，一个月如果说几千万我还信，但是一个月能做10个亿吗？10个亿，我累死累活几年，恐怕才能净赚这么多。一个小小的美容机构，竟然这么赚钱？开玩笑的吧？真当钱是路边大风吹来的？一个月10亿，这里面要是没什么黑幕，我直接把桌子给吃了。耳旁的窃窃私语声让董茂直接沉了脸色。姑且不说你手里的账目是真是假，就算是真，没有调查令私自调查别人的企业，你违法了知道吗？刚才董主席不是义正言辞要把我赶出去吗？怎么现在开始跟我扯律法了？就算这件事是我妻子做的，并且其中可能有账目不清晰，但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当然是很有意思的关系。关于这每个月10亿的资金往来，通过调查正是来自一家名为东方之珠的国外企业。东方之珠。听到这个名字，原本眼神已经黯淡无光的沈秋月猛地亮了起来。东方之珠这家公司在国外主做的外贸，但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他在国内开了很多家皮包公司，并且不做正经的生意，只做放贷的生意。此时的董茂已经慌了神，
掏出手机想要打电话出去，但无论如何都拨不出去。看着董茂额头的冷汗，王优秀冷笑道：“想打电话联系人，然后拦住我不把真相说出来吗？晚了。”在我到来之后，已经按照王总的吩咐屏蔽了会场的所有信号。当然，各位也不用慌乱，商宴的安全可以达到绝对的保障。不过，在这场商宴结束之前，还请各位管好自己的手机。王优秀，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这句话说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说是我到底要做什么，而不是说你们对我还有我身边的人做了什么？5年前，你们用卑鄙的手段让江初然背叛了我，并且将我身边所有人都赶走了。如今5年过去，我本来只打算跟江初然算清楚当初的账，可我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心狠手辣，竟然连一个孩子的父亲都下得去手。麻烦董主席告诉我，从前也好，现在也罢，所有的事情跟虾米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我并不知情。不知情？好，既然你说这件事你并不知情，那我就给各位讲点更有意思的。刚才我提到了东方之珠，因为它是国外的企业，所有各位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所以我就直接告诉各位了。东方之珠的总裁名为徐董。徐董？众人皆是一阵茫然，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各位对徐董这个名字不知情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是董家从小就送到国外培养的小儿子。刚才他说什么？董家还有一个儿子？我了个惊天大卦，今天也太精彩了吧！东方之珠的总裁是徐董，而平安国际的总裁是江初然。江初然是董茂的妻子，那也就是说，徐董就是江初然的小叔子。我去，那意思不就是平安国际账目上每个10亿的资金往来都是徐董在帮江初然洗钱的吗？我了个乖乖，这件事竟然还有这种秘密，我真是长见识了。听着众人的议论，董茂牙齿都要咬碎了。虽然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但凡是说话都要讲证据的。姑且不说这件事我并不知情，即便他们之间有资金往来，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钱都是非法得来的？证据？说得好，凡事都要讲证据。所以为了证明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我在来之前就把手中的文件提前发给了反贪局。如果我刚才说的都是假的，那么就当我是小丑罢了。但是王优秀弹了个响指，只见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径直走到董茂面前。董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行贿，并且转移国内财产，希望您可以配合我走一趟。你们有调查证据？自然。你们是山海省的工作人员，按道理出现这种事应该由临海市的工作人员接手。根据上面的命令，临海市暂时无权接管这件事，山海省将直接接管此事。如果董先生对此事有异议的话，可以保留。现在请跟我们走上一趟。眼看挣扎的希望没有了，董茂看向王优秀，眼中说不出的怨恨和不解。好，我可以跟你们走，但请让我问他一个问题，可以吗？可以。王优秀，你做这一切真的只是为了江初然的背叛吗？本来打算等你走了之后，等你出来的时候再给你一个惊喜。既然你现在就想要知道，那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吧。王优秀说着，拿起文件，面对众人。鉴于目前临海的商圈形势并不明朗，并且加之拉帮结派的人很多，导致临海商圈的环境乌烟瘴气。在这种不良的风气下，一个城市的经济和命脉很难得到质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并且在跟上面沟通后，决定以商业集团为主体，临海各行各业为辅体，成立一个新的经济联合体。你说什么？王优秀，你以为一个新的商会是那么容易成立的吗？如果没有人担保的话，就凭你一句话根本就做不起来任何事。谁说他没有担保的？我已经提前跟你打过招呼了，为什么不来接我？抱歉，没时间。没时间？当初你有时间飞去天津给一个女人做了1周的雕塑，你都没时间开车来接我。下次一定。你又是谁？你有什么资格给他担保？我临海董家终究是小门小户，就算是有徐家的帮衬，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女人3言2语便直接道破了董家的所有家底。不过你既然问了，总要让你死个明白。我姓温，温家嫡长女温柔，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就算你是天津温家的大小姐，但你手里并没有实权，以公司的名义作为担保，根本不能够成为担保的凭证。你说的对，所以这次给他担保的人不是他，而是我。那是魏青梅。什么？山海省上工局局长魏青梅？魏局长，你为什么要替他做担保？明明临海已经有临海商会了，根本就不需要成立新的商会。是吗？你说临海有一个临海商会了，对吧？可为什么文件上却说你在私下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对于二流以及拥有上升趋势的企业，并不是扶持的态度，而是一味的打压？根据群众的汇报，在你任职临海商会的主席期间，你通过明里暗里的威胁，借助平安国际仅贪污几十亿，如果不答应你条件的企业，就会受到临海商会那些上流企业的联手打击。董茂，哦不对，董主席，我刚才说的这些有错吗？面对魏青梅的质问，董茂还想要辩解。对了，忘了提醒你了，你们当初联手逼死的那个人是我的姐姐。你觉得我如果没有掌握十足的证据，会出现在你面前吗？当年的密信
我虽然通过家族的讨论了解到只言片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董茂突然想到了一些东西，随后眼神绝望地看向王优秀。从一开始你就在谋划这些了吗？我也曾经想过放下，可有些人有些事，每次闭上眼睛的时候，总会在我的梦里出现。你说我能放下吗？王优秀，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魏青梅，我要举报你，我要举报你以权谋私。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徇私，如果我真的以权谋私，这笔账我也不会等了足足7年。这7年我一直在找证据，你猜我现在找到多少了？既然闲聊的话说完了，那就好好接受调查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自己犯过的事全部说出来，这样或许对你的量刑会轻一些。当然，如果你继续顽固不化的话，那就等着证据一点一点全部公之于众吧。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说完，魏青梅摆手，示意工作人员将董茂带走调查。与此同时，随着这次宴会的彻底结束，临海卷起了一场新的风波。有人欢喜，自然就有人愁。正在酒店休息的徐董就是其一。你怎么来的这么慢？我的耐心。徐董对吧？是我。你们是谁？徐董先生，我们现在以涉嫌洗黑钱、转移国内财产，并执黑养黑的情况对你提起诉讼，希望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我拒绝，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抓人？徐董还想挣扎，但一纸拘捕令直接断绝了他所有挣扎的可能性。而此刻的临海董家大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一场商宴，董茂和徐董为什么都被抓起来了？到底是哪个王八蛋竟然敢这么对我儿子？给我说！这里虽然是董家，但一直手握大权的并不是董白耀，而是一旁的徐丽。眼看徐丽发飙，这才有人鼓起勇气，把自己得到的消息告诉给了徐丽。这不可能！你们确定商业集团的总裁是王优秀？确定。不仅如此，他在安排人把董茂抓进去后，还成立了新的经济联合体，公司正式改名为蓝米科技。怎么会这样？这些年来，我不是让你们一直盯着王优秀的吗？你们都盯在狗肚子里了吗？连这么重要的大事都不知道。面对徐丽的谩骂，众人全都不敢言语。江初然呢？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前段时间，因为他让小董办了一件事，给董茂那孩子添了不少麻烦，然后被董茂给送出国了。尽快通知江初然，让他无论如何都别回国。只要他回不来，其他人死咬着没有这回事。就算有证据，少了关键的人证，最后他们只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他。在董白耀打电话的功夫，徐丽警告董家众人：今天发生的事，最好老老实实憋在肚子里。要是谁敢传出去一句，后果你们是知道的。众人闻言，皆是被吓出一身冷汗。对于徐丽的手段，他们都心知肚明。对了，还有一件事，这次蓝米科技的成立是魏青梅特意过来准许的，并且据说天津温家的大小姐也过来了。什么？你们确定？确定。当时只要参加宴会的人，基本都看到了他们一起出现的。魏青梅到场后，拿着证据把董茂给抓走了，然后帮王优秀担保成立了蓝米科技。但是温家大小姐到场之后，并没有表态，暂时搞不清楚她的目的。好，这件事我知道了。关于董家的事，我会给各位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我没有开口之前，这些天你们最好全都老老实实待在家，别出门。该生病的生病，该去国外旅游的去国外旅游。各位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王优秀这小兔崽子1分钟都不安生，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翻天？王优秀，王优秀，你2个儿子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你不去想着怎么把他们救出来，还有心思在这里想王优秀？董白耀被一巴掌打懵了，但他看着徐丽难看的脸色，也是敢怒不敢言。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你现在马上通知下去，董家闭门谢客，我尽快跟那边联系上，然后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董白耀闻言连忙应了下来。等到董白耀离开之后，徐丽掏出手机直接拨通一个电话。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还跟我打电话？我2个儿子被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抓起来呗，随便找找关系放出来不就行了？他们是被王优秀给送进去的，并且执行的人还是魏青梅。然后温家那个臭女人不是已经跟董家订婚了吗？为什么还会出现在临海？你刚才说什么？王优秀？废话，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没有提前通知我？你当我是百度吗？什么消息都知道。还有，你说的消息确定不是假的？我2个儿子都被抓起来了，我还有心思在这里跟你开玩笑？你最好拎清楚自己的身份，再敢跟我大吼大叫，从今往后都不用联系我了。好啊，我可以不联系你，但你当年做的事，我保证明天就会出现在新闻的头条上。从那件事之后，你我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在这里装什么高调子？你是不是忘记了，当初是你自己信誓旦旦保证可以在临海看好文优秀，你早不通知我，
却在出了事之后才联系我。我倒想问问你，让你看到王优秀看到哪去了？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却没有提前通知我？我给你打电话不是为了跟你吵架，现在这件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两人商量了好一会，才达成了一致意见。够了，这件事我知道了。虽然我不能直接插手这件事，但温柔毕竟有婚约在身，经这么一闹，丢人的不只是温家，还有天津董家。我会尽快将消息传到董家那边，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到时候你就看好戏就行了。还有，这段时间不要跟我联系，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麻烦。这不是跟你商量，而是警告，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好，只要你能把我2个儿子捞出来，任何事我都能答应你。王优秀带着魏青梅还有温柔来到了家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见王优秀还在装糊涂，魏青梅直接挑明道：你主动找到我，并且还将这些年搜集的东西交到我手上，就只为了扳倒这种小地方的一个小人物，不可以吗？可以。当年你可以逃避责任，离开王家，自己躲到这种小地方逍遥自在，并且娶了一个普通人当妻子。现在你自然可以用这些证据来扳倒一个小人物，毕竟当年你就是这么做的，不是吗？小姨，如果你还记得我是你小姨的话，你最好跟我说清楚，你这次到底想要做什么？眼看魏青梅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王优秀看了温柔一眼。干嘛看我？老娘可是为了你，连温家都不要了，你还想让我滚蛋不成？就是这样子。没关系，这孩子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了解他。如果他选择了你，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会来找你，所以他不是什么外人。你有什么只管说。魏姨，还是你对我好。我要回天津。你想清楚了？当年我还小，觉得没办法承受这些，所以选择了逃避。但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妈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有一天她去世了，要跟我爸爸葬在一起。可现在他们却分隔两地，甚至连我妈的名字都不能入王家祠堂，这口气我咽不下。你打算怎么回去？前段时间因为温柔这孩子执意来找你，温家已经跟王家闹崩了。原本王家打算要你回去，但经过这件事，他们巴不得跟你撇清关系。不过如果你想现在就回去的话，我可以跟你外婆说一声，到时候只需要……都不用。那你打算怎么回去？当然是打回去。我妈平白无故饱受冤屈，被一个女人给逼到死路，整个王家上下没有一个人为她辩解，帮她说话，每个人都巴不得她早点死，早点离开王家。他们每个人的嘴脸，我现在都还记得。所以，小姨，如果我就这样回去，我做不到。我要让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付出代价，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回天津见我母亲。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临海这边的事情，我会尽快给你一个答复。至于证据背后的关键人物，我会想办法帮你控制住，但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用不了多久，我可能就要重回天津了。魏姨，你要回去了？既然蓝米科技出现了，并且临海董家的人也都被抓了起来，那消息现在恐怕已经传到了天津，那些人肯定看不惯我继续留在上海省，所以不如我自己主动回去。你最好也有心理准备，天津董家不同于临海董家，那是真正的豪门，就算是温家也要给他们3分薄面。有婚约在身的前提下，你带着全部家当跑到临海，恐怕现在整个天津都已经乱了。魏姨，你就不能帮帮我吗？如果我姐还在的话，别说是区董家，就算是温家也拿你没办法。但是，温丫头，你先出去，我跟她有些话要说。好。等到温柔离开后，魏青梅看向王优秀，眼底浮现出一抹柔意。这次是真的考虑清楚了。那就好。之前你外婆一直跟我说，当初她做错了，她到现在都很后悔那天没有去王家。我来的时候跟她老人家通了一个电话，她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她说了什么？想回来就回来，魏家永远都是你的家。如果再有人欺负你，就算拼上整个魏家也在所不惜。小姨，这件事我知道了，但有些事情不是事后后悔就能改变的。魏青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交到了王优秀的手上。等到你回到天津那天，拿着这把钥匙去一趟你妈妈的小屋子里，那里有她留给你的礼物。我知道你很难相信，但姐姐她似乎早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所以提前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但她叮嘱过我，只有你足够有担当，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时候才能交给你。这份礼物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可以跟你说一点，那就是姐姐她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她很不简单吗？过2天我就会提前回天津，帮你准备好路。等到你回去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小姨。对了，还有最后2件事，我必须交代你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临海商会的问题。虽然关键的人都抓起来了，马上也可以展开调查，但最关键的人证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江初然，关于你朋友的事情，通过抽丝剥茧，基本把徐董送进去没什么问题。但想要搞定董茂，眼下的证据还不太够，因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他本人并没有参与这件事。除非你能找到关键的江初然，否则最多只能调查他几天就要放出来。好，这件事我知道了。最后一件事就是董家。董家1个月内，我会让董家从临海消失。不，我说的可不是临海的董家，临海的董家撑死了，不过是一个用来在临海监视你的傀儡。我说的是天津董家。天津董家，我可不记得跟他们打过什么交道。以前的确是没有，但往后就有了。什么意思啊？温柔那小妮子跟董家有婚约在身。温柔和董家？原本温柔的婚约是在你身上，但后来你脱离王家，同时放弃了王家大少的身份，所以温家就决定断绝跟王家的婚约，同时帮温柔安排了新的婚约，就是董家。不过温柔那丫头并没有妥协，而是学着你一样脱离温家，自立门户。不过对于温柔这种叛逆的决定，董家似乎并不介意，所以一直以来都任由她肆意为之。但就在最近，温家找到王家大闹一通之后，董家也听到了风声，加上如今温柔大张旗鼓来到临海给你撑腰，恐怕天津董家那边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难怪他来找我的时候说要我帮他，要为他负责，合着是在这里给我挖坑呢？虽然以现在魏家的实力可以保住你，但如果真的要拼的话，你应该知道后果，而且是为了一个女人。恐怕你外婆她为了一个女人，所以当年就是因为这个狗屁理由，他才会眼睁睁看着我母亲被逼死，对吧？卫青梅闻言张了张嘴，但半天没有发出声音。小姨，我们都已经凑过一次了，如果这次连他都保护不住，我谈什么回天津？回去之后继续成为他们手里的工具，或者被嘲笑的落水狗吗？当年我被蒙在鼓里，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但这次既然我知道了，我就不可能让他重蹈覆辙。好，这样也好。既然你做好决定，那我什么都支持你。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恐怕有你忙的，我就不打扰你了。说完，卫青梅朝屋外走去，而王优秀则是看着他母亲留给他的那把钥匙。第二天，沈氏集团会议室里，怎么回事？这都几点了？为什么沈总还没有过来？电话还是打不通吗？沈总关机了，怎么打都打不通。谁知道沈总住在哪？沈总好像搬了一个新的地方，现在谁都找不到。老赵，当初你信誓旦旦告诉我们可以追加投资，哪怕最后失败了，还可以釜底抽薪。你告诉我们，这就是你所谓的釜底抽薪。顿时，整个会议室变成了对赵国昌的讨伐会。好了，现在公司还没破产呢，慌什么慌？眼下虽然蓝米科技成立了，但对方显然没有主动对我们出手的意思。只要他不动手，我们按部就班还可以上市。现在临海的合作商都已经放弃了跟我们的合作，就算沈氏集团能够做出成绩来，那做出来的东西谁来买单？我说你们是不是这些年养尊处优习惯了，连基本的商业道理都不懂了？没有了合作商，难道就不会直接开直播在网上卖？网上卖不出去，难道就不会转投海外？树挪死，人挪活，你们能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些？面对赵国昌的训斥，众人终于勉强冷静下来。现在眼下最关键的还是联系上沈总，只要沈总还在公司一天，那沈氏集团就不会垮。现在只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沈秋月身上，只要王优秀还念及旧情，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甚至如果沈秋月和王优秀如果能重新走到一起的话，并且能够进入蓝密科技，那么想到这里，赵国昌兴奋了起来。而与此同时，王优秀收到了江初然回国，并且他还主动选择了自首，愿意坦白一切的消息。可以陪我先去个地方吗？没问题。临海市拘留所，你来了，他是跟你没关系。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就老老实实交代清楚，这样或许还可以少做几年。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帮不了你，也不可能帮你。虎子找我了，我知道。他跟我说让我转告你一句，他去看完虾米就马上回来找你。他还跟我说那天是我生日，你已经跟他们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还打算告诉我。是这样，小鱼也好，胡子、虾米也罢，我都告诉他们了，并且我们一起给你准备了蛋糕，准备在你许完愿之后，就把我跟胡子的身份都告诉你。所以是我没有等到你坦白，对吗？可你为什么先告诉他们，不告诉我？如果你先告诉我的话，我怎么会背叛你？我无论如何都会站在你身边，跟你共进退。为什么你偏偏要最后告诉我？
难道在你心里，我是最不重要的吗？你喊我过来，只是为了说这些吗？王优秀，你记住，不是我先背叛的你，是你先瞒的我。切，我认识你，你叫江初然对吧？准确来说，也不能说是认识，只是当初我想要看一下是怎样的女人会背刺我身边的这个笨蛋。本来我还寻思着能够背刺他这样的人，起码是一个有脑子的商业天才，最不济也是骗了他的心的绝世渣女。但如今看到你之后，我突然觉得似乎我一直都高看你了。原来你就是个只会抱怨别人，将所有责任推给别人的废物。温柔言辞犀利，没有给江初然留一点面子。你到底是谁？我是一个被他抛弃的未婚妻，在得知他离婚并且准备创业后，打包了所有资产来送给他的笨蛋。怎么我这样的身份说不得你吗？你刚才说只因为他隐瞒自己的身份，你才决定背叛了他。可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他们都说我是个被抛弃的破鞋，是个谁都不喜欢的臭女人。因为被逃婚，我在天津被人看尽了笑话。难道我就要因为这个理由去记恨他，把所有的错都算在他的身上？是，他是个混蛋不假，可你有试图去了解过他为什么会变成混蛋吗？你只不过是不知道他的身份，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天大的背叛一样。而我当了别人嘴里好几年的笑话，最后还是回到了他身边。我请问，你到底哪来的底气在我面前，把责任全都推到王优秀的身上？换一个角度来说，就算他隐瞒了身份，那些年他帮你创业的经历是假的吗？公司是假的吗？还是你银行卡的余额的是假的？我看你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了骂娘，吃着他给你挣的饭钱，喝着他给你赚的酒钱，然后还要在这里平白无故被你栽赃，说是他先背叛的你。我请问呢，你是真的一点脸都不要了吗？温柔的话字字诛心。我错了，原来都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错了。既然错了，那就老老实实交代跟改造。要是你再整幺蛾子，打扰到我或者他的心情，就算在拘留所，老娘照样进去抽你嘴巴子，信不信？我们走。从头到尾，温柔不给王优秀一点反驳的机会，看着他气呼呼的模样，王优秀笑了。你笑什么？刚才那些话不只是跟他说，也是在抱怨我，对吧？你滚啊！王优秀看着温柔气呼呼的眼神，认真的说了一句：“对不起。”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当初我受到的打击太大，最后选择了逃避，却没有想到会怎么伤害身边的人。这些年我一直不敢去天津，就是因为我问心有愧，我怕自己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我母亲。切，悠悠还不敢去天津？那你怎么为了一个女人专门跑到天津去学雕塑？这天还能不能聊了？哼，你急了？你要什么？这还差不多，算你还记得。来的匆忙没带衣服，然后日常用品乱七八糟的，还有我的大熊。一路上温柔巴拉巴拉说了很多，王优秀全都记了下来。商业集团，邱总，你说这个新总裁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回来？就是说啊，公司本来运行的好好的，现在他突然凭空出现要执掌公司，这样一来公司不就乱了套了？就是商业集团本来好好的，现在又是招标又是改名字，他跟我们商量过吗？众人对于这个决定都极为不满。各位请注意言辞，我不是什么邱总，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总而已。各位的想法我都清楚，但我在这里也必须提醒各位，现在公司的股权大半都在总裁的手里，即便各位有意见，也请先摆正自己的位置。虽然王总确实掌握了公司的股份大权，但我们所有人加起来可是占了公司51%的股权，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算他是总裁又怎样，他还不是要乖乖听我们的话？就是。邱明山看着各自抱团的众人，嘴角露出了嘲弄的弧度。一群蠢货，一群散沙聚在一起，真当自己是个泥人了。就在众人言语间，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刚才我在门外听的可是很清楚啊，各位是打算齐心协力让谁听你们的话？欢迎王总，欢迎王总。客套的话就免了，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跟你们客套，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亲手打理过公司，所有的大型决策都是委托谢秘书来代为转达，所以各位对我陌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如果就像刚才各位说的那样，准备联合起来对付我，我倒也不介意跟各位好好讲讲道理。今天我们先不聊工作，聊点其他的。不聊工作？众人闻言皆是面面相觑，他们都搞不清楚王优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样吧，既然各位不知道怎么聊，那我就先起个头。例如各位对我掌控公司这件事，谁支持谁反对？各位这态度不对吧？我刚才在外面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你们可是有一肚子的牢骚，怎么现在都沉默了？来讲，有什么不爽的都讲出来。王总，我们倒也不是反对你执掌公司，只是你从来没有亲自打理过商业集团，现在你突然要亲自执掌，我们都很担心公司最后会乱成一团。你们也都是这个意思啊？很好，首先我先更正你一点，
那就是现在这里已经不是商业集团，而是蓝米科技。各位往后都不要喊错了。然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王前传对吧？王总认识我？当然，毕竟最开始吃公司回扣的人就是你，我又怎么会不记得你呢？王总，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什么时候吃公司的回扣了？哼，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王优秀弹了个响指，公司前台拿着几个文件袋走了进来。当众人看到这几个厚厚的文件袋的时候，心中生出一股不妙的感觉。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在公司，就对公司毫无了解？既然你提出来了问题，那我们就来解决问题。刚才你说我不了解公司现在的状况，而我现在面前的文件里，正是各位这些年里所有小动作的证据，小到吃回扣，大到贪污行贿，还有泄露公司机密等等。各位想看看吗？王总，你少在这里拿几个文件袋过来就威胁我们。还有我王前传可不是被吓大的，你以为用这点小手段就能恐吓我？自己看。怎么了？你不敢看，还是说需要我帮你亲自打开？不用了。王前传知道现在伸头是一刀，缩脑袋还是一刀，他索性一咬牙，直接自己打开了文件袋。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不会吧，老王，你真的吃公司回扣了？哦，对了，差点忘了。刚才你们的意思也是说我对公司不了解，对吧？需要我把你们的材料也给各位看看吗？不用了，不用了，王总，我们刚才是在开玩笑的。开玩笑？我刚来公司初来乍到，可经不起这样的玩笑。眼看王优秀没有给台阶下，刚才开口的人顿时冷汗直流。现在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来继续说。王总，关于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们暂且不提。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必须请问王总。哦，请说。为什么我们公司对外突然多了10几个竞标，但我们却一点风声都没有提前收到？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明显吗？还是你们早就忘记了我们公司一贯的运行法则？虽然我这些年没有亲自掌管公司，但对公司上下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你们其中做一些小动作也就罢了，这我尚且还能接受，但有人泄露公司机密，这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们公司从创立开始，我就一直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公平。我不希望看到大公司垄断市场，小公司连汤都喝不到。正是因为这种风气，临海的整个商圈才会一直萎靡不振。我要的是只要能够符合公司要求和条件的每个企业，不分大小都有同台竞技的机会和平台。请问各位，如果我提前把消息告诉你们，除了你们内定的那些企业，其他企业或者公司会有竞争的机会吗？面对王优秀犀利的问题，所有人都沉默了。在公司这个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心怀怪胎，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现在谁还有问题？既然各位没有问题，那现在该我了吧？这些年来我没有亲自执掌公司，这是我的失职，但这并不能成为你们违法的理由。我现在给各位2条路：一，交出股权，我以市价收购，并且每人额外给300万；二，自首，或者我亲自把这些文件送到法院。王优秀一上来就是对在场的人进行清算，他们每个人都心有不甘。你们可以觉得我在唬你们，所以我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记住，只有10分钟。10分钟内，你们自己在这文件袋里找自己的罪证。10分钟内，我要你们给我一个答复。记住，选择的机会我只给你们1次。这些证据的本件还有复印件，现在就在法院门口的车上。10分钟内给不了我答复的，那各位就10几年后再见面吧。众人此时全都慌了神，纷纷起身打开文件袋找关于自己的罪证。王总，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会多给300万？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但下次找你聊天的就不是我了，你应该明白。我答应出售股份。随着王前传开口，其他股东也是纷纷表示愿意出售自己的股份。10分钟内，王优秀直接收购了21%的股权。一直没有开口的邱明山开口道：“王总，我也想退了。”文件你看到了？你想退就退吧。王总，别的人你动手我们都没有意见，但邱副总绝对不能退。没错，邱副总绝对不能退。这些年公司的所有决策都是邱副总代为执行，公司也是因为邱副总才没有出过差错。如果邱副总退了，那接下来让谁来代替他的位置？谁跟你们说他退了，就是要离开我们公司了？邱副总毕竟上了岁数，坐在副总的位置上终究是太累了。考虑到接下来整个蓝米科技的任务量很重，并且需要有一个人来负责整个蓝米科技对外的形象，所以从今天开始，邱副总卸去副总之位，正式任职蓝米科技执行总裁，同时兼蓝米联合商户合作部主席。在邱明山震惊的眼神中，王优秀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不在的这些年，辛苦你跟小鱼了。”不辛苦，王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往后可能要你再辛苦一些，邱总裁应该没意见吧？一切都听王总安排。那就这么定了。不到1个时辰的功夫，王优秀完成了整个蓝米科技的权力交接。好了，
刚才闲话我们都已经聊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聊正事吧。各位既然能够留下来，并不是各位全都干干净净，另一个原因则是大家对公司都是尽心尽力，所以我也不是不近人情。但现在公司要发展，我们的对手已经不再是临海这个小地方，而是更高更远的对手，所以在这里我必须提醒各位，你们做好准备了吗？看各位的样子，似乎都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公司接下来的走向，谁有问题？王总，现在我们公司站在临海的风口浪尖，尽管公司内部运转不会出现问题，但同时开10几个标公司财务会有一个很大的缺口，而且刚才走了那些人，风声很快就会传到下面，以前跟他们的人恐怕也会马上辞职，如此一来内外都有很大的空缺。王总，这是我们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坐在一旁玩手机的温柔抬起头说道：钱不用担心，我来解决。我是天津温城国际的总裁温柔，从今天开始，温城国际将会并入蓝米科技。你是天津温家的大小姐温？我跟天津温家没有关系，我是我，温家是温家，还是在你们眼里，温城国际还没有温家来的重要？不，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此时妇人连忙否认。关于这次的合并事宜，温城国际那边已经安排人过来洽谈了，很快就会有一个方案出来。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一句，只要是关于钱的问题，从现在开始都不是问题。关于合作的事项，各位暂时先不要对外公开，我还有重要的打算。明白。接下来的会议就很简单，这些王优秀全交给了邱明山，自己则是来到了总裁办公室。我本来还寻思今天你镇不住场子，需要我帮你镇场子，没想到这群人这么没用，三言两语就被吓到了。钱赚的再多，也要能花出去才行。人都是这样，遇到任何事情都只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会受损。放屁！我要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损，会把公司扔给你。你是例外。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需要给你在公司里安排一个职位吗？不需要。那我养你。不然呢？让别的男人养我。那还是算了。这不就得了？这些年你不在，我一个人折腾的太累了，我不想再掺和那么多了。我挺喜欢球球那个小姑娘，我还想养一条狗，一只猫，然后每天吃了玩，玩了吃，吃了睡，可以吗？好，我答应你。接下来的公司走向，你有计划吗？想要重回天津容易，但你如果想要跟王家碰一碰的话，就算我的公司全部交到你手上，还是远远不够。我知道。你想从哪个方面下手？就从王家现在最想涉足的地方下手。听到这里，温柔眼睛亮了起来。造车。王优秀跟温柔聊了许久后，邱明山走了进来。王总，您吩咐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辛苦了，温城国际的人已经到楼下了，你等下去安排人对接，等到所有项目跟资金汇总完毕后，你帮我准备一场发布会。好的，王总。对了，现在公司对外的公关形象是谁？王总，我们公司对外的公告是签约了一个2线的明星，他在圈子里并没有什么绯闻，而且端庄大气，符合我们公司之前的发展规划。有资料吗？有的，我现在就让人给你送上来。邱明山离开后，很快一份文件被送到了王优秀的手里。王优秀看了一眼他的受众群体，年龄有些不太符合公司接下来的规划。你想换签约艺人？这个艺人对于之前的公司来说，绝对是符合发展规划。但蓝米科技整合整个市场后，再需要的就不只是这些基础粉丝，而是一些拥有购买力的群体，并且想要稳住公司形象，依靠这种流量艺人，很难撑得住整个公司的门面。那你打算找谁？王优秀脑海中想到一个人，然后看向温柔。你认识宋珠吗？宋珠，你想让我去联系他就直说。你说我认不认识他？当初拒绝人家拒绝的那么快，现在遇到麻烦了就想到别人了。你真当他是路边的大白菜啊？你说来他就来。当初是狠心了点，但少女心是罪过杀人，与其给他希望，不如让他彻底死心。哟，还是个温柔的绝情哥了。能不能帮？我试试。于是温柔离开办公室，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怎么了？在忙吗？还好，手里只有2部戏，可以抽一些时间。王优秀离婚了。关于最近临海重新整合商圈的消息，相信你很快就会听到了。蓝米科技就是他准备的底牌，现在他需要一个新的代言人，于是就想让我问一句，你愿不愿意？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等我。看着被挂断的手机，温柔不满地嘟囔道：怎么一轮到他的事情，你们就上赶着来？他难道是魅魔吗？要不是阿姨曾经叮嘱过我，要我照顾好你，我才懒得管你的破事。与此同时，护市的移动庄园里，一个老人看着地上的一地碎片，露出了痛心疾首的表情。这可是我从拍卖会花了1.4亿买来的正品啊！我的宝贝呀，你碎得好惨啊！外公，我要去临海，
林海，珠儿，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他离婚了。什么？这都过去了多久了？你怎么还挂念那个混蛋小子？不行，我不同意。外公，他离婚了，我想去。我真是造了什么孽啊！珠儿，你知道外公是最疼你的，你喜欢什么人外公都不拦你，可你为什么偏偏就是喜欢他？当初你表白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外公并不是指责你，只是觉得他伤你太深。现在他离婚了，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不然他怎么会好端端想到你？傻丫头，这种男人绝对不是你的良配，听外公一句劝，咱不去。面对老人的循循劝导，宋珠沉默一会儿，随后语气坚定道：因为他遇到了麻烦，所以我更应该过去。你……老人被宋珠气得七窍生烟，而家里的动静也吸引来了其他人。当宋父看到地上的古董碎片，整个人都快碎了。我勒个乖乖，这不是刚花了1.4亿拍来的古青花官窑琉璃瓶吗？怎么好端端碎了？你女儿要去临海？什么？去临海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还不是王家那个小兔崽子离了婚，不知道消息怎么就传到他耳朵里了。现在他打定了主意要去临海，我是管不住他了，你们看着管吧。女儿，你千万不要犯糊涂啊！你最近是不是缺钱花了？我现在就给你弄几个亿，你去国外好好放松放松。钱，你就知道钱。只见一个贵妇人走了进来。妈，乖女儿，妈妈在，有妈妈在，谁都欺负不了你。嫣儿不是我们拦着她，她是要去。我都听到了，虽然我也不想让她去，但你们知道珠儿的性子，难道你们还想跟当初一样，看着她在祠堂跪上3天吗？还有你以为用钱就能解决女儿的终生大事吗？要是钱真的有用，当初你怎么不用钱让王家改了婚约，让他们跟我家珠儿结婚？宋春燕一番话，直接把所有人的嘴都给堵住了。眼看宋春燕帮自己撑腰，宋珠小声说道：妈，我不傻。妈知道。他离婚了是其一，刚才温柔跟我打电话说蓝米科技是他准备翻身的开始，我想在这时候帮他一把，同时也是为了帮我们宋家。帮我们宋家？我们宋家什么时候沦落到他一个毛头小子来帮了？外公，你是不是忘了当初王优秀做的那件事了？珠儿，外公知道你的意思，但今时不同往日，姑且不说他现在已经没有王家给他撑腰，就算他现在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又如何？一个企业从创办到稳定，这个过程起码需要数十年，而想要继续往上攀爬，那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而且，你觉得以现在王优秀的资本，他能够钻研出自己的核心技术吗？想要立足，那就……温柔把自己的公司给他了。什么？珠儿，你刚才说什么？温柔把自己的公司给他了？宋老爷子想了许久，最后抬头目光深邃地看向宋珠。珠儿，这才是你愿意去的关键原因吗？温城国际并不是温柔自己一手创办的。关于温城国际的核心技术，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所有人都知道温城国际的核心技术是新能源电池，而这项技术其实早在温柔之前就被人看到并且研究出来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早在温城国际之前就已经有人研究了新能源电池，并且已经运用到了实际？对。是谁？难道是王优秀？不是他。宋老爷子闻言蹙眉。如果不是王优秀的话，那还有谁能够比温柔更早研究出来这东西，并且还会影响到珠儿呢？外公不用猜了，是魏萧叔。魏萧叔。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宋老爷子半天没有想起来是谁。她也是王优秀的母亲。什么？王优秀的母亲？魏萧叔，天津魏家的大女儿，所以温城国际并不是温柔自己的产业，而是魏萧叔留给他的。与其说是留给温柔的，不如说是从一开始就是他留给王优秀的。珠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王优秀的母亲不是已经去世了吗？现在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这到底……够了，这件事到此为止。珠儿，你确定了一定要去临海，对吧？那好，我支持你，但我也有一个要求。外公，什么要求？等你到了之后，让王优秀那小子跟我打一通电话。就这样？就这样。丫头，虽然临海不远，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马上回家，我们会帮你解决的。眼看宋老爷子都松口了，其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宋春燕更是直接拉着宋珠去帮他收拾行李去了。等到二女离开后，宋老爷子的笑容瞬间褪去。你了解过魏萧叔吗？关于魏萧叔这个人，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之前珠儿闹出那件事后，关于王家的一些事情，我了解到了一点。说，在王优秀没有出生之前，王家虽然很有钱，但算不得什么顶流家族。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家长子，也就是王优秀的父亲，突然公开成婚。本来所有人都以为王家是联姻，结果没想到王优秀的父亲娶的竟然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女人。一开始，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段婚姻。但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优秀的父亲成婚后不久，王家的企业就宣传已经研究出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正式将公司改名为龙维科技。魏家魏萧书还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不过，魏家之所以能够在天津站稳脚跟，根本就不是王家在背后出力。那么魏家是靠谁呢？宋老爷子思索了半天，复习一切，调查关于魏萧书的所有资料，记住是所有。找到之后，第一时间交给我。好，上了岁数还要操这种心，不过有点意思。与此同时，宋珠的房间，珠儿，你跟妈说实话，那温城国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温城国际的新能源电池技术是王优秀妈妈很早之前就研究出来的，但她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王优秀和温柔一起从小长大，并且还是魏萧书认准的儿媳，所以就把这项技术交到了她手上。从一开始，他就是希望温柔能够帮王优秀。听完宋珠嘴里简单的故事，可身为母亲的宋春燕却听到了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自己能够活着的话，为什么需要一个陌生人，哪怕是认准的儿媳，来把这项技术交到自己儿子手里？除非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魏萧书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所以他才提前安排好了温柔这个人。可是没道理啊，即便他笃定了温柔会接受这项技术，但他又怎么知道温柔一定会把这项技术交到王优秀的手里呢？珠儿，妈，我知道你还有很多想问的，但我能说的都说了。丫头，其他人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有些话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温柔把所有东西都交给王优秀的话，那么就说明她已经放弃了所有退路，跟这种女人去比，你比不过的。虽然我身为母亲不该说这样的话，但如果你还喜欢她的话，妈劝你一句，还是尽早打消这个念头吧。这件事我会注意的。另一边，温柔把宋珠答应的消息告诉了王优秀。得知宋珠答应后，王优秀有些谨慎道：“你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吧？”滚蛋！好嘞。接下来的打算呢？我现在需要等一个人。男的女的？什么话？在你眼里，我只会找女人吗？切，这倒也不是，毕竟你就算找女人，也只会找那种低级货色。这天算是又聊不下去了。此时，沈秋月从宿醉中清醒过来，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妈，你这孩子咋回事？都给你打了快1天的电话了，你怎么就是不接呢？我身体不舒服。不舒服？你那么大人了，不会自己去医院看病吗？妈，我真的很不舒服。行了，我知道了，但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你赶紧换身衣服回家，家里有客人等你呢。客人？妈，我都说了我身体不舒服，在你眼里是客人重要，还是我重要？沈秋月，你翅膀硬了，学会跟我顶嘴了是吧？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我现在不舒服，没办法回家。阿姨，你别生气了，秋月她肯定不是故意的，她一定是身体不舒服，您就不要跟她一般计较了。哼，还是小李你会说话。听到手机里熟悉的声音，沈秋月本就苍白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几分。妈，你刚才说的客人是谁？还能是谁？就是之前在拘留所陪着你那个小伙子，我早就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带他回来见见我，你一直推脱，现在人家带着礼物来看我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回来？阿姨，秋月她真不是故意的，她最近一直都在忙公司的事情。那咋了？公司的事情再重要，她也是个女人，难道女人就能不顾家了？你看看我当初跟你叔。沈秋月也顾不得那么多，急忙往家赶去。等回到熟悉的小房子后，沈秋月看着坐在沙发上跟王秀娟谈笑风生的李明秋，直接质问道：“你为什么过来？”秋月，你来了，你都不知道，昨天还有今天一直联系不上你，我都快担心死你了。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来我妈这里？是不是我来给你添麻烦了？那好，秋月，我现在就走。走什么走？小李，你说什么胡话呢？他就是刚睡醒，脑子不清醒。妈，够了，沈秋月，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我，你就这么把人往外面赶？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最好不是这个意思。关于你们之间的事情，小李都跟我说了，小情侣之间吵架很正常，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更何况人家还主动来找你道歉了，你差不多得了。面对王秀娟的训斥，沈秋月有苦难言。小李啊，你在这里跟秋月好好说说话，我先去给你做个饭。好嘞，麻烦你了，阿姨。不麻烦，不麻烦。王秀娟笑呵呵，起身去厨房做饭。等到王秀娟进了厨房后，沈秋月直接走到了李明秋面前。李明秋，你为什么来我妈家？还有，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秋月，我是真的因为关心你，所以才来找你的。你都不知道，这2天谁都联系不上你，公司都快乱套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来阿姨这里看看你在没在家。所以你连招呼都没跟我打，就直接来我妈这里了？这又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我能联系上你的话，我又怎么会来家里找你？从那天商宴结束，你就失踪了，再也找不到你的人影。而且阿姨都告诉我了，她早就让你带我回家里看看了，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是不是你到现在还在想着王优秀，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沈秋月反驳的话刚到嘴边，突然停了下来。是啊，我为什么那么抗拒带李明秋见父母？明明李明秋才是我心心念念，好不容易从国外盼回来的白月光吗？李明秋见沈秋月不说话，瞬间委屈起来。我就知道，沈秋月，所以这么多天你一直都是在骗我的，对吧？你根本就没有喜欢我，之前拒绝我的求婚，也是因为你还在挂念着王优秀。好，我走，我现在就走。李明秋吼得很大声，直接惊动了厨房的王秀娟。哎，小李，你这是怎么了？饭还没吃，好端端的走什么啊？李明秋没有回答，直接甩门离开了。王秀娟见状，直接朝沈秋月吼道：“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人家好心来家里看你，你就这么把人给气走了？夫妻之间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商量？你这是搞什么啊？”我跟他没有结婚，不是迟早的事儿吗？哎，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并且家里也是做生意的，还有不少钱，而且小李还是独生子，将来你嫁过去了，什么都是你的。这么好的条件，你还在犹豫什么？妈，你够了！我现在刚离婚，你就让我再嫁，往后你让外人怎么看我？沈秋月，我看你是大了，翅膀硬了，离开老娘你行了是吧？我现在好好帮你安排婚事，你在这里给我挑事，这么好的男的你不要，难道将来要等着我跟你爸给你养老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你现在最好赶紧给我去把人家小李追回来，不然现在你就给我滚出去。妈，我跟王优秀刚离婚，你就逼着我嫁人，难道我就一点自己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吗？王优秀，王优秀，我就知道小李这么生气，肯定是因为王优秀那个狗东西。人家小李不嫌弃你嫁过一次人已经够好了，你还在这里想王优秀？沈秋月，你是要气死我吗？没错，我就是想王优秀，怎么了？论家世，论细心，论谈吐，他哪里比得上王优秀？你要气死我了！就在两人差点打起来的时候，大门被人直接一脚踹开，沈国仲不耐烦地走了进来。吵什么吵？在楼道都听到你们吵了，饭做好了吗？赶紧给老子端上来，吃完我还要继续去打麻将。打麻将，打麻将，你就知道打麻将。你女儿都快要复婚了，你都不管不问。什么复婚？你不是跟我说找了一个好人家吗？现在怎么又要复婚了？可不是，我劝了他好久，可他……你给我闭嘴！我没让你说话，你就给我闭嘴！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现在就大耳刮子抽你？见王秀娟不说话后，沈国仲摆手示意沈秋月坐下来，然后开口道：“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平日里，沈国仲才不会过问沈秋月的事情，如今他罕见的要喊自己坐下来聊天，沈秋月只感觉整个人都快委屈炸了，眼泪再也停不下来。等到他情绪稳定下来后，他才将商宴上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两人。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些年来王优秀一直都在瞒着你？秋月，你确定不是在骗我们？你们不会自己去查最近的新闻吗？听到这句话，沈国仲连忙掏出手机查看林海的最新头条。乖女儿，你说他不会报复我们吧？他不会。你确定？我们已经离婚了，他没有理由报复你们。可是……你闭嘴！所以你现在是想跟王优秀复婚？我也不知道。关于你再婚这件事，我跟你妈都不会逼你，但你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将来。你妈说的那个人我听说了，条件虽然不错，但跟你比起来还是差上不少。如果王优秀真的跟你说的那样，那你就必须要好好考虑清楚了，到底是选王优秀还是选新人。爸，这是沈秋月从小到大第一次被自己父亲认同，沈秋月眼泪再次流了下来。等到沈秋月走后，王秀娟按耐不住自己的性子，直接问道：“老沈，你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懂个屁！我看那李明秋小子就挺不错的，你为啥还要沈秋月和王优秀复婚？我说你是不是傻？你没听到沈秋月刚才说什么吗？王优秀可是龙卫科技的太子爷，你知不知道龙卫科技代表着什么？王秀娟摇了摇头。这么跟你说吧，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科技龙头龙卫科技一年净利润高达3800亿。多少？3800亿？没错。那是不是一辈子都花不完了？一辈子，就算你10辈子、100辈子都花不完。所以你让沈秋月跟王优秀复婚，是为了这3800亿？我还真是不明白了，沈秋月到底遗传了你哪点？
怎么连这点道理都搞不明白？如果王优秀和秋月复婚，那我们是不是他的岳父岳母？对。那我们缺钱了，跟他要个1、2亿的零花钱，他是不是必须给？对。那你说2个3个月要一次，你后半辈子还需要为钱发愁吗？老头子，我们2个是不是也要发财了？废话。那李明秋那边，婚姻期间犯点错误不是很正常的吗？只要王优秀答应复婚，到时候就让秋月跟他彻底撇清关系就是了。不对呀，我记得秋月刚才不是说过，王优秀已经不是王家的大少爷了吗？也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要不我说你没长脑子呢？说他被赶出家门，难道就真的被赶出家门了吗？换句话说，就算他被赶出家门，永远不回去，他手里不还有一个蓝米科技吗？就新闻上最近很火那个？没错，你最近没看新闻，不知道现在临海的局势。我这么跟你说吧，临海原本最大的商界领导已经被彻查了，临海商会也传出消息要解散，而蓝米科技就是顶替临海商会的位置。虽然临海商会不如龙维科技，但每年的利润也是高达几十近百亿，就算不雷龙维科技，哪怕只是蓝米科技，也足够我们成为亿万富翁了。听到这里，王秀娟眼睛都快笑开花了。老头子，我们也算是熬出来了。是啊，今天我可要好好喝2杯。李明秋见沈秋月出来，直接挡在了他面前。秋月，我们聊聊。抱歉，我今天心情不好，有什么事情我们过几天再聊吧。秋月，我知道我最近做的事情都搞砸了，我也知道现在公司乱成一团，你并不想聊那么多，但我只是想要跟你好好聊聊。我说我现在很累，你听不懂吗？可是你现在连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都不行吗？你到底想要聊什么？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可以换个地方吗？去哪？你家。回到沈秋月租的屋子后，李明秋好奇地打量着。秋月，你现在就住这种地方？这里离公司比较近，上下班方便。所以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秋月，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秋月，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吗？为了你，我放弃了国外的副总位置，毅然决然回国。为了你，我每天都在东奔西跑，帮公司找解决办法。为了你，我拉下脸求以前的朋友，希望他们可以对我们投资。难道我做的这一切你都没有看到吗？唉，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所以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沈秋月，我喜欢你啊！我以为你跟王优秀离婚之后就会慢慢忘记他这个人，然后我们2个可以一直在一起。可为什么你明明离婚了，却还在想着王优秀？我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我上次跟你求婚的时候你不答应我？所以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跟你在一起？没错。李明秋上前一步，直接抓住了沈秋月的手。秋月，你是喜欢过我的对吧？秋月，既然你喜欢过我，我也喜欢你，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难道就因为王优秀吗？你们已经离婚了，而且我也不会嫌弃你离过婚这件事儿。我已经告诉过我爸妈关于你的事情了，他们也都很满意，并且答应了我们可以在一起。秋月，我们忘记他，往后好好在一起好不好？就在沈秋月左右为难的时候，手机响了起来。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你先回去吧。可是我现在要休息了，你先走吧。李明秋见沈秋月赶自己走，眼底闪过一抹不甘和恨意。那好吧，秋月，我今天就先回去了，身体不舒服记得自己去医院看看。我先回去了，等你身体好些我们再继续。3天后，沈秋月坐在了会议室的总裁位置上。沈总，这些天你到底去什么地方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公司上下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就是沈总，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能不能有点责任和担当？现在正是公司最需要度过危机的关键节点，沈总你明白吗？都说够了没有？你们以为沈总这些年就什么都没做吗？你们一个个只看重眼前的利益，有没有想过现在正是需要大家一起度过难关的关键时候？众人见李明秋开口，全都面露不屑，继续自说自话。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把李明秋放在眼里。沈总，现在公司上下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了。我们最开始对沈氏集团投资是看中了沈氏集团后续的发展，可现在的情况跟我们预期的情况完全不符。如果继续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赔得血本无归。所以沈总，既然今天大家都在，不妨你给大家一个准话，沈氏集团接下来的计划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关于公司的问题，我都已经知道了。这2天我之所以没有来公司，并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恰恰相反，我是想到了办法来挽救公司。关于投资商的问题，各位可以不用担心，后续的资金我很快就能找来。不仅如此，我们沈氏集团马上就会成为临海龙头企业。除此之外，关于跟我们沈氏集团单方面解约的这些公司，商务部务必全部记下来，等到将来他们求着回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会一个一个亲自让他们跪在我们沈氏集团门口磕头道歉。沈总，请问是不是你打算跟王优秀复婚呢？什么时候我的公司气势需要靠一个被赶出公司的废物？沈总，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就是啊，沈总，公司生死可不是小事，也不是能随便拿来开玩笑的，你可千万要考虑清楚啊。沈总，恕我直言，现在所有人都断绝了我们公司之间的合作，整个公司上下现在都已经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别说上市了，用不了1个月，整个公司就全都垮掉了。沈总，你可要三思啊！面对众人的劝阻，沈秋月表情逐渐开始变得不耐烦。就在这时候，他当然知道，而且你们这些老古董，知不知道什么叫女性独立啊？你又是什么人？姐妹，你终于来了。放心，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你。沈总，你该不会是拿我们开玩笑吧？就是这种严肃并且正式的场合，没有提前打招呼就让人闯进来，这就是你作为总裁该做的事情吗？把公司生死视作儿戏，我现在真的怀疑沈总，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公司盘活？沈总，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那我们只好全部撤资了。没错，撤资。眼看会议室乱成一团，沈秋月眼神有些为难。你们叫什么叫？知不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小姑娘，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最好分清楚说话的场合，这里可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方。我是谁不重要，但我劝你一句，往后你最好给我说话客气一点，因为我就是你的顶头上司。哼，顶头上司，沈总，你最好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否则今天我和其他股东一定会全部撤资。沈秋月面对李国昌的威胁，没有丝毫害怕，而是淡然自若地掏出一份合同。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吗？哼，离婚协议。没错。沈总，你是以为我们都不记得你跟王总已经离婚了，还是在嘲笑我们记性不好？赵总，你在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看这协议上的条款？条款？什么条款？沈总，我对你的个人婚姻并不感兴趣。老东西，你是不是眼瞎啊？看清楚了吗？王优秀他净身出户。净身出户？我原本的确打算有跟他复合的想法，但他背叛了我们的婚姻，从结婚开始他就一直对我有所隐瞒，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他复合的。但同样的，虽然我跟他不会复合，但按照离婚协议上的条款来说，王优秀最后是净身出户的。各位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按照法律规定，婚姻存在期间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王优秀现在的身份是蓝米科技的总裁，那也就是说，蓝米科技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王优秀和沈秋月的共同财产，而王优秀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表明自己净身出户，那也就意味着现在的蓝米科技实际上应该是沈秋月的资产。好，沈总啊，沈总，这次是我们眼拙，老头子我现在就给你道歉。现在知道了吧？我劝你们最好对我好闺蜜尊重点，不然等蓝米科技到手之后，有你们好看的。沈总，虽然文件上确实没问题，但我还是丑话说在前面，如果这次你没能成功把蓝米科技要过来，接下来我们公司该怎么办？这不可能，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他耍不了赖。我知道，但我这不也是为了我们公司着想吗？要是搞不过来，我就让我爹给你们投资几个亿，我就不信了。哇，这沈氏集团离了他，王优秀难道还能倒闭不成？听到这句话，沈秋月满眼感动。芳芳，你对我太好了。那可不，好闺蜜一辈子。虽然李国昌不清楚赵小芳的背景，但是看他的谈吐跟胆子，也不像是一般人家。最后他也打消了顾虑。这时，秘书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沈总不好了，你让我一直盯着的蓝米科技出事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就在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大堆年轻人突然聚集在了蓝米科技门口闹事，现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连警察都过去了。听完秘书的话，沈秋月拿出手机查看。怎么办？先去看看。沈秋月和赵小芳来到蓝米科技后才知道，来到这里闹事的人比看到消息的时候人还多，最少得有100来号人。看着他们狂热的状态，沈秋月也是有些犯难。虽然知道现在公司是我的，但如果自己现在贸然去将这100来号人直接赶走，谁都不清楚这群人会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秋月，你在怕什么？现在整个蓝米科技都是你的，他们敢在这里闹事，你就直接喊保安把他们都赶走就是了。再说了，警察就在那边守着，他们还能翻了天不成？听完赵小芳的怂恿，沈秋月这才来到人群面前，直接表示自己就是蓝米科技的老板，让他们这群闹事的人赶紧散了，他可以考虑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结果他一说，好不容易安静一些的人群瞬间躁动。你就是这家黑心公司的老板是吧？
你凭什么跟我家姐姐解约？就是我姐姐给你们家赚了多少钱，你们现在赚够了，就跟我家姐姐解约，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我看你长得也是人模狗样的，怎么竟不干些人事呢？这些人的骂声越来越激烈。你们这群土鳖，什么本事没有，就会在这里狗叫是吧？我闺蜜是这家公司的总裁，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在这里指挥上了？一群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有这时间在这儿闹，倒不如好好想想今天晚上有没有钱吃饭吧。因为赵小芳的这几句话，场面瞬间一发不可收拾。谢秘书，通知安保部门所有人全部出来，帮助警察维持现场秩序，然后安排邱副总带人下来，把合同还有之前的东西都准备好。是，王总。很快，场面得到了控制，一切都恢复平静。王优秀本不想搭理沈秋月，却被赵小芳拦了下来。王优秀，你是不是耳朵聋了？刚才喊了你多少下，你没听到吗？你想要干什么？你别以为自己刚才帮秋月解决了点问题，就可以让秋月回心转意。我告诉你，你算盘打错了。脑子有病就去治，这里是公司，不是医院，没有医生给你治脑子。赵小芳没想到王优秀攻击力会这么强，一时间也是被气得瞪大了眼睛。好了，芳芳，你先休息一下，剩下的事情我来跟他谈吧。看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沈秋月，王优秀不自觉皱起了眉头。不好意思，沈总，想要谈生意的话，请你去找商务部经理，我现在没空，让路。我们需要谈谈。不好意思，现在是上班时间，只谈生意不谈感情。我就是要跟你谈生意，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蓝米科技的股权过户给我？刚才那句话我只说给他听了，看来你是一点都没听进去。没关系，你想听那我就再说一遍，脑子有病就去治，这里是公司，不是医院，没有医生给你治脑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不甘心，也不情愿，但没关系，等你把股权过户给我之后，我可以考虑不把你赶出公司，到时候我可以让你继续留在公司。如果你不喜欢留在沈氏集团，那你可以留在蓝米科技当执行总监，到时候你如果做得好，我可以考虑分给你1%的股权，如何？沈秋月，我知道你公司出现了问题，但这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我劝你尽早去医院看一下，现在国内的医疗水准还是挺发达的，早发现早治疗，或许还有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有病就去治，别在我公司门口发疯。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聊聊。抱歉，我很忙，没时间。难道你想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吗？你是觉得你握住了我什么把柄？把柄算不上，但这次你确实必须听我的。好，你有什么东西只管当众拿出来。你确定？当然确定，我王优秀做事一向光明磊落，你要有就拿出来。好，我本来还想跟你留点面子，既然你不要，那就别怪我了。眼看王优秀油盐不进，沈秋月索性就不给他留面子，直接掏出了离婚协议书。所以呢，你掏这东西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打算把别墅要回去啊？放心，那套别墅说给你就给你，我还真看不上。那你掏这东西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你瞎啊？你没看清楚上面的条款吗？婚内的所有资产全部归女方所有，你难道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离婚协议上的条款把蓝米科技给要走？不是要走，而是那本来就属于秋月。赵小芳想都没想直接脱口出，可这话落在邱明山和谢小鱼耳朵里却是那么刺耳。沈总，看来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如果你继续无理取闹的话，我不介意现在让人把你赶出去，并且让沈氏集团从临海彻底消失。你谁呀？口气这么狂，看你这么护王优秀的样子，看来你就是他新找的姘头吧？大家都是女人，我现在也提前给你一个忠告吧，那就是二手的男人不能要，更不用说是他这种狐假虎威，花着前妻的钱来哄你的男人。眼看赵小芳越说越不堪，谢小鱼直接一巴掌抽到他的脸上。如果你爸妈没教你什么叫礼貌的话，我不介意现在教你什么叫礼貌。谢秘书，你还以为自己是蓝米科技的秘书吗？我告诉你，你现在被开除了，并且我马上会安排人调查起诉你，你最好现在就给我朋友道歉，否则你就等着传票吧。开除？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就凭蓝米科技，马上就是我的。蓝米科技是你的？没错。呵，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公司从最开始的确立到现在的发展，从头到尾都是王总亲手安排的。什么时候蓝米科技成了你一个外人的东西？你说的没错，蓝米科技从头到尾都是王优秀亲手创建的。可正是因为这是他一手创建的，所以现在才更应该交给我。沈秋月脸上没有丝毫不好意思，而是直接搬出离婚协议上的条款。
这离婚协议上写的明明白白，王优秀除了那套别墅净身出户，那也就是说，蓝米科技既然是他王优秀的资产，那按协议上提到的，蓝米科技就应该是我的。沈秋月，你能不能要点脸？沈氏集团一直以来都是王总帮你撑着，后来离婚也是你出轨在先，现在离婚了，又跑过来跟王总争资产，你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吗？面对谢小鱼的冷嘲热讽，沈秋月脸色也是难看下来。你说的都对，但那又如何？如果你们不答应，那剩下的就找法官说去吧。谢小鱼气不过，刚要抬起手给他一巴掌，但却被王优秀拦了下来。所以你今天来找我，就是想用离婚协议来威胁我，把蓝米科技让给你？没错，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吗？只要你愿意主动让给我，我也可以节约时间，作为对你的补偿，我可以给你留5%的股权。哼，沈秋月啊，沈秋月，看来还是我低估你了。什么意思？意思不是很简单，我还是低估了你的脸皮。王优秀，我已经给你留够了面子，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是吗？那你尽管试试。对了，就当是最后送你一个礼物，我给你一个忠告，那就是在抢别人东西之前，最好调查清楚那东西是不是你能拿得下的，否则到时候被撑死，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什么意思？沈秋月一时间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二位请吧。放肆！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才是蓝米科技的总裁？谁是总裁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吃公司的饭，公司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现在二位请吧。眼看保安拦着不让靠近，赵小芳气得直跺脚。秋月反了他了，之前没离婚的时候他对你有求必应，现在一离婚他就这个样子。依我看，他背地里说不定是个什么人，幸好当初你跟他离婚离得早，不然你迟早要被他给害了。你先别吵，让我好好想想。见沈秋月脸色不好看，赵小芳这才识趣闭嘴。秋月，你好点了吗？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去找他吗？没必要，既然他不愿意主动把公司交出来，那就别怪我不给他留情面了。那我们怎么办？起诉他吗？暂时不起诉，不过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结束。我们回去，然后我通知法务部经理来我办公室一趟，到时候我们从长计议。好。回到办公室，王总，我看不下去了，沈总他太过分了。你担心他能把蓝米科技要走？那倒不是，我只是没想到他会恩将仇报。王总，我们真的不对沈氏集团做点什么吗？王优秀闻言沉默了一会儿，随后问道：现在沈氏集团什么情况？目前沈氏集团已经快撑不住了，原本沈氏集团在上市的关键节点，可后来投资商撤资以及西丘龙井的封杀对整个沈氏集团带来了重大的打击，并且根据可靠消息，王总您出席商业那天之后，剩下跟沈氏集团合作的所有企业全都断了合作，现在他们沈氏集团官司缠身，估计上市要泡汤了。这样啊，他们内部的消息有没有？这个不清楚，不过据说他们开了不少会，沈总一直没有出现，然后今天就来我们公司门口了。明白了，合着他是把我当成翻盘的希望了。谢秘书，跟温城国际交接的东西都完成了吗？都完成了。那好，你去转告邱明山，就说这2天召开发布会，让他提前准备。谢小鱼走后，王优秀起身走到玻璃窗前。本来打算看你演什么好戏，现在看来是我高估你了。希望你能再坚持几个月吧。与此同时，在这场闹剧结束的同时，临海董家就让你们找点人去他们公司门口闹一出，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做不好，我养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面对暴怒的董三桑，西装男被吓得浑身哆嗦。三爷，你误会了，一切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办的，但我没想到王优秀会追根溯源，直接查到了您身上。混账！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怪我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眼看董三桑彻底发飙，一旁的董白耀连忙开口：三爷您先息怒，这件事也不全是他的错，最大的问题还是在王优秀身上。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这里说我？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们董家从临海消失？好了，三爷，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现在生气也无济于事，倒不如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看在妹妹你的份上，我就听你一次。所以，三哥，接下来我们怎么办？现在事情已经追究到零星娱乐了，如果继续让事情发酵的话，先不说对你的产业会造成什么影响，对蓝米科技怕是会带来不少流量。哼，这还用你说？本来以为王优秀这个小兔崽子离开了天津就能老实点，没想到他心眼子还跟以前一样多。剩下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他不是想要换签约艺人吗？我好歹在这个圈子里有些分量，等到时候一句话，
直接封杀蓝米科技的所有后路。我看没有签约艺人，到时候他们想要搞发布会的时候，他们还能掀出什么风浪？可是仅凭这样够吗？只是限制了他们公司的外在形象，但是对蓝米科技本身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我担心。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有的是办法毁掉这种小东西。王优秀这边有条不紊地进行下一步计划。王总，现在他们在网上已经开始控制评论了，我们还继续吗？不用。但是我听小道消息说，林心文娱决定封杀我们蓝米科技，现在都没有艺人敢跟我们公司签约了。现在谢小鱼并不知道宋珠的消息，所以还是有些紧张。封杀就封杀了，一群聚起来的无能之辈，说到底还是无能之辈。想跟我玩，那我就陪他好好玩一玩。随着董三桑的公告发出去，到现在都没有人回应，这让徐丽跟董白耀很是不安。三爷，这真的能行吗？慌什么？你没看到现在根本就没有人敢跟蓝米科技签约吗？话虽如此，怎么？你是不相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公告发出去那么久，一点大的动静都没有，有点着急。哼，你懂什么？你以为徐家凭借一点手段跟王家扯上关系，就能动摇王优秀曾经的影响力吗？虽然我不想承认，但那小子在离开天津之前，手段确实了得。当时整个娱乐圈都被他吓得规规矩矩的。那怎么办？要是这样的话，那三爷你做的这一切不都白费了吗？白费？开什么玩笑？虽然那小子以前确实有点东西，但他真当现在还是以前吗？这些人之所以不敢跟风，无非是因为忌惮王家。如果他们知道王家跟王优秀已经彻底撇清关系，到时候你觉得他们还会跟现在一样吗？听到这里，徐丽脸色一喜。我明白了，三爷，我这就安排人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还算你有点脑子。见徐丽上道，董三桑示意董白耀过来给自己倒茶。董白耀身为董家家主，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对待过？但一想到对方来自天津董家，他也只能强忍着咽下这口气。对了，三爷，虽然这样做可以毁了王优秀那个小兔崽子，但我的2个儿子怎么办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天津那边已经安排这个事情了。还有，我是看在徐家的份上才来帮你一把，你最好不要忘了，现在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边。听到董三桑的话，徐丽眼中闪过一抹不快。消息一定要快，我倒要看看这次他还能怎么招架。好。随着董家这边的安排和运作，关于王优秀已经沦为王家弃子的消息在娱乐圈传开。这王优秀真的是该死啊！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处理不好？现在要是把公司搞臭了，等你接手之后，不全都是你的麻烦？沈总，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么这蓝米科技很有可能是你们夫妻期间的共同财产。依照规定，我们的确可以对王先生提起诉讼，但有件事我也必须事先告知沈总您。一旦提起诉讼，那么在这个时间上很有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这件事没关系，就算眼下不能马上拿下蓝米科技，最起码也要先给对方一个律师函警告。好的，沈总，我这就去安排。等到法务部的人离开之后，沈秋月看向赵小芳开口道：芳芳，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认识一些明星吗？现在跟他们还有联系吗？认识是认识，但是我记得李明秋之前不就当过明星吗？李明秋当过明星？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出国后不是在晚稻田大学深造吗？什么时候当过明星？眼看沈秋月一脸不知情的样子，赵小芳眼中闪过一抹慌乱。秋月，难道你不知道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李明秋跟我提起过，他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曾经兼职过一段时间的地下偶像，据说在国外还是有一些名气的。是吗？当然了。哎呦，你该不会还在想王优秀那个没良心的吧？我告诉你，李明秋真的挺不错，挺适合你的，而且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深度了解过他？听到赵小芳这句话，沈秋月沉默了。难道我跟李明秋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的原因吗？之前我对李明秋的确是崇敬，但后来逐渐转变成了爱而不得的好感。如今回国后，我只是单方面听李明秋自己的介绍，似乎我的确没有深度了解过李明秋，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深度了解过王优秀一样。或许李明秋并非自己想的那么差，而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想到这里，沈秋月脸色逐渐缓和下来。这件事我知道了，等有空的时候，我会找李明秋好好聊聊。但眼下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尽快联系一些国内出名的明星。秋月，事情都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了，你还想着去帮他？放心，我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帮我自己。现在虽然蓝米科技并非我的，但方才法务的话你也听到了，蓝米科技迟早是我们的。如果继续任由蓝米科技名声烂下去，等到我们接手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好，那你尽管放心，我现在就去帮你联系人。好，辛苦你了。你跟我客气什么？谁让我是你的好姐妹呢？得到赵小芳的保证后，
沈秋月松了口气，紧绷的神经慢慢松解下来。本来因为公司内部的财务问题以及那些老狐狸的逼迫，我已经到了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幸好赵小芳回来后，帮我及时找到了漏洞，并且还挽回了损失。只要蓝米科技顺利到手，到时候别说是区区临海，就算放眼整个山海省，谁敢在下看我一眼，什么刘柠檬，什么吴硕，都将被我狠狠踩在脚下。至于王优秀，如果当初他告诉我，他就是曾经天津王家的太子爷，自己又怎么会放弃他？王优秀啊，王优秀，从现在开始，你我就是对手了。接下来，你可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这时，秘书突然走了进来。沈总，赵董找你。赵董，他这时候来找我做什么？回沈总，赵董说似乎是有个好消息，想要跟沈总您聊聊。好消息。自从我跟王优秀离婚之后，董事会这些老狐狸来找我，不是找我的麻烦，就是来看我的笑话。现在我找到了离婚协议的漏洞，马上就能将蓝米科技占为己有。这些老狐狸突然就变了脸。想到这里，沈秋月对秘书说道：“就说我现在很忙，想要见我的话，就让他在外面等着。”好的，沈总。会议室外，赵国昌听到秘书传过来的消息，脸色顿时难看下来。好，那我就等一会儿。但你回去告诉沈总，这次的事情事关重大，请沈总最好马上见我。秘书见赵国昌不像是开玩笑，于是马上转告给沈秋月。沈秋月听到后沉吟片刻，随后便让赵国昌进来。赵国昌坐下后，沈秋月也不废话。如果赵董这次来是问关于蓝米科技的事情，那么就没有必要聊了，事情都已经解决了，我已经跟法务部谈好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起诉王优秀。听到这个消息，赵国昌脸色一喜。但他这次来的目的并非只是如此，他轻咳一声，随后看向沈秋月，开口道：“沈总，你知道董家吗？”赵董是来逗我的，整个临海谁不知道董家？但现在就算跟我提董家又如何？临海商会主席已经被抓进去了，就连整个董家都被调查。沈总可能有所误会，我说的董家并非临海的董家，而是天津的董家。你说的是天津那个4大家族之一的董家？没错。天津董家很厉害吗？秋月，你在说什么啊？天津董家何止是厉害，简直是无所不能，好吧？你知道王优秀其实是来自天津王家，同时也是曾经龙威科技的大少爷，对吧？天津董家就是跟王家平起平坐的存在，甚至就连底蕴都更加恐怖。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知道董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只是就连天津的那些上流社会提到董家的时候也会忌惮3分。所以赵董这时候跟我提到董家是什么意思？很简单，董家决定跟我们沈氏集团合作。什么？等等，我刚才没有听错吧？你说天津董家打算跟我们沈氏集团合作？是的，沈总，你没听错。不仅如此，甚至对方可以一下子提供给我们30亿的资金。多少？30亿？我的乖乖，秋月，我们发财了啊！30亿，别说是沈氏集团上市了，就连后续的发展都不需要再发愁了啊！沈秋月整个人也被震惊到。那天津董家想要什么？天津董家那边的确有要求，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也不好说。董三爷那边已经订好了桌子，如果沈总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过去聊聊。听到这里，沈秋月有些犹豫，而一旁的赵小芳直接兴奋道：“秋月，你还在犹豫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赶紧答应，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可是，沈总可以放心，董三爷之所以选择沈氏集团，并非是因为你，不是因为我，难道是看上了沈氏集团的潜力？沈总想多了，董三爷之所以选择沈氏集团，完全是因为王优秀。王优秀，王优秀，怎么又是王优秀？难道是王优秀跟董家有仇？差不多。赵国昌沉吟片刻，最后还是将事情的全部原委告诉了沈秋月。当沈秋月得知天津董家和天津温家本来是有婚约在身，结果在得知王优秀离婚之后，温家大小姐直接离京，带着自己的全面产业奔赴临海，沈秋月止不住握紧了拳头，就连眼神此刻也变得极为不善。所以董家找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王优秀？没错，你不了解王优秀，也不清楚当初他有多恐怖，即便是现在的董家也不敢说轻易处理掉他，所以现在需要你。什么意思？当初谁都知道王优秀离开天津，并且主动离开王家，而最后他却在这种小地方跟沈总你结了婚，所以董家那边觉得您跟王优秀之间肯定是有一些关联或者情分在，所以这件事我知道了，但我有一个问题，董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也不清楚，具体的
只能等沈总您自己跟他去谈了。秋月，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现在找你的可是天津董家，到时候能不能上市，甚至成为临海龙头企业，也不过是他一句话的功夫。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好，这件事我知道了。2天后，随着蓝米科技发布会的结束，天津王家的人找到王优秀。所以那个老头让你来的？放肆！你竟敢这么喊家主，我看你是又想跪祠堂了。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脱离王家了。别说我现在这么说，就算他在我面前，我一样这么说。怎么不高兴？不高兴你可以打我一下试试。好好好，王优秀，没想到你离开家这么久，竟然一点规矩都没学会。看来你跟你那个死去的妈一样，都是没家教的东西。听到这句话，王优秀原本冷漠的眼神逐渐开始暴躁。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次。我说你跟你死去的那个妈一样。反了，反了！你竟然敢打你二叔，你是要造反啊？够了，这位大婶，大清早亡了，还在这造反呢。姓温的，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什么人了？我为什么会不知道？我就是我，温柔，温柔的温，温柔的柔。你竟然敢打我！报警，必须报警！眼看王建成准备让妇人报警，温柔打了个响指，屏蔽公司所有信号，然后安排人过来把他们的手机都给夺了。随着温柔下令，王建成跟他老婆的手机同时被收走，一时间，整个会议室里就只剩下王建成的惨叫声。妇人听着这杀猪般的声音，被吓得脸色惨白。她想要出去喊人，却被温柔提醒道：“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这里已经被关死了，你们是出不去的，所以老老实实坐着吧，不然你也想跟他一样。”温柔，你难道就不怕我们回去之后把今天的事告诉温家跟董家吗？你是不是出门不带脑子啊？如果我怕温家和董家，你觉得我还会来临海吗？从现在开始，如果他再说一句话打扰到我玩游戏，那么他说一句话我就扣你1000工资，听明白了吗？妇人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看到保安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这位女士，请保持安静。你算哪根葱，也配跟我说话？哦，对了，如果他说话你给他一耳光的话，我再给你2000奖金。听到这句话，保安想都没想，直接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女士，请安静。你竟然敢打我！这位女士，请保持安静。此时，保安看向他的眼神，像极了看财神爷的表情。温柔看时间差不多了，便起身来到王优秀身旁。够了，继续下去，他会死的哦。你应该也不想在一切还没开始之前就前功尽弃吧？我知道，放心，你没做错，善后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现在可以冷静下来了吗？眼看王建华蜷缩在地上，像只狗一样，王优秀对着坐在一旁的妇人开口道：“你说这次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为了公司或新闻系统，你们可以滚回去了。”见王优秀跟自己说话，妇人刚准备回答，一旁的保安又是一巴掌。对不起，王总，我刚才习惯了，所以奖金扣500，剩下的直接去财务领了。是，谢谢温总，谢谢王总。老爷子说了，让你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否则永远都别想回王家。哼，王建成这个老狗脑子坏掉了，你脑子也怪掉了。我刚才说什么你听不懂是吧？在我没有彻底生气之前，给我滚！不是，你误会了，老爷子虽然说了不让你回王家，但其实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当初眼睁睁看着我母亲死在我怀里，现在又说不让我回王家是为了我好，怎么他还在演暗中保护我的戏码不成？不是，主要是你这青湾系统抄的就是龙维系统的底层代码，所以老爷子说了，只要你交出来，他就可以考虑不追究你的责任，否则就要把我送到监狱，对吧？这还真是那个老不死的能干出来的事情。但是你们所有人是不是都忘了一件事？你们的龙维系统也是我母亲一手设计出来的。要说抄袭，你们才是真正的小偷。你胡说什么？王优秀没有解释，只是指着地上的王建成，对着妇人说道：“现在带着他给我滚！我可以不计较今天发生的事，否则你跟他就都不用走了。还有，滚回天津之后，替我转告给那老不死的一句话：我迟早会回天津，然后把属于我母亲的东西全都拿出来。至于你们所有人，当时有一个算一个，每个人都别想逃，我会让你们为当初的事情付出代价。我要让整个王家所有人跪在我母亲的墓前磕头谢罪，让她给我好好活着，千万别死了，一定要活到亲眼看着我毁掉王家的那天。”王优秀，你……等到王建成和夫人离开之后，王优秀坐在椅子上，眼神中满是戾气。我似乎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想着我可以忘记一切，甚至听了我妈的话远离了天津，我以为我可以忘记仇恨。但后来每天晚上都会被噩梦惊醒。我跟沈秋月离婚，虽然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提出来的，但在签完字的那一刻，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好像我终于可以卸下自己的伪装，
可是堂堂正正做自己，学着没有摧毁我。但这些年来，我所躲避的东西好像全都压在了我的心底，我真的感觉快要压制不住自己，直接杀去天津去了。温柔二话没说，直接上去拉着他就往外面走去。第二天，天津王家，王优秀这小子到底想要干什么？要你是干什么吃的？建成被打成这个样子，你竟然都没有报警，就只是在一旁看着。算了，我本来也没指望你们能做出来点什么，但没想到这小兔崽子下手竟然这么狠。你们到底跟他说了什么？眼看王老爷子动真格了，妇人不敢隐瞒，将当时王建成提到了魏萧书的事情告诉给了王老爷子。糊涂！你们这两个混账玩意是不是忘了几年前我是怎么交代你们的？这世上已经没有魏萧书这个人了。你们非但敢不听我的话，竟然还敢在他面前提这个人，我看你们真的是想找死了。难怪王优秀那兔崽子会对建成下这么重的手，原来是因为这件事。他应该还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的，对吧？妇人被吓了一跳，一时间支支吾吾起来。有什么屁就放，这里都是自己家的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见老爷子发话，妇人不敢再有所隐瞒，连忙将王优秀让转述的话全部说了出来。听到王优秀要重新回来，并且跟王家算账，一旁的女人直接大喊道：爸，这兔崽子未免太猖狂了，您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啊！他还以为自己是王家的大少爷呢，离开了王家，他狗屁都不是，竟然打算跟我们王家算账，他以为自己出一次风头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腹有汉数，不自量力。依我说，现在就不如直接动手，趁蓝米科技还没起来的时候，提前给他压死。没错，我倒要看看他一个毛头小子能翻起什么风浪。听到身后的吵闹声，王老爷子眼神晦暗不定。当初龙卫系统的开发是你一手操办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答应你加入我们王家。但现在王优秀那兔崽子说，这东西本来是他的，这是怎么回事？爸，这件事很早之前您不就已经知道了？这系统本来就是我设计出来的，他魏萧书才是小偷。现在王优秀手里的青鸾系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当初以魏萧书偷走的蓝本为原型改造出来的。最好如此。当初因为答应你来王家，他死了，我儿子也疯了，甚至孙子也走了。如今我只剩下王岩一个孙子，将来王家原本理应由他来继承，但他现在什么样子，你这个当妈的应该最清楚。如今王优秀研究出来了青鸾系统，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如果最后事情处理不好，那么我就会放弃王岩，后果你应该清楚吧？爸，你放心，王岩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件事我也会全权负责。我刚才说的话还不够明显吗？没问题，等到王岩来了之后，我会马上交代他这件事。不过这次也不会让他白手起家，去跟王优秀那兔崽子对着干。等下我会通知董事会，暂时让王岩接替我的位置。如果他能够处理好这件事，那我也就可以提前退休了。真的吗，爸？我还不屑于在这种小事上跟你说那么多，记住，我只要结果。明白了，爸，我这就去通知王岩的孩子。女人来到酒吧，看到王岩喝得酩酊大醉，身边还有2个女人在服侍着，脸色瞬间煞白。给你1分钟时间，把所有人都给我清理出去，否则你也不用干了。是，徐总。我没说停，你们怎么敢停的？信不信我明天就把你们扔到河里去喂鱼？王岩还在叫嚣着，包厢里的人已经被清理干净。徐云拿起酒瓶，直接砸在了他的脑袋上。你是谁？竟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信不信我要你好看？我把你养这么大，教你为人处事，教你怎么当一条狐狸，教你何为礼义廉耻。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你的身上，甚至不惜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可你在干什么？你个没用的东西！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别打我了，别打我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快停手！徐云见状，这才喘了口粗气，对着门口的保镖吩咐道：“让人给我拿1桶冰块过来。”1桶冰块从王岩头上浇了下去，原本昏死的他一个机灵，瞬间坐了起来。妈，你怎么来了？我如果再不来，你是不是又要在这里玩个天昏地暗，再准备回家？我今天是怎么交代你的？王建成是老爷子最喜欢的儿子，现在他被王优秀给打了，这无异于王优秀在对王老爷子乃至整个王家的挑衅。以老爷子的性子，一定受不了这种委屈，肯定会报复王优秀。这时候就是你最大的机会。可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是准备放弃接手王家的最好时机吗？对不起妈，我本来今天也没想来的，只是他们说今天来了一个不错的姑娘，所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不能今天赶去医院，那你这辈子都不用回王家了。还有，现在老爷子已经松口了，答应暂时把龙维科技的控制权交到你手里。妈，你说的是真的？你觉得我说的还能有假吗？太棒了妈，这次我终于可以开始接手王家了。你最好别那么理想化，虽然老爷子看似把权力下放给你，但是实际上这是他对你的一次考验。考验？见王岩一副不知道的样子，徐云就一阵来气。给我跪下！妈，你倒是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意思？老爷子之所以把龙卫科技下放给你，
最关键的原因是王优秀这次的动静搞得太大了，而且青鸾系统的出现也已经让老爷子开始生疑。如果你想彻底将这次机会把握在手里，就必须达到老爷子的要求。所以老爷子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王优秀。没错。徐云拿起一杯酒，别一饮而下。你刚说什么？没什么。王岩不敢将真相说出来，赶紧闭上了嘴。那我该怎么做？现在龙维科技在你手里，需要做什么还需要我教你吗？临海那边有一个我提前安排的棋子，你可以试着从他那里下手。另外，刚才天津董家的董小苏联系上我，应该是准备对付王优秀了，你可以试着跟他接触一下。在这件事上，你尽量要避免亲自出面，避免给龙维科技带来负面新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到时候就算是我也帮不了你。我明白了吗？我这就去安排。你安排什么？你现在赶紧滚去医院，其他事情我会看着帮你安排。你必须给我记住了，这次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你抓不住的话，那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翻身。我明白了。临走的时候，王岩对着会所的经理吩咐道：“最近是不是来了一批干净的？”没错，王爷需要给你送到府上，还是？滚蛋！我说的是男的。男的，有的。最近刚有一批干净刚入行的，王爷你看。等下全都给我安排到这个包间里。对了，记得把监控给掐了，明白吗？明白。徐云在王岩离开后，心口感觉有一团火怎么都烧不完。就在这时候，经理带着一群看起来青涩的男生进来。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位女士，这些都是王爷临走的时候给您留的，您可以放心，这些都是干净的，经过我们系统的检查，不会有一点问题。这时候，徐云明白过来，为什么王岩说不让他喝酒。这个混蛋！此时前往山海省的董小苏接通了电话，事情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我已经事先按照您的吩咐，在包厢里安装了隐藏摄像头，您说的那个女人也已经上钩了。那就好，完整的东西记得明天传到我这里。是，大小姐。徐云以为一切都会顺着他的意愿发展，但他似乎忘了，董小苏可不是他能够随意支配的女人。看到手机里的视频，董小苏啧啧称奇，还以为王家出来的都是妖孽，没想到还有这种废物。不过他是怎么做到那么小还这么自信的？算了，不看了，省得眼睛长鸡眼。办公室里，对了，老爷子最近通知我一个消息，让我务必提醒你一下。什么消息？天津董家那边似乎派人来山海省了。天津董家，蓝米科技刚刚开始合并，现在正是最薄弱的时期。如果这时候天津那边对我展开攻势，那么蓝米科技很难保证活下去。如今林老爷子突然提醒，显然这次董家来的人来者不善。那倒不是，区区一个董家，林家还看不在眼里。他要是敢跟林家对着干，最后输的人肯定是董家。只不过老爷子说，如果是董家直接插手的话，他可以干预。但如果这次是借刀杀人，那他就没办法插手了。所以老爷子的意思是，这次董家来的人不会跟我正面接触，但会在别的方面使绊子。应该是，但也说不准，因为老爷子也还没得到准确消息，这次董家派下来的人到底是谁。我明白了，不管这次来的人是谁，都拦不住我的。告诉老爷子，让他尽管安心，只要不是董家亲自出手，其他事情我都可以搞定。好。胡子离开后，王优秀拨了一通电话。哥，你真的太帅了，你知道吧？我虽然知道你肯定会回来，但我没想到你竟然玩这么大，连我家老爷子都松口了，说往后可以跟你多联系联系。不过哥，你当着那些人的面直接拿龙卫的手机来对比，你就不担心王家有动作吗？听到电话里叽叽喳喳的声音，王优秀原本紧绷的神经莫名放松了下来，随后轻笑道：毕竟为了这一天，我已经准备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对不起哥，我不该提这件事的。行了，你别跟我说这种客套话。这次给你打电话是有些事想要问你。哥，什么事？你问，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最近董家还有其他家有没有什么人来临海，或者其他的消息？要说消息的话，最近我还真听说了一点。首先是王家的王建成，据说被什么人给打到了医院，到现在还在监护室里住着呢。听说他是去了一趟临海，回来就不行了。哥，他该不会是你打的吧？就是我打的。我去，牛呀！哥，我就说王建成被打成那个样子，王家怎么一点都不表示？原来是哥你打的，打得好啊！王建成被我打成那个样子，王家难道一点动静都没有？谁说没有？可太有了！哥，你听到可别生气。王岩暂时接管了龙维科技，这个消息属实吗？应该不会有假。最近王家那边已经开始全力的交接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王老爷子估计是想用王岩来对付你。老子不好意思下场，就让小辈下场，算盘打得倒是挺好。竟然故意把王岩推出来当替死鬼。哥，你自己想开点儿。放心吧，区区一个王岩我还没看在眼里。那就好，
虽然王岩最近接手了王家的生意，但上面的人对王岩似乎并不认可。董事会那边跟王岩那边传出来消息，说是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况如何，我没去了解。不过如果哥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算了，没必要。王家的态度已经很明白了，就是想要跟我对着干，但却又不愿意公开跟我宣战，觉得自己以大欺小，所以就把王岩推出来背这个锅。就算你继续打听，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而已。对了，董家那边呢？关于董家那边，我有一个小道消息告诉你，董少被关起来了。董三桑现在应该狼狈的被喊了回去，但仅凭这件事，应该还不至于让董少跪祠堂吧？有内情？差不多。根据小道消息说，董小苏那家伙跟徐云联系上了，而且最近董小苏听了董老爷子的话，离开了天津。你的意思是，董小苏来这边了？没错。王优秀闻言，终于知道林家老爷子说的需要注意的人是谁了。知道他的目的吗？暂时不清楚，不过他既然跟徐云搞到一块儿去，那八成没憋什么好屁。除了这些事外，最近天津倒是没什么其他的大事。不过听说蓝米发布会公开后，白家似乎有一些动作，我想尽办法去打听，但可惜什么都没打听到。白家，没想到自己现在举办一次发布会，竟然会惊动白家。这件事你帮我留意一下。可是哥，观察白家有必要吗？这么多年来，白家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除了阿姨的葬礼之外，白家几乎一点动静都没有。正是因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才觉得反常。一个从不露风水的白家，却一直稳坐天津4家首位的位置，你觉得他是凭什么？总而言之，这件事辛苦你帮我多留意一下。好，我知道了哥。挂断电话后，王优秀端起茶水一饮而尽，眼神中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光芒。现在可以确认一点，那就是林老爷子说的董家派下来的人就是董小苏了。几天后，蓝米科技的竞标开始了。今天是蓝米科技的竞标，王优秀为什么没有出现？具体的消息不清楚，但根据准确的消息来说，这次主持竞标的是蓝米科技的邱明山。邱明山就是蓝米科技的一个老员工。那董女士，我们现在回公司还是不用？董小苏平静地刷着关于王优秀和宋朱新电影的视频。过了一会儿后，他收起手机，平静开口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蓝米科技有一个合作商叫刘氏集团，对吧？”董女士，这个您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但我记得他手里现在拿下了一块地皮，没错吧？是这样的，没错。跟蓝米科技近距离接触的一些公司，在临海有2家，一个是临海的现金王西丘龙井，另一个就是刘氏集团。不过刘氏集团之前跟王优秀并不对付，不知道后来他们谈了什么。王优秀将从刘氏集团手里抢走的海贸生意归还给了他，后来双方就成了合作的关系。我记得刘氏集团现在的当家人是一个叫刘宁龙的女人，但她现在只是代为掌控公司，而刘氏集团真正的控股人是她的爷爷刘山，对吧？没错。难道董女士你是对那块地皮感兴趣？你有没有想过，明明是一块普通的地皮，按道理说谁最后买到都一样，但为什么最后王优秀会把这块地皮给他自己合作的企业？难道是他有求于人？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去刘家，毕竟好不容易从天津来一次，不去人家家里串串门，这也说不过去，不是吗？好，没问题，我这就去安排。